因为我又穷又老实，丈母娘就替女友来跟我说分手。谁曾想他刚出门就差点被车撞死，不然我就重伤，没想到却因此获得了阴阳眼。什么？你说你上边有人？不好意思，在我这不好使，因为我下边有人。你这个情况是应该住 ICU 的，不过1天8000块的费用，他家不愿意承担。李毅茫然地看看床上躺着的自己，再扭头望望声音传来的方向。白院长，傻孩子，看到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李毅愣了一下，然后才想起来，白院长已经死了很久了。后悔了吗？救他不值啊。没什么值不值的，您教过我舍己救人是好品格。傻孩子，本来该死的是他，不然他怎么会突然在路中间犯癔症？你本不该死的，不过你救了他，就要一命换一命，可谁让你是我的孩子呢？所以我帮你在下边求了个情。谢谢你救了我。不用客气。菲菲昨天守你到半夜，今天公司要报道，所以她晚一点才会过来。不要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同意你和菲菲的事情。这是两码事。实话告诉你，我女儿有钱有身材，追她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闭着眼随便挑一个都比你强100倍。你给不了她幸福，你也别想借这件事情缠着她，缠着我们家。你救我受伤的医药费我会帮你付，另外我会再给你1万块钱。钱就免了，你出医药费就行了。另外我会尽快出院的。这是什么人啊？这种亲家不要也罢，你就不该救他。这种没良心的，万一死一个少一个。你说的有道理。你能看到我？终于有人看见我了。大师，帮帮我吧！我这是见鬼了吗？难道昨天见到白院长不是做梦吗？自己本来要死了，白院长跟鬼求了情才让自己复活的，难道自己死而复生就可以看到鬼了吗？造孽！大师，求求你了，好歹给我说句话吧，我是诚心诚意的，有事想求您帮忙啊。你先说说看吧，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得上。我儿子今年才7岁，我这死的突然，没来得及安排他们娘俩，害怕他们孤儿寡母的以后没法活啊。你这么大的老板，难道死了就没有一点遗产吗？有啊，我公司价值几千万呢，不过我儿子不是我老婆生的。原来是私生子啊。可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呸！傻男！大师，你听我说，我老婆是个母老虎，不能生育，还不跟我离婚。我家3代单传，本来我跟她说我在外边抱养个孩子，就可以把儿子带回去了，可她非要把她弟弟的儿子过继过来，我那家业就都是他们老郑家的了，我儿子什么都得不到。我早就有准备，开了个海外账户，里面存了1000万，是专门给我儿子留的。你只要帮我把账户和密码告诉他们，母子一生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对啊。你不怕你告诉我账户密码了，我自己把钱取走了？不会的，大师，你能看到我，就肯定知道下边的情况，所以你肯定不会坑鬼的。老子也才刚死过一回，知道个屁的下边的情况啊！不过听他这意思，坑鬼应该不会有好下场。账户密码还有你相好的电话给我吧。好。大师，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些钱分批给他？为什么要分批给？我怕他万一改嫁，万一再和别人生个孩子，这些钱就落不到我儿子身上了。所以我想大师能不能每个月给他一点，顾着他们娘俩的生活就行了。等到我儿子长大了，把剩下的全给他。真麻烦。大师，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多少？10万、20万、30万，行吧？错，不是30万，是3成。什么？3成？不可能，我就让你帮我传个话，你就要我3成？那你就去找别人好了。大师，你不能这样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我存点钱容易吗？一边要防着我老婆查账，一边还要悄悄转移到海外账户上，存了好几年才存了不到1000万，你这儿张嘴的事儿就要抢走我200-300万啊。好吧好吧，3成就3成吧。成交。大师，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我也该下去了。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我儿子好，将来他要再嫁人了，我儿子会不会受罪？这点你可以放心，你别忘了，你儿子也是他的儿子。你说的也对，那我就先走了。院长干得不错，这才第1天就跨界了一个指点，帮我完成了一个业绩。对了，我现在在地府当差，职务是白无常。黑白无常是白无常，黑无常负责捉拿在人间作恶的恶鬼厉鬼。对了，咱们养老院的老金现在就是黑无常，就管咱们这个片区，而我们白无常的职责则是引导因为执念而滞留人间不会害人的孤魂野鬼。等一下，我脑子有点乱，你把我复活，我就能看到鬼了，然后不知不觉就帮你化解了胖子的执念，你就能把他带回地府，是不是有一种掉空你的感觉？有点。
其实你大可不必担心，我还能坑你不成？就比如这个赵伟成，你帮他解决了执念，不仅能帮我完成一个业绩点，同时你自己也能赚到一份功德，将来等你死了，到下边也能当个官职，再不济下辈子也能投个好胎。院长，我能拒绝吗？行了，反正阴阳眼是收不回来了，你遇到孤魂野鬼的话，能帮他们化解执念就帮一把，不想帮也没关系。院长，那个他的钱你赚的就是你的。下边有人好办事啊，功不功德先不说，这可是一条生财的门路啊。等有了钱，因为我又穷又老实，丈母娘就替女友来跟我说分手。谁曾想她刚出门就差点被车撞死，虽然我重伤，没想到却因此获得了阴阳眼。什么？你说你上面有人？不好意思，在我这不好使，因为我下面有人。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病人在你们医院，你们不得看着他吗？怎么能他想怎样就怎样？病人不懂，你们还不懂吗？他伤得那么重，刚苏醒过来，怎么能自己出去呢？而且就算他能出去，你们就让他出去，只要不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就死活都不管是吧？李毅，你刚才去哪儿了？不好意思，刚才出去抽根烟，你找我有事吗？不是我找你，是你女朋友来了，看你不在病房，跑我们护士站发脾气呢。姐，我在这。她不是你女朋友啊？你不是孤儿吗？是啊，一块在孤儿院长大的，可不就是我姐吗？你疯了吗？刚醒就到处跑，不想活了？是不是脑袋也被胀坏了？行了，这是医院，大呼小叫的影响别人多不好啊！咱们先回病房吧。你怎么来了？要不是我顺路去了趟养老院，我都不知道你差点死了。这次是你命大，下次看你还敢救人吗？哼！说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没什么好说的，救了个人而已，只是自己没来得及躲开。臭小子还想瞒你姐我？你当我不知道那是你丈母娘吗？都逼着你分手了，你干嘛还要救她？你是不是傻？不过分了也好，等你出院了，姐给你介绍10个8个的，保证都是美女，都比她好看。李毅，来了。我刚听说你醒了就赶忙过来了。本来医生说你的情况不可能那么快好转的，所以我今天才去公司报道的。没事儿。这是我们公司曹总，他开车送我过来的。你好，早日康复啊。李毅，握手就免了吧，免得传染。你是受伤，又不是传染病。你误会了，我是说怕你传染我。你说什么？李毅，你怎么跟曹总说话呢？你怎么跟李毅说话呢？李毅是为了救你吗？差点死了。你们呢？不说抢救，随便找个普通病房一扔，看着他就不活是不是？就算想他死，你是不是也该等他死了再出去浪？可你倒好，这边人活过来了，你立马又带这么个东西过来晃，是不是他不死不甘心，带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过来把他气死才满意？你还好意思大呼小叫？你良心被狗吃了？行了，别演了，你嫌他没前途，想和他分手，你不会自己说吗？偏要让你妈出面，还偏要出个车祸让他救，真是一家子祸害。姐，算了。凭什么算了？你怎么就那么好说话？这位女士，我警告你，再吵小心我对你不客气。不客气哟，我瞅瞅这是哪儿来的大尾巴狼啊，口气不小，几天没刷牙了。来，我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姐，别和他一般见识，小心传染。对了，他啥病啊？碰到就会传染吗？不是病，不止传染病会传染，运气也会传染的。例如有人中大奖了，大家都会去和他握握手，沾沾好运，而霉运也会传染。所以遇到那些霉运当头的人，尽量躲远点，不然他倒霉的时候，搞不好连带着你也有危险啊。好，很好。李毅，我对你太失望了，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救了你妈的命，却被你家扔在这儿等死的人，是你拿来当了3年挡箭牌，外加免费饭票的备胎，是你看不起又不愿意扔的男朋友。如你所愿，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可以接受像这位曹总一样的青年才俊追求了。哦，不对，其实不需要我的允许，你已经这样做了，对吧？你要和我分手？对，你没听错。好，我同意分手，不过我不会承受你的指责，我会照顾你到出院，然后咱们就分手。没这个必要。我坚持。那现在就出院吧。好嘞，我去办手续。不行啊，现在没办法办，出院了，最快也得明天上午才行。那就明天好了，不过你不用照顾我，我姐在就行了。菲菲，既然人家说了明天来帮他办出院手续就行了，咱们就别留在这碍眼了。兄弟，我应该谢谢你啊，3年了竟然还给我留了个原装货，今晚正好开封。你给我闭缸你说啥？我是说闭上你那满嘴喷粪的屁眼子。我操！
几位小朋友，该出手时就出手，出事我兜着，咱下边有人。什么意思？没事儿，慢走不送。你怎么不揍他？你给他一耳光，他绝对不敢还手，不然我弄死他。呵呵，用不着我亲自动手。什么意思？忘了我刚说过吗？他现在霉运当头。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不会出个车祸，搞出什么异能来了吧？能看出来别人头上是冒金光，还是冒黑烟？姐，你就等着看热闹吧。俗话说得好，人倒霉了喝凉水都会塞牙。从病房里出来，曹总就想着李毅的话，什么小朋友，什么该出手时就出手。车刚启动就遇到了碰瓷的。哎呦，疼死我了！你撞人了，赔钱。因为着急去扮美女，所以只能掏钱私了。刚开上马路又追尾了。你特么怎么开车的？追尾是后车全责对吧？你说我急刹，前面突然有个小孩跑到了路中间，我能不刹车吗？我这边刚刹车你就怼上来了，说说赔偿问题吧。你这车拉这么多人，这属于严重超载，你懂不懂啊？哟呵，啥玩意？你说我超载？你哪个眼看到他们都是从我车上下来的？我们只是工友，我开车他们不行，刚好同路而已。本来还想着让你赔个修车费就算了，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你还得赔我们误工费，多了也不问你要，一人200不算多吧？对方人多势众，曹总只能认栽了，乖乖掏钱。真特么倒霉！要不咱们回医院？没事儿，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开慢点好了。这是什么味儿啊？不好，车要自燃，赶紧跳车。你觉得一个人可以倒霉到什么程度？眼前这个男人先是出门遇到碰瓷的，之后又追尾包工头的车，然后车子即将自燃保命开车，没想到却被对面疾驰而来的车撞飞，而赶来的救护车第一辆抛锚在路边，第二辆总算赶来了，可没走2步担架就断了。好巧不巧，一根钢管扎到脾脏，到达医院后第一时间安排手术，可第一间手术室的无影灯怎么也不亮，无奈只能再换一间。手术即将开始的时候，主刀医师却拉肚子，等回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抢救时机，最后只能做了脾脏切除手术。是不是你干的？什么是不是我干的？曹天宇出车祸了，是不是你干的？我一直在医院躺着呢，他出车祸和我有什么关系？你说过他霉运当头，然后我们出去后他就不停的倒霉，是不是你？你用了什么法术才害他那样的？你小子厉害啊，竟然有超能力了，这乌鸦嘴没得说呀。姐，你别添乱，我要会法术的话，那我说一句我的腿好了，不就立马可以活蹦乱跳的出院了吗？你是不是傻呀？乌鸦嘴当然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啊。杨菲菲，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可是这位小兄弟你好，我叫曹金来，是曹天宇的爸爸。我儿子不懂事儿，听说言语上有得罪小兄弟的地方，我代他给你赔个不是。犯不着。小兄弟是不是开了天眼，才看出了我儿子霉运当头的？我真不会法术。今天的事情我了解过了，全都是我儿子的错。你放心，回头等他从手术室出来，我会管教他的，绝不会再让他招惹杨菲菲小姐。杨菲菲一听这话，顿时懵了，什么情况？未来的公公要让他儿子不准再追自己了？与我无关。是，另外我看了杨菲菲小姐的简历，似乎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司上班。依旧与我无关。那大师能不能帮忙指点一下，怎么才能让我儿子转危为安？您放心，肯定不会让你白帮忙的。哟呵，可以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儿子的问题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是，大师说的对，我儿子究竟是怎么了？作孽啊，他是你儿子，平时他都做过什么事，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这小子是个十足的混球，错事实在太多了，不知大师说的是人命。大师可不敢乱说啊，我儿子虽然混蛋，但他绝对没胆杀人啊。你儿子仗着家里有钱，平时没少交女朋友吧，并且一旦人家怀孕，立马就让人家打掉，然后就分手，对不对？你知道这几年他打掉过多少孩子吗？胎儿也是人命啊。曹金来沉默了，这个情况他是知道的，并且从未劝阻过。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他看来，男人有钱找女人很正常，更何况儿子还年轻，玩呗。所以你儿子这是被阴灵缠身，平常即便阴灵缠身，也无非是偶尔生活不顺，但你儿子的情况确实太严重了，数量太多，才会一旦爆发就倒霉透顶啊。大师都看到了吗？别乱说，活人哪能看得到鬼啊？我是从你儿子面相上看出他子女宫塌陷，更有黑气笼罩，才推断出来的。至于准不准，我可不保证。大师，那我儿子现在怎么办啊？2点：第一，请个有道行的道士，帮那些阴灵们做法事超度；第二，多做点善事，例如给孤儿院、养老院捐款什么的，积点功德。至于行不行，我不敢保证，但积德总是没坏处的。好，那大师能不能帮忙做这场法事啊？我又不是道士，
我可做不了法事。行了，你赶快去安排吧。好，我这就去。事成之后，定当重谢。告辞。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看相了？跟养老院里的老金学的。那他是不是更厉害？你让他帮我看个相好不好？那你得去下面找他了，他已经死很久了。唉，对了，你小子算得这么准，那些有钱人还不得捧着你？到时候随便帮人看个相，怎么着也得收个几千上万的红包吧？何止啊，咱现在随便帮个鬼，赚的都是100万起呢。哎，可惜某些人啊，明明手里捧着宝贝，却非要扔了去捡茅坑里的石头，真不知道他上哪儿能买来后悔药。哼，臭不要脸，气死你！行了，你就是心太软，我早就看不惯他了。也就是你一直拿他当宝，我也没法说你。现在终于解气了。爸，你可得帮我报仇啊！都是那个混蛋，肯定是他指使英灵害我的。报仇？你特么还嫌自己命长吗？爸，你个混账玩意儿，你知不知道惹了什么人？明天跟我去给李大师赔礼道歉。小李，你小子可以啊，这还没怎么样呢，就学会唆使英灵害人了呀！金仙儿，您年轻了不少啊，没想到您年轻的时候这么帅啊！你小子少给我打岔，好在没闹出人命，那小子也算咎由自取，所以就不追究你了，只当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好了。那就多谢金仙儿了。不过下次可别这么折腾了，万一闹出人命，我可罩不住你。明白，您放心，这次我也就是随便说了2句，没想到他们还真听我的。他们只是婴灵而已，灵智有限，你有阴阳眼，又说给他们撑腰，他们当然就会听你的。要不是那便及时做法事超度了婴灵，只怕他们能继续折腾的那小子嗝屁不可。没看我都跑来了，就等着万一他们害死人了，好捉他们回去惩治呢。金老，能不能给我讲讲下边的情况？我虽然有了阴阳眼，可对这种事情一窍不通，万一做错了事儿，可就麻烦了。我还得赶着捉鬼去呢，没时间给你细说。不过总的来说，以你的品德也干不出大恶之事，只要不闹出人命，我跟老白就能给你兜着，随便折腾都没问题。行了，我得走了。我有事儿怎么联系你们啊？人呢？走这么快？不过现在黑白无常都是我的人了，下边有人我怕谁？哟，怪不得我女儿一说分手立马就答应了，这是早就找好了下家呀。姐，和他犯不着。怪不得能养出那样的女儿，真是老鼠的女儿会打洞啊。劳驾，让一下，大师早，我是来给大师道谢的。另外，让这混蛋小子给大师您赔礼道歉。对不起。大点声，大师，对不起。咦，这不是曹总吗？刘女士终于认出来了，前几天女儿应聘回来，就是被这个曹总送回来的，然后她才动了心思，强烈鼓动女儿换男朋友的。大师，您看，要是不满意，我继续打。行了，多谢大师海涵，1点咨询费，大师请笑纳。你这是瞧不起谁呢？这袋子最多也就20来万，咱帮鬼传个话，劳务费就200多万，就你儿子一条命，你竟然才给20万，真他妈小气！免了吧，一句话的事儿，用不着给钱。曹金来顿时明白了，这是嫌少啊。大师，这只是一点小心意，还有1辆宝马，等会儿交管所上班才能给您办过户。给他？凭什么呀？大神，你是哪位啊？呵呵，亲家，我是菲菲的妈妈，天宇正追我家菲菲呢。我不认识你，闲杂人等请出去。别啊，他还得给我办出院手续呢。由于李毅受伤不方便爬楼梯，所以被院长安排到养老院的宿舍先住下。条件不错啊，比你那狗窝强多了。行了，你忙活完了，赶紧上班去吧。这是有了着落就要过河拆桥啊！姐姐，我特意请假照顾你，连顿饭都不请我吃。想吃什么自己买。这么大方，不怕我一顿饭把它吃光？能吃光是你的本事，吃不光的话，剩下的帮我存银行。德性。半小时后，我给你打包了一份猪脚饭，吃啥补啥。20万存的死期，1年利息6500。啥？都存死期了？当然得存死期，不然依你小子的性子，要不了2月就得花光了。你也老大不小了，这点钱留着将来娶媳妇。被人管着的感觉真好。其实我还赚了一笔更大的，不过那笔钱有点麻烦。呵呵，多大算大呀？能有多少？大概有200-300万吧。你确定脑袋没坏掉？真的，不过这笔钱不能对外说。这是我们养老院的一个老人去世前给我说了他海外的一个银行账号，算是他的私房钱，纯粹是为了感谢我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这种好事儿？你们养老院还要不要人了？姐，你别大声嚷嚷，这事儿不能被别人知道，万一他的子女听说了，这钱可就泡汤了。小易，姐平时对你怎么样？
那你觉得姐漂亮吗？那姐做你女朋友好不好？啊？你什么意思？是看不上我吗？不是啊，你不仅温柔漂亮、美丽大方，而且还大方、美丽、漂亮、温柔，谁会看不上啊？那你为什么不答应？那什么，咱们太熟了，下不去嘴。哦，不是，下不去手啊。你只有110万而已，姐要跟了你岂不是亏大了？怎么着姐也得找个身价上千万的吧？方婷的理想是找个有钱的男朋友，说起来有些功利，不过李毅知道这和他的身世有关。当年他是被自己生父卖给人贩子的，因为家里穷，弟弟又生病急用钱，就把身为女儿的自己卖了。所以方婷最大的梦想就是将来一定要有钱，不用再因为穷而卖掉自己的孩子。钱行长吃着呢。呵呵，英勇救人的小英雄来了。您怎么也开我玩笑啊？这是我姐方婷，孤儿院一块长大的。白院长的孩子，这闺女真漂亮啊。钱行长，我俩来打扰你，是想请教您点问题。有啥事你就直说。钱行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一个朋友国外亲戚给了他一笔钱，在海外银行里存着，他想把钱转到国内，不知道都要什么手续。这事儿简单啊，找个有跨境结汇业务的银行就行了。我听说结汇不是有金额限制吗？一个人1年5万，我朋友的那笔钱有点多，上百万呢。哦，那是有点多，转账过来容易，不过取款的话就比较麻烦了，1年5万要取20年呢，所以最好是以公司对公司的形式，就可以直接取款了。啊，这么麻烦啊？嫌麻烦，那就找个专门的代理公司好了，咱们市里就有几家，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费用先不说，至少资金没风险。你记个电话，什么时候去了报我的名字就行了。方婷高兴的道谢，钱行长也颇感开心。其实有时候老人最怕的就是老了没了用处，能帮上别人就是对自己价值的肯定。钱行长的儿子来了。儿子来看他，他怎么还生气了？这几个都是无利不起、老的货色啊！听说钱行长家里那天要拆迁，这是奔着拆迁款来的。昨天二儿子已经来闹过一场了，今天又来了个全家出动。钱行长这笔拆迁款怕是保不住了。不好了，钱院长晕倒了，快！作为养老院最专业的护工，李毅一直充当着半个医生的角色。打过120了吗？急性心梗，情况比较严重。什么心梗？你懂不懂啊？我爸身体好着呢，怎么可能心梗？就是我爸就点风湿的毛病，怎么会突然心梗了？我就问你们上次来看他是什么时候？是过年的时候吧？过年也只是来看了看，老人家最后还是在这儿过的年，对不对？他身体什么样，你们清楚吗？那也是你们照顾的不好，不然好好的身体怎么突然就心梗了？就是你们没照顾好，才让我爸得了心梗。我爸这次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跟你们没完。混账玩意儿，老子就是活活被你们气死的。你能看见我？没想到你小子还有这本事，刚才我还寻思着死得太突然，有些事情没来得及交代，这下好了。你们等着吧，这事我跟你们没完。小易你放心，他们要敢闹事儿，我收拾他们。你能怎么收拾他们？你和谁说话呢？没人。那什么，要不你等下就去一趟钱行长说的那个公司，先把钱弄回来吧。说得对，要趁着那公司还不知道钱行长快死了，不干他的面子会多收咱手续费的。我现在就去，要不要先把你送回房间？那倒不用，我把账号发你手机上，这个账号里大概有880多万。什么？别激动，这钱并不是全都给我的，我只能拿30%，剩下的我得给人还回去。究竟怎么回事儿？具体怎么个情况，回头再给你细说，你就按我说的办好了。搞了半天，这钱原来是你的。呵呵，被你发现了，不装了，我摊牌了。其实我是一个隐藏的很深的百万富翁。100万也叫富翁？现在市区随便一套房子不得100-200万？你知道我那老房子这次拆迁得赔多少钱吗？赔多少钱也和你无关了。你说说，我怎么就养了这几个白眼狼啊？我也奇怪呢，要说你当过官，子女巴不得借你的人脉混社会呢，怎么反倒能把你挤兑成这样？估计还真怪我。当年我在位子上的时候，还真没给他们安排过什么。那时候性子太硬，生怕给他们走后门，安排了工作，欠下人情将来不好还啊。你也知道，多少人想走门路找我贷款的。我前任行长就是卖人情放贷收不回来才进去的，他们3个后来都没拿到好工作，他妈为此也和我闹了离婚。李毅也是一阵无语，按理说钱行长的做法值得敬仰，但敬仰过后少不了还得再说一句傻逼。那你后悔吗？说不后悔是假的，但如果再来一次让我选择，我还会这么做。恭喜恭喜，老钱，欢迎下来当官。咦，白院长，白院长，今天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工作时间穿工服不是很正常吗？我已经不是白院长了，我现在是白无常。不过我这回来可不是勾你的魂的，而是恭迎你下去当官的。
当官。对呀，你这辈子兢兢业业，大公无私，坐在银行行长的位子上，却没有贪过1毛钱。你的品行受到了城隍的肯定，特意安排你到下边担任民国银行黄泉路支行的行长。啊，地府里还真有银行？不仅有银行，并且银行的作用还不小呢。就跟邮局差不多，只要在龙国国土范围内都能送到。比如阳间亲人烧个纸钱、烧个衣服，都要通过民国银行再转到亡者手里。具体的回头你上任后就知道。好了，咱们走吧。不行，我还有事没办呢。其实我这事儿也简单，小易。早些年我遇到一个风水先生，在我老家给我寻了一块坟地，说是等我死后葬在那里，就能惠及子孙，保他们平安。活着的时候没有帮过他们什么，死了就给他们点福利吧。你是想让我帮你传个话？对，老家的坟地我已经买好了，把我的骨灰埋在那里就行了。放心，我一定把话带到。告诉他们一定要按我说的办。实在他们要是不想办的话，能不能你替我跑一趟，把我的骨灰送回去？放心，我肯定想办法帮你达成心愿。这件事我必须给他办好，这可是未来的民国银行的行长啊！这回下边罩着我的人又多了一位啊！拿到钱后，李毅到商店买了冥币跟几条好烟，准备给那个胖子捎过去。帮忙啊，全拆了。你这究竟要干啥？送礼啊，不过是送给死人的。你脑袋被车撞了吗？不帮忙站一边去。看着不像撞傻了啊！你究竟给谁烧的？要你管。对了，你再去给我拿点冥币过来，顺便给钱行长也烧一点。中午死的那个老头，这批烟钱没少赚，冥币算我的。胖子，答应你的烟给你送过去了，过来收着。呦！真烧啊！早说你是烧给鬼的，咱拿点 A 货不就行了？那不是糊弄鬼吗？那纸扎店的纸人纸马，别墅小三怎么算？耶，你能看见我？别装了，你是不是能看见我？没错，我看到你偷了我的烟。谁说我是抽的？明明就不在群里，我是捡的好不好？好，你捡到的都归你了。这位小兄弟，你很有钱啊，一下子烧了这么多，还全都是好烟。没错，我是很有钱，可和你无关。不是啊，那什么，你不差钱的话，能不能请我吃顿饭？我已经小半年没吃过东西了，肚子饿瘪了，脑袋都饿空了。不是，你看，我操！你妹的，吓死老子啊！呵呵，我没骗你吧？李毅，你猜刚才买东西的人是谁？他说他是个私家侦探，来诈是帮人搜集你们养老院虐待老人的证据，还说只要我能帮忙举个实例，随便编，说出一条就给500块钱，如果愿意出庭作证，那就给1000。做伪证是犯法的。谁管那个，就是给钱太少，要是给5万，我肯定就帮他们了。这哪来个要饭的啊？你能看到他？这不是废话吗？我又不瞎。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看着身体也挺好的，怎么就不学好呢？干点什么不行？要当乞丐，工地搬砖一天也能赚100-200块。嘿嘿，行了，少管点闲事吧。对了，你屋里有监控吧？截个照片发我手机上。行，我这就去。你这忽隐忽现的是怎么回事？我有道行啊，就是好长时间没吃过贡品了，有点不听使唤。那你还能隐身吗？别让一般人看见。现身困难，隐身还不容易吗？李毅寻思了一下，放任这家伙在街上游荡也不是个事儿，关键他还会现形，吓着小孩子怎么办？自己虽然不是鬼差，但这一片归白院长负责，最好还是把他看起来，等再见到白院长，让他把这家伙带下去算了。想吃什么？你只要请我吃饭，啥都行，我不挑食，有肉就好。这玩意儿也得烧给你吗？不用，你直接说请我吃就行了。对了，我叫朱大奎。朱大奎，我请你吃烤鸭。朱大奎，你死了怎么不下去投胎啊？我死的冤枉啊！背这个罪名我才不下去呢。究竟怎么回事？我是为民除害，他们却说我是杀人犯。20多年前，纺织厂厂长的儿子就这一帮盲流子为非作歹，我一个工友刚出了个漂亮对象，被他们看上了，直接绑到一个废仓库里就侮辱了人家对象，还得让他睁眼看着，眨一下眼就是一顿，抓打扣裆。最后俩人想不开跳河了，那个混蛋却依然逍遥法外。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蹲到他们常去的录像厅门口，我给他来了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然后你就被抓了，吃了枪子了。本来我是吃不了枪子的，厂里上前工人帮我出清，连名信地到了省厅，可偏偏赶上了严打，他们说我这是故意谋杀，凶悍残忍没人性，说我誓不诛杀，我就不服气，杀人偿命我同意，但我是为民除害，我是英雄。你是不是英雄我不知道，但你肯定是个傻逼。为什么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解决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道理你懂不懂？我没念过多少书。行了，你这个情况是不可能改正过来的，你也别纠结了，赶紧下去投胎做人吧。不行，不给我证明，我坚决不投胎。果然是个犟种啊！随便吧，你可以走了。那什么，我能留下来跟着你吗？干嘛要赖上我啊？不是，那什么，
你能看见我？你是个大山，我是个鬼，咱俩正好可以搭伙着，咱俩一阴一阳，一明一暗，联手惩奸除恶，助人为乐。停，打住！武侠小说看多了吧？现在是法治社会，忘了你因为啥死的？我是鬼啊，人间的法律管不到我，阴间也有法律。我知道，只要不弄出人命，黑无常才来的管我。这话好像老金也说过，只要不弄出人命，都能给我兜着。你想留我这也行，不过你得听我的。你是想让我当你手下？没错。那你得给我发工资啊，而且待遇可不能太差，最少的1天1顿饭，外加1包烟，这是最低标准，没得商量。第二天一早，李毅就给胖子的女人打去了电话。喂，你哪位？我是赵伟成的朋友，我借过他一笔钱，现在他死了，这钱还给你好了，你给我一个银行账号，我给你打过去。你们还有完没完了？都跟你们说了，他就给我这一套房子，我也答应还给你们了，今天我就搬走，你们还想怎么样？查我账户，告诉你们了没钱，还要不要我们娘俩活了？没办法了，只能直接去找他了。你是徐玉言吗？我是赵伟成的朋友，给你打过电话，你说我是骗子那个。我说的很清楚了，他没给我留钱。我也说的很清楚啊，我是来还钱的，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帮我推进去？这是准备搬家吗？你真是老赵的朋友。对，我跟他借过一笔钱，他当时说过这钱是存着将来给儿子上大学的，所以我寻思着这钱得还给你，才合情理。老赵的朋友都不知道我们俩的存在。我和他是过命的交集。你借了他多少钱？600万，外加75000块钱的利息。600万？没错，全是给你的。可是我没有你的欠条啊。我当初借的时候都没打欠条，你只要跟我一块去趟银行，把钱转到你账户里就行了。就这么简单？那还要怎么着？要不我取成现金给你搬过来。那可不行，赵伟成的老婆可不是省油的灯，一会儿他们要来看着我搬家，然后还得去房产局过户呢。赵伟成的老婆来了。没事，等下就说我是你表弟。嘿，这是谁呀？好啊，我男人刚死，你就找到小白脸了？找啥样的不行，非得找个瘸子？他是能帮你搬家啊，还是能帮你带娃？他这样子到了床上，8成也只能躺着吧。毕刚。什么？我是说，闭上你满嘴喷粪的屁眼子！你们几个死了啊？没听到他骂我，给我打！现在是法治社会，我看谁敢动我。我姐已经答应把房子给你们了，不过你们别忘了，房子还没过户呢。你喊他姐，我听说他可没有弟弟。表姐不行啊，我也就是这会儿身上有伤，加上我姐不想闹腾，不然我告诉你们，光脚不怕穿鞋的这句话，你们也掂量一下。行，你们马上搬家，然后跟我去过户。你打包的都是什么东西？这都是我姐夫的钱买的。老大，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让我收拾他们一顿吧。李毅等的就是这句话，这家伙一直跟着看着呢，他要再不出头，就说明他一开始说的那些身世来历都是假的，那样的话自己就不能再留他了。咦，怎么感觉有点冷？姐夫，你是谁？朱大奎不敢说话，因为他只看到了照片，没听过赵伟成的声音，一开口保准露馅。我让你装神弄鬼。别碰我弟弟！赵大哥，赵大哥，真的是你啊？你咋不说话？难道你是新鬼还不会说话吗？哦，原来是这样啊，没关系，你有什么想说的，我帮你说。对了，你就点点头。赵大哥，你回来是不是因为不放心儿子啊？也是啊，表姐他们孤儿寡母的实在可怜，关键还有这帮家伙欺负他们，人家2个是亲姐弟，哪会管你姓赵的儿子是死是活？赵大哥，你要想报仇就动手吧，弄死一个是一个，我是有伤在身，不然我就直接帮你了。不要啊！你们纯粹就是自找的。赵大哥一辈子赚了多少钱，全留给你们了，他只给儿子留了这么一套房，你们还不放过？要了房子不说，还故意这么羞辱人家，活人看不过眼，死人都气得出来找你们报仇来了。我错了，老赵，我知道错了，房子我们不要了，你别伤我们啊！姐夫，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赵大哥，你看他们知道错了，要不还是别杀他们了。朱大奎依旧一脸怒容，作为锄强扶弱的英雄，他当然不愿意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纯粹就是扯淡。既然做了对不起的事，就别假惺惺的说什么对不起了。伟成，真的是你吗？姐，他不能说话，有事你说话，他能给你点头或者摇头。赵哥别动火，我知道你心疼你儿子和他妈，可你要在这儿把他们弄死了，毕竟是个麻烦。要不这样好了，这房子他们肯定不敢抢了，你的遗产也分他们母子一半，他们要不答应，你就跟着他们回家。赵大哥留下的遗产有多少我不清楚，不过公司什么的你们留着自己折腾吧，拿个3、5千万的现金给孩子就行了。哪有那么多钱啊？公司虽然看着挺大，但那也不是我们一家的，更别说还欠着银行贷款。老赵你是清楚的。真没那么多，那2000万总有吧？
真没有，这会儿所有的现金还不到800万，剩下的全都是没要回来的工程款。那行吧，800万给孩子好了，今天就得到账，不然就让赵大哥跟你回家。因为我又穷又老实，丈母娘就替女友来跟我说分手。谁曾想他刚出门就差点被车撞死，虽然我就重伤，没想到却因此获得了阴阳眼。什么？你说你上边有人？不好意思，在我这不好使，因为我下边有人。你不是老赵。你为什么说他不是老赵？老赵这里有个猴子，他没有。呵呵，他的确不是你的老赵。涵涵，大妹子你好。别怕，他的确是个鬼，不过他不会害人的。600万够你们娘俩花了，要么现在带着钱离开这里，找个别的地方好好生活。那些钱一半存死期，一半买理财，利息都够你把孩子养大了。当然了，你要不甘心的话，还可以等着。不过刚才他们说的那800万，我估计没那么好拿。出去后，他们8成会怀疑看到的鬼是不是真的。没想到那个没良心的死了，还能惦记我们娘俩，我这辈子也值了。你就放心的走吧，我肯定会好好把我们的孩子养大。谢谢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那800万我也不准备要了，我这就带小龙离开。李毅和他一块去了趟银行，转账完回来就准备去姥姥家带孩子离开。你们要干什么？开门，我要给我老公做一场法事，超度他早点投胎超生。超生是要罚款的，这位大师，你们收了多少钱啊？这位施主，为亡者超度是我们佛门弟子的义务，谈钱太俗。义务劳动，那就是不要钱啊？这个讲究随缘，施主可以给佛祖添点灯油就行了，给多给少不重要，全看施主的诚意。说了半天，不还是要钱吗？不过我奉劝你们一句，这个钱可不好赚，赵大哥的鬼魂真的在屋里呢。呵呵，我自幼出家学习佛法神通，超度亡魂不在话下。既然这样，那您里边请吧。我老公呢？老大，这家伙是要捉我吗？这家伙虽然看上去没什么修为，可按照规矩，他和这事儿没有直接关系。我要现身的话，下边鬼差估计会找我麻烦。哈哈，姐夫不在，估计是大师修为高深，一出场就把他给吓跑了。大师果然厉害，可是大师这样也不是办法。你们在的话，我老公躲了起来，你们要是走了他再回来怎么办啊？这位女士可以放心了，你老公已经被我们超度，放下了执念去投胎转生去了。这么快就行了？本来他是不想走的，不过我耗费10年修为帮他消除罪业，下辈子可以投个好胎，所以他才同意马上就走了。老三，你去把大师送回去吧，再好好表示一下。哼，想讹我？这下我看还有谁给你撑腰？看看，我就说他们这800万没那么好拿吧。本来你说不要了便宜他们就算了，可他们这非要再送上门来，咱们再不接着那就不好意思了。你说什么？我说那几个和尚纯粹就是蒙氏的，不信你回头看看。赵大哥，先别急着报仇，先让他们把钱转过来再说。老赵，我们夫妻一场，别害我，我给钱，我把你儿子当我亲生的养他，你放过我吧。你还知道夫妻一场啊？刚才找和尚念经的不是你吗？别说废话了，赶紧把钱转过来，然后看赵大哥愿不愿意放过你们再说吧。行，我们这就去转账。转账一个人就够了，你留下。徐言很快就收到了800万到账的短信。行了，你可以走了，不过不许再欺负人家母子，不然赵大哥肯定还会再去找你的。不敢，不敢。你也赶紧走吧，虽然他们暂时不敢再来找麻烦，但你最好还是换个城市生活。谢谢大师。别，受不起，受不起。要不是大师您，我和小龙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您的大恩大德，小女子无以为报。行了，赶紧起来吧。谢谢你，我现在就带孩子离开这里。没有你，我什么都得不到。你也是跟老赵过命的兄弟，这房子就留给你吧。回头我会托人办理过户手续的，我就先走了。自己这算不算有房了？李毅开心的不得了，下意识的掏出手机打给了方婷。怎么了？是不是有麻烦了？我就说请假照顾你，你非不听。姐，我没事儿，就是给你说一下，我弄了一套房子。什么叫你弄了一套房子？是不是养老院里住着不舒服？那你搬我家好了，我跟我室友说一下，他应该不会介意的。不是，我是说现在我有一套房子了，房子我的。你个败家玩意儿，200多万刚到你手里才1晚上你就把它花了，就算要买房也得好好挑挑选选，托人找关系拿个折扣价才行啊。李毅哭笑不得，只能顺着他的话头往下接了。那什么，这次算是捡了个便宜，我不是给人家送钱吗？人家收了钱准备出国，干脆就把房子卖给我了，就在养老院这边的星海花园，3室2厅的120多平，只要100万连带家具装修全给我了。
那边的房价是得要1万出头，不过二手房要便宜点，算起来你没沾多大光。关键是可以拎包入住啊，现在人家已经搬走了，啥东西都没带，乱七八糟的收拾一下就可以了。合着你是想让我给你当苦力啊？行，下班我就过去。放下电话，李毅就回到了养老院。我告诉你们，害死我爸这么大的事儿没完，我要告到你们关门完蛋，特别是你们那个护工根本不会抢救，就是他把我爸害死的。我要是你爸啊，我这会儿绝对大嘴巴抽死你。你个小兔崽子，你说什么？就是你害死我爸的，我要告到你坐牢。哎呦，我的腿啊！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我英勇救人，被车撞断的腿你也下得去手啊？你是不是要把我打残废了你才甘心啊？这位先生，我是钱女士的律师，你的行为是在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我劝你理智一点，除非你愿意今天晚上去拘留所里过夜。我看你印堂发黑，霉运当头，不日必有血光之灾啊！你们这儿是养老院还是城隍庙大门口？怎么还蹦出来个算卦的？你不信吗？说真的，我上一次对别人这么说他也不信，不过现在他还在医院里躺着呢。你这是对我人身安全的威胁，我就凭这一点就能告得你坐牢，你信不信？我信啊，你是律师，你当然擅长打官司，我是个大师，我会看相，所以咱俩都是专业的，我的话你也应该信啊。哼，愚昧迷信。好了，就凭你们这儿的护工竟然是这样迷信的人，我已经可以判断这里绝对不专业，管理方面存在巨大的漏洞。我有理由相信钱先生去世和你们的管理有巨大关系，你们就等着开庭吧。钱先生，周律师，你们别生气，有话好好说。李毅，你还想不想干了？还不赶快给周律师道歉？劳驾让一下，问一下院长是在哪边呢？别去了，我跟你说他们这儿有问题，虐待老人，老人病了还不会抢救，我爸刚被他们害死了。你跟我说这干嘛？啊，你不是要送老人来的吗？不是，我是专程来感谢李大师的。老曹啊，李大师，非常抱歉啊，昨天提车挂牌的时候，车管所那边连不上网，所以耽误了一天，今天刚办好手续。哎呦，您这实在是太客气了。哪里啊？要不是李大师，我儿子的命都没了。区区一辆车不成敬意。这位先生，你是说他救了你儿子？对，李大师可是真正的高人啊！就在前几天，李大师说我儿子霉运当头，我儿子不信啊，可出了门就开始倒霉，又是堵车，又是被人碰瓷，闹了一回追尾，接着他的车还自燃了。等他跳车下去，又出了车祸。本来他伤的不算严重，可救护车半路爆胎，换了一辆，好不容易到了医院，担架又断了，搞了个伤上加上，然后主刀医生拉肚子，换个实习医生也就不说了，可人都推进手术室，无影灯却坏了，最后只能脾脏摘除。李大师告诉我说我儿子是婴灵缠身，让我赶紧做了一场超度法事。这边刚做完法事，那边我儿子就醒了，真是万幸啊！周律师此刻心里发寒，如果说一开始那些事儿还有人为的可能，可后边这一连串的问题不是霉运当头又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眼前这个曹总看着也不像傻逼。看来这破地方不止迷信还会骗人呢。这位曹总，我告诉你，你上当了，他们肯定是故意设局骗你的。你不信就算了，反正我相信，跟你没关系，轮不到你多嘴。你，李先生，你刚才说的是真的？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李大师，你刚才说我霉运当头，是不是真的？我说的当然是真的，我和你无冤无仇的骗你干嘛？那李大师，那我应该怎么化解呀？可是你是要帮他们告我们啊，那咱俩就是有仇有怨，我干嘛要帮你啊？各位，抱歉了，你们这个案子我不接了，你们另请高明吧。大师，咱们走吧，找个安静的地方，我要好好的向您请教一下钱家兄妹这件案子。大师您放心，这事和我关系不大，我就是个打工的。李大师，那我这事儿，你放心，回头我肯定会有一份心意的。呵呵，先不说这个，我先问你几个问题，你得实话实说，不然我也帮不了你。您请问，你最近也没有杀过人啊？大师这话可不敢乱说啊，我怎么可能杀人？那你的亲朋好友之间有没有人刚去世的？一个年轻女人。年轻女人没有啊，最近这2年我只有一个表嫂去世了，死的时候也50多了，不算年轻吧？不是，应该是20多岁，反正就是你认识的不超过30岁死的女性。没有啊，你问这个干嘛？没什么，她就在你身后飘着呢。你看不到她，但是也不用怕她，至少暂时她应该不会害你。可是这位小姐姐这儿呢，叫你呢。这个鬼好像有点傻，叫她都没反应。李大师，你能不能帮我开个天眼，让我看一下？说不定看到她我就能认出来了。开不了啊？你不是大师吗？难道不会画个符、开个天眼什么的？不会。要不你帮我描述一下她长什么样，我看看有没有印象。大概20多岁，身高腿长，看着挺苗条的，长得不算漂亮，但也不难看。
要不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反正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跟着你的，就算不是熟人，你也应该认识他。他和你就算没有直接关系，也肯定存在间接联系才对。那我回去再查查档案，看看有没有这么个人。可我就这么回去的话，万一他要害我怎么办？他要害你的话，你早就死了。要不大师你赐给我个护身符什么的？那玩意没用，关键还是先调查清楚他是谁，为什么跟着你，不然什么办法都没用的。白院长，白院长，我是小易啊，我有点事儿想请教一下。说什么下次一定也得问白院长要个联系方式。朱大奎，刚才的情况你应该也看到了吧？你觉得是怎么回事？按理说不应该啊，就算那女鬼生前就是个傻子，也不应该叫她都没反应啊。她这个情况倒是有点像是魂魄不全。哦。几天后，周律师托了警局的朋友调查了最近1-2年发生的失踪案件，终于找到一个跟李毅描述相近的失踪人员，就是这个女人。这就奇怪了，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呀。从来没见过吗？没有，她名叫刘秀芳，失踪前在咱们市里一家歌厅上班，连续几天没上班，人也联系不上老板才报的案。这种情况警方都不重视，类似足浴店、歌厅里的女员工流动频繁是正常现象，也就是那家歌厅还算正规，不然老板都不会报案的。李大师，你说我霉运当头，是不是就是因为女鬼跟着我？这几天我真的很倒霉啊！先是倒车撞了电线杆，然后喝啤酒被易拉罐割伤，甚至打官司都被人抄了老底儿，搞不好下次开庭就得输了。等一下，把你刚才说过的话重新再说一遍。什么？我是说这几天我真的很倒霉，先是倒车撞了电线杆，然后喝啤酒被易拉罐割伤了，还有就是打官司被人抄了老底儿。停，我知道他为什么跟着你了，应该是跟你负责的案子有关。我最近只接了2个案子，可这2个案子和这个失踪的女人都扯不上关系啊。但你一提到官司，他就有反应了。你说一下那2个案子都是什么内容？一个是医疗纠纷，是一个年轻人感冒，在一家小诊所输液，一瓶水没输完，人就死了。没反应，不是这个。还有一个是肇事逃逸，一个女司机开车撞死了一个女孩，女孩家属拒绝赔偿，非要告得对方坐牢。就是这个，你拿照片问一下女孩的家人朋友，看看有没有认识她的。好，李大师，可他真要继续跟着我，我继续倒霉出了意外怎么办啊？大奎，你能不能把他拦住？我试试吧。你和谁说话呢？没事儿，我一个手下。大奎，给周律师打个招呼。周律师，你好，我叫朱大奎。他有点道行，所以能现形出来给你看。不过这事儿你可不能往外传，说出去也没人信。另外那也属于泄露天机，搞不好就是天大的麻烦。妹子，打扰一下哈。没反应，要不我直接把他捆了得了。算了，你身上的布条子不够搓根绳子的。周律师，你小心点好了。啊。大师，我已经问过了，他们没一个认识刘秀芳的。既然不是被害者一方的人，那我操，这是一只卧底鬼啊！啊？什么意思？这事儿和车祸的确有关，不过这女鬼并不是女孩的关系，而是来自另一方。对方已经知道了你全部底牌，你的官司肯定会输的。哦。这个案子本来是十拿9稳的，事发地虽然没监控，但有目击证人看见了被告的车牌号。根据调查，他当时的确是在回家的途中。最重要的是，我查到了一条事发后不久他把车开到一处水库洗车的监控。可前天晚上我们律所被人撬开，偷走了我的电脑。我还纳闷对方怎么知道我找到了这个证据，甚至还怀疑我们律所出了内鬼呢。看来对方能量不小啊，官司输就输了，保命要紧啊。AB 无耻，毫无人性，老大，这事儿咱们得管。闭嘴，隐身。李大师，这事儿您得管啊！我倒不在乎官司输赢，可那女孩死的实在太可怜了。本来车撞了，及时送医院问题不大，可她逃逸了。事发的路段刚建成，过往车辆也不多。等有人看见报了警，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失血过多死了。这女孩才16岁，正在读高中，趁着暑假去孤儿院做义工，骑车回家的路上出事的。一听这话，李毅顿时忍不住了。别人死活他可以不在乎，但他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愿意为孤儿们送点温暖的好心人。这么好的姑娘不能死得不明不白，这事儿我管了。多谢李大师了，只要你帮我把这个女鬼弄开不泄密的话，我一定想办法把这场官司打赢了。光是这样还不行，咱们得把他背后的家伙抓出来。对方既然能使出卧底鬼的手段，只怕捉了这个女鬼，说不定还要使出别的什么招数来，所以一定要把他的幕后主使找出来。大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周律师，一定要盯紧了这个女鬼，她有什么消息了，肯定要回去通风报信的。老大，你就放心吧。几天后，对方终于有了动静。你打架怎么样啊？啊，打架？对啊，等会和女鬼接头的肯定是人啊。女鬼可以让朱大奎对付，接头的人怎么办？要不我打电话报警吧？你傻啊？你报警怎么说？那要不我找人来帮忙？来不及了，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应该就是这辆车了。
碰瓷啊！恭喜你答对了，老周报警。明人不说暗话，看来阁下是同道中人啊。错，我们不一样，我是好人，你是坏蛋。行了，别说那没用的，既然你能跟着他找到我，这事我就认了。有什么道画出来吧。这件事情可以不追究，不过我要问你2句话，你要老实回答。行，你问吧。他是不是你杀的？他剩下的魂魄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原来啥也不懂啊！你竟然不知道异鬼术首先就要亲手杀了他，还要炼化魂魄，抽离掉一魂2魄，才能让其彻底听话。我估计你只是机缘凑巧学了点开阴阳眼的法门吧，就凭这个你就敢跟着过来，就不怕有来无回吗？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只开了阴阳眼，别的什么都不会。不过我有底气找你，是因为我知道你绝对杀不了我。哟呵，口气不小啊！我想你异鬼这事儿，地府是不会同意的吧？肯定是钻了什么空子鬼差，才没来找你麻烦。不过你要杀我的话，立马就能把黑白无常一块招来，你信不信？继续吹。真的，我没骗你，我下边有人。不过我觉得用不着他们帮忙，你就得栽到这了。因为你虽然会异鬼，但你并不是天生的阴阳眼啊！你什么意思？因为你看不见他。掏掏他的口袋，看看都有什么东西，还有车上也检查一下。周律师一顿翻找之下，只找到一个钱包、一个手机，还有一个葫芦。车上只有一把古旧的桃木剑。老大，这里面好像是他丢的那部分魂魄，是你的吗？可怜人啊！住手！咦，你醒这么快？别打开葫芦，不然他会变成厉鬼的。为什么？你傻呀你！要想异鬼，首先要按照特定的方法将人折磨致死，让他死的时候心中充满恐惧和怨气，然后用阵法捆住亡魂，再用法术折磨直到魂魄分裂，再用巨灵葫芦封印一魂一魄。魂魄不全虽然会让他有点吃傻，但只要这一魂一魄在手，他就会绝对听你的话。如果我打开了葫芦，他魂魄齐全，恢复神智了，第一个就会找你报仇，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教你具体的做法，等你也造一只鬼奴出来，再加上你的阴阳眼就更加厉害了。到时候我还可以给你介绍点工作，让你跟我一块儿赚钱花。你根本不晓得我干这一行有多挣钱，就比如你们这个案子，我已经赚了8万块了。等一下，这家伙罪大恶极，直接杀了，实在太便宜他了。我建议好好折磨折磨他，让他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说的对，别在这儿动手，他叫起来引来警察，你可就没法尽兴了。可以去他家地下室，他就是在那里害我的。行，你可以让他开车带你过去。对了，你随便折磨不过，别把他弄死了，折磨腻味了再让他找警察自首，把他杀你的罪名说出去，最起码也是个无期徒刑。我杀了他，还可以折磨他的鬼魂。你杀了他，手上有了人命，下辈子还要不要投胎做人了？反正他死了，就算你不折磨他，到了下边还有18层地狱呢。我会考虑的。请问大师尊姓大名？我得记住你的大恩。举手之劳而已，这个不重要。听说到了下边要报上名字，才能把功德记到你名下。我叫李毅。老大，你能不能把他包起来？我看着害怕。这玩意真有用啊！桃木本来就辟邪，他这一把还是100年累积桃木，算得上是一件法器。不过那家伙水平不升，根本不会用，不然一剑就能把刘秀芳劈得魂飞魄散。你还好意思说你有20多年的道行？看看人家刘秀芳多厉害，你却连个实体都凝聚不出来。这是巨灵葫芦，能收鬼封妖，和炼妖壶不同的是不会炼化妖鬼，反倒可以保持灵力不灭。以后老大要是需要白天带我出门的话，就可以让我站这里面，到了地方扒开盖子，我就能完好无损的出来。咦，这个 U 盘好像是我的。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周律师又拉我去吃了点宵夜，电话也打不通，不知道人家会担心吗？手机没电了。行了，早点睡吧。还是得给他找个地方安置一下，要不然一直在自己家里，将来有女朋友了，岂不是会被看光了？第二天一早，李毅就带着朱大奎来到养老院。你先去后院熟悉下环境，我去跟老人们打声招呼，随后就过去。这地方咋样啊？老大，不行啊，这地方已经被人占了啊！你仔细看看，你应该认识他。李毅，你能看到我？你别激动，你这状态随时都有可能魂飞魄散。我死了，我死的冤啊！你要帮我报仇啊？凭什么？李毅虽然好说话，但不代表他不记仇。这老陈就是养老院的老板，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他：一个唯利是图的黑心老板。李毅，那什么，咱养老院一直对你也不错吧？这次你受伤，我还让吕院长给你封了500块钱的红包呢。呵，500块的红包好大呀，要不我给你买成冥币烧给你。
你太不讲情义了吧！我死得这么冤，你竟然不帮我，白瞎你长了一双阴阳眼。行了，大奎，你先换个地方吧，反正他这架势等不了2天就得魂飞魄散。他走了，你再过来。老大，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要是这样下去就是个糊涂鬼啊！下辈子投胎要么是傻子，要么就只能当猪了。你想帮他就自己帮去，我可没闲工夫搭理他。我明白了，你是想要钱吧？李毅翻个白眼，虽然这是事实，但有必要说的这么直白吗？要钱是吧？想要多少你开价，不过我也有要求的，你直接帮我报仇，把杀我的人弄死才可以。李毅，你别走啊，咱们可以再商量一下，不杀人也行。你帮我查清楚是谁杀的我，再报警把他抓起来就可以了。首先，你拿什么付钱给我？其次，你能拿多少现金出来？然后，即便你有钱付账，并且价格开得很高，我也照样可以不赚这个钱。所以，注意你跟我说话的态度。那个李大师，我死的真是太冤了，求你帮帮我吧。先说说你能给我多少钱吧。我死的太突然了，真的没准备啊。要不我给我老婆托个梦，让她给你付账怎么样？你会托梦？不会啊，你教我一下我不就会了吗？我也不会。大奎，你会吗？我不会，除非道行特别高，不然的话想托梦得去民国银行通过托梦专线才行。啊，那岂不是要先去地府报道？那我这糊涂鬼的名头可就坐实了呀。托梦就别想了，就算你托梦成功了，你老婆能给你烧点纸钱就不错了。她能把现金给我吗？那怎么办啊？你说你怎么不弄个海外匿名账户什么的？这样吧，等会儿我弄份合同，写明你把养老院卖给我了，合同日期就写2天前你还没死的时候，然后你把字儿签了就行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就留下这点产业给你了，我老婆孩子怎么活？我又没说白要你的，随行就是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你有钱吗？没钱我会提这个茬，你就说行不行吧？行，不过我是个鬼，怎么给你签字啊？没事，等会儿我找你鬼附身，随便找个阳气弱的人附一下，签个字的事儿费不了多少元钱的。说说吧，你是怎么死的？不知道啊，我要知道还用找你吗？你不知道仇家是谁，那你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吗？真不知道啊，我前天晚上喝多了，昨天醒来就发现自己死了。那也不能说你是被人杀死的，说不定喝酒喝死了，根本就没仇家。不对，我要是醉死的病死的，那我的尸体哪去了？我昨天醒来就已经在这儿了，然后这都2天了，也没人知道我已经死了呀。看来只能我自己想办法了。院长，陈老板今天没来啊？昨天都没来，电话也打不通。那他老婆的电话呢？他老婆说他出去应酬了，你找他有事吗？钱家的官司，那个周律师给我说，他们买通老人家属做伪证的事情，只要能证实了就好办了。我就是想跟他说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方面想想办法。这事得抓紧啊！现在网上都有人说咱们养老院虐待老人了，真要闹开了假的也成真的了。那我再给他打个电话。吕院长立马掏出手机，先给陈老板打了过去，依旧是没人接听，接着又打了他老婆的手机。他老婆说他也不知道老陈去哪儿了，做生意出去应酬几天不见人影很正常，找不到他就等着好了。这夫妻关系到底是信任过了头，还是说漠不关心啊？老公失踪2天了，竟然一点都不在乎。吕院长，这可是2天没消息了，现在人就算在新大手机也不能连着2天不开机啊！你说陈老板会不会是出事儿了？呸，都知道你是个乌鸦嘴啊，别再被你说中了。对了，我是乌鸦嘴啊，也许本来没事，被我一说完蛋了，咱们还是赶快找找他吧。李大师，人抓起来了。什么人抓起来了？就是那个肇事的女司机呀！多谢你。谢我干什么？这是你的案子，和我没关系。那什么，还是得谢谢你的指点啊！案子赢了，我是特意来请您的，咱俩出去庆祝一下。等会儿吃完饭，你帮我拟一个合同。什么合同？养老院转让合同，连带地皮的。哦，这种事情我不太擅长啊，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专业的合同律师？没事儿，你只管弄就行了。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不专业不要紧，关键是这个合同只能由你操刀才可以，别人我信不过。难道对方是？对。造孽！放心吧，你只管按我说的做，不会有麻烦的。就算有麻烦，也是我兜着。下边有人，我怕谁啊？小易，你听说了吧？陈老板死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就是中午说陈老板可能出事的李毅吗？一般情况下，凶杀案报案者都有重大嫌疑的。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杀陈大力？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喝多了？什么中午喝多了？现在上级3令5申，不许工作时间喝酒，我怎么可能喝多了？既然没喝多，那你说的什么胡话？我是有事儿找陈老板，连着2天找不到人，担心一下不应该吗？你没凭没据的就说我杀人，对我造成的心理伤害先不说，关键是严重损害警队形象，认为你们就是这么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办案的，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
不好意思，老刘这话说的不对，还请你见谅。严队，老刘还不快给人家道歉？对不起，我说错话了。你大人大量啊！我能不能八卦一下老陈是怎么死的？昨天晚上有人在金水渠里钓鱼，却钓上来一具尸体。我们警方调查确定死者就是陈大力，具体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前天晚上，基本确定陈大力属于非正常死亡，具体情况查案期间不方便透露，还请见谅。这家伙怎么死了？可惜我刚和他签了个合同，要买下养老院呢，这下找谁说理去？什么？你和他签了合同要买养老院？对啊，就是前天，他说看我赚钱不少，问我要不要买下养老院。我一寻思这生意我能干，于是就签了个合同，等我把钱转给他就去办手续呢。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和我说一下？还有老陈也是的，养老院还有我1成干股呢，不问问我就把养老院卖了。我没说是因为回去我寻思了一下，钱家的官司还没打完呢，万一要赔钱，这生意可就吃亏啊。他多少钱卖给你的？你说现在这儿值多少钱啊？说实在的，养老院本身现在基本不怎么赚钱，一年下来能有20-30万的盈余就不错了。关键是地皮涨得厉害，这2亩地少说也值400-500万了。这么一说，李毅心里就有谱了，合同上空着的数字就填400万得了，毕竟填的太少的话，他老婆也不会答应。金水渠？不可能啊，我前天晚上就没去过金水渠啊。应该是抛尸，警察现在正在调查，不过我看他们8成也是没什么头绪的。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线索，例如那天晚上你和谁一块喝酒的，还有谁和你有仇什么的。没有啊，我平时小心着呢，哪能和人结仇啊？再好好想想。那天晚上我和2个原来生意上认识的朋友一块喝酒来着，喝的也不多，并没有喝醉，不过我没敢开车，只记得打了个的，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肯定是那个司机。你当警察都是白痴啊！司机的问题肯定已经调查过了，司机如果没问题，那嫌疑最大的就是你老婆了。不会的，我老婆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得很。知人知面不知心，同床异梦的事情多了去了。别忘了你死了2天了，他都没发现你失踪了，我们打电话想让他报警，他都能说我们多管闲事。不会的，虽然这几年孩子大了，我俩也没少吵吵闹闹的，但他不会杀我，更没有杀人的胆，反正我是不相信。我又没说一定是他，只是他嫌疑很大。等会儿吕院长要去你家慰问，我也跟着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那你能不能带我也过去，顺便帮我和他说上几句话？不可能，先不说他信不信的问题，一旦传出去，我能帮鬼传话，以后得有多少麻烦啊！警察去调查情况，我才听说这事儿。妹子，你怎么不先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只管说，我来帮你跑腿。你说他好好的人，怎么就突然死了呢？难为你坐着轮椅还来看他。陈老板平时对我不错，我来送送他是应该的。你们先坐一下，我去下洗手间。老大，楼上楼下我都看过了，感觉这房子似乎有问题，却没看出来问题出在哪儿啊？那你看的是个屁啊！要不等下我再看看。只有卫生间的门一直关着呢，我正好趁他出来的时候进去看看。不过老大，等会儿你得去卫生间再把我放出来。朱大奎说完就跑去了卫生间门口，可他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出来。院长，他去了卫生间10几分钟了还没出来，你过去看看，别是出什么事儿了。你个乌鸦嘴，别乱说话。妹子，你好了没有？我有点拉肚子。我操！李毅赶紧打电话报警。随后救护车来了，警察也来了。此时李毅和吕院长都成了嫌疑人。你不能冤枉好人。你别叫屈，我跟你说，现在你的嫌疑最大。老刘同志，我知道下午我让你有点下不来台，可你也不能公报私仇，胡乱冤枉好人啊！就我这样，还能不声不响的把人按进马桶里吗？就算她是女人，可她随便挣扎一下，我也得溅一身马桶水吧？不是我们针对你，实在是你的确有嫌疑。再说了，警方办案只要有理由，把谁当成嫌疑人都可以。作为公民，你要配合，而不是胡搅蛮缠。先跟我们回队里接受调查吧。严队别急，我建议你先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客厅的监控。10分钟后，严队还是带走了李毅跟吕院长。严队，监控上是不是已经证明人不是我们杀的了？那还去刑警队干什么？放心，这回不是让你们去当嫌疑人，是去协助调查。几人刚录完口供离开警局，得到消息的陈大力儿子也赶到了警局。这叫什么事儿啊？别嚷了，本来还以为你是仇杀什么的，帮你查查倒也简单，可现在你老婆死得这么离奇，这事儿摆明了非常麻烦，我可亏大了，咱们还是掰了吧。不行，那怎么行啊？大师你可是答应过我的，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啊？大师求求你了，帮帮我们吧。算了，先说说你吧，你究竟是怎么死在马桶里的？我也不清楚啊，我只记得我进了卫生间，后来的事情就全都没印象了，再接着就被老陈叫醒了。
根据朱大奎当时在你家查看的情况来看，你家的确阴气很重，似乎有鬼在里面。不过他转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现。现在想来，应该那只鬼一直都躲在你家的卫生间，等你进去后就把你弄死了。这样推算的话，老陈你8成也是被那只鬼害死的。不过最后却是把你的尸体又转移到了金水渠里。不好，如果家里有鬼的话，儿子回去岂不是很危险？李毅，快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别回家。你先别着急，我们从刑警队出来的时候，你儿子还在接受询问，这会儿8成没完事儿呢。我是李毅，养老院的护工，咱们见过面的。你有什么事？是这样的，家里刚出了事儿，担心你一个人不方便，要不你来敬老院住吧？可以，给我准备个房间，录完口供我就过去。陈小兵说完径直就挂了电话。李毅总感觉似乎什么地方不对，但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姐，你说咱这有车停在院子里都开不走，要不你先去学个驾照得了。我才不学呢，学会了就成了免费苦力了。我给你交学费，学会了你只用每天送我上班，然后你再开着去公司。你想得美，我住在市区，每天早上还要再跑过来送你到养老院，然后我再去上班，那我得几点起床啊？大姐，你不是已经霸占了我一个房间了吗？你的意思是让我免费住，不收我房租啊？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哈哈，这样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哎，你说这样咱俩算不算是同居了啊？我是来给大师道别的，我得下去报道了。大师，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担心我把那家伙弄死？你放心，我没杀他，还剩一口气的时候，我让他报警了，应该是死不了的。哦，我明白了，大师是不方便说话吧？那就这样吧，跟你说声谢谢我就走了。他和害我的妖人是一伙的。来人是陈大力的儿子以及小姨子2口子，不知道刘秀芳说的这个他指的是谁？你们回去吧。这孩子家里又不是没房子住，你们是来接小兵的吧？房间都安排好了吗？刚给吕院长打过招呼了，都已经安排好了。小兵进去吧，先看看条件怎么样，不行你还跟我回去住好了。不用了，我自己进去就行了。那行，有事儿你打我电话，明天早上我们再过来。小李，你们2个是在等车吧？要不我送你们回去？不用了，已经叫到车了。那行，那我们先回去了。你为什么不让他们送啊？这么长时间都没人接单子。没事儿，刚好坐新车，宋阳帮个忙，给我当回司机。你这新车送过来后还是第一次开吧？听说了吗？咱们这一片要拆迁，说是要搞成南郊商业区来着。别的不说，就你们养老院这一块地皮，怎么着也得赔个上千万了。你听谁说的？我上面有朋友，现在规划才刚出来，消息还没传开呢。我现在都怀疑陈大力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才死的。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8成他儿子也保不住了。你不写小说简直太屈才了。你还不信？要不咱们打个赌，就赌2顿酒。要是陈大力的儿子没死，不对，也有可能有人想杀他却失手了。只要没人杀他，那就算我输。我操！你这人实在太冷血了，巴不得人家死绝了。不行，我得回养老院去告诉他一声。姐，到小区了，你先回去。你去告诉他有屁用啊？就算你说了他会信吗？就算他信了，就能防得住想要害他的人？要我说，最好还是别打草惊蛇，盯着他点，万一对方再动手，刚好可以捉个正着。大奎，你在院里多转转，有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你说咱们这图的什么？半夜不睡觉，给人当保镖？你乐意啊？你还真说对了，当保镖捉凶手其实挺有意思的。老板，给我拿包利群。来了。哟，金老来了，要不要喝一杯啊？行了，说正事儿。那个刘秀芳去城隍庙报道了，她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有害人的经历，但也没伤了人命，所以城隍大人开恩免了她的刑罚。在这件事情上，你算立了大功，不只救了她，揪出了一个妖人，最重要的是你阻止了她害人性命，所以城隍大人决定给你点奖赏。哦，多少钱？就知道个钱，你还能有点出息吗？不给钱啊？那奖什么？拿着吧，这是鬼差令，相当于你有了一个官身，以后再遇到孤魂野鬼，你可以直接用令牌将他收回地府。不过你要知道一点，那就是尽量不要强行捉鬼，最好是先化解了他的执念，让他甘心情愿下去的时候再用令牌收他，不然他的怨气无法化解，到了下边也不安宁，你赚不了功德，甚至还得倒扣啊！这不是没用吗？怎么没用？活人能拿到鬼差令的能有几个？背靠组织好乘凉的道理你懂不懂？以后就算你闹腾出什么大动静，只要符合地府相关条例，下边都会帮你擦屁股。行了，我得走了，趁着晚上多抓几个，这个月的业绩还差不少呢。你先别急着走，我这正好有个案子挺蹊跷的，我怀疑是鬼干的。我知道，那2个命不该绝的死了，还没去投胎呢。
不过他们的死因和下边无关，是活人的事情。活人的事情，这话到底啥意思啊？第二天一早，吃着呢。大师，要不你还是帮我们传句话吧？看他这样子，我们心里难受啊。这小子以前可是很阳光开朗的，眨眼间父母双亡，对他打击太大了。这么闷着，不会自己傻了吧？等会儿还得去刑警队吧？你多注意，小心一点，毕竟陈老板他们死的有些蹊跷。我知道。说完，陈小兵也不道别，站起来就走。你说这两口子是造了什么孽，竟然都死得这么不明不白？我听说咱们这一块要拆迁啊。我怎么没听说？要是拆迁的话，咱们养老院可怎么办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一拆迁，咱们这么大的地皮就值钱了，所以才有人要害死老陈他们。我可没这么说。不行，我得赶快给小严打个电话，说一下这个情况。另一边，严队顺着这条线索查了一下午，毫无头绪，也查了法定的顺位继承人的陈大力、小姨子两口子，但依旧一无所获。到了晚上，李毅没想到严队竟然会请他吃饭。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怀疑我是凶手？你为什么这么说？咱俩的关系没到这份上。那我就不能是为了找你打听情况吗？那就更没必要请我喝酒了。你们当刑警的应该很忙的。那我为什么要怀疑你？因为陈大力死了，我和他签了购买养老院的合同，而刚好又传出消息说这边要拆迁，所以你们会想到，也许是陈大力听说了这个消息，后悔把养老院卖给我了，想要反悔，所以我就杀了他。那你是怎么杀他的？你们当警察的是不是都这么坏？你这问题就是个坑。我是最没有理由杀陈大力的。第一，合同已经签过了，就算他反悔也没用，打官司我是必赢的，何必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杀人？第二，他死的那天我在养老院，晚上回了星海花园小区，两个地方都有监控。还有第三，你感觉我有能力满城跑着去杀人吗？你可以雇凶啊！你要这样说，那你就自己查去吧。怎么？我不这样说的话，你还会帮我查吗？告诉我陈大力的死因，我或许能给你指条路。根据尸检结果，他是淹死的。淹死的，和他老婆一样。陈大力身上虽然有几处外伤，不过法医确定那是死后造成的，可能是在金水渠中顺流而下的时候被石块划伤的。除此之外，他身上没有其他外伤痕迹。不过陈大力跟他老婆的情况不同，他老婆死的时候是在关着门的卫生间里，客厅里还有监控，可以定性为意外身亡。但陈大力是自己离开了小区，最后死在了10几里外的金水渠里。即便尸体是被冲到那里的，可距离他家小区最近的一段金水渠也在2、3里之外，没人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个人可能知道。谁？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你很容易就能查到。不过你要想好了，一旦你去问了，你的整个世界观可能因此崩溃掉。你是怎么知道这件案子的？我算是把他送进来的人之一吧。据我所知，他是自首的。一个犯案多年的杀人犯，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自首呢？你是说，是你促使他自首的？其中之一。可是，别可是了，别忘了咱们的约定。是你。呵呵，看来你没疯啊。你还想怎么样？杨启坤，不许喧哗。我都这样了，你还不放过我吗？你最好配合一下，冷静一点，不然我不介意把刘秀芳再叫回来。我们来不是为了你杀人的事情，而是有另外一件案子，想从你这儿打听点消息。你是不是还有个搭档，或者是同门？他很擅长把人淹死。说说吧，他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招数？说出来的话，我必死无疑。不说的话，你会生不如死。你确定也让他听吗？严队，你自己决定吧。我必须要把这件案子搞清楚，所以我决定留下。说吧。你说的应该是南郊养老院的事情吧？听说那边要开发，这一笔做成了能有1000万。说点有用的吧。我没有搭档，也没有同门，但我们这类人有个圈子。我也是被你抓到的那天下午才听到圈子里传着这个消息的。当时那一家3口才死了一个，现在另一个也死了吧？不然惊动不了你。你对他的手法很清楚。很羡慕。我干的是什么？说好听了叫私家侦探，说不好听就是狗仔，就是个盯梢打探消息的人，并且还拿不出照片，录不了音，即便要取点什么证据，还得亲自当贼。上次那一单买卖，累死累活半个月下来，最多也只能赚个10来万而已。可人家呢，一单生意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少了人家都懒得出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知道鬼附身吗？你是说他练的鬼可以附身？那是比你厉害一些。不，他可不是异鬼的，他是……快点拦住他！他这是怎么了？应该是鬼上身。醒醒，醒醒！没事儿，死不了。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我正说着话呢，突然就断片了。是不是他来了？没错，你差一点把自己撞死了。死定了，我死定了。你是死定了，不过不是今天，不然刚才你就死了。那有什么用？
明天还不是一样死？我能救了你，就一定能捉到他。抓到他，一定要抓到他。你可以继续了，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外号叫老蟹，螃蟹的蟹。我见过他2次，不过都不是他本人。不是本人？对，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不异鬼，他自己就是鬼。不可能。李毅记得昨天老金说过这是活人的事，和下边无关。他不是死鬼，是活鬼。听说过元神出窍吗？他不知道是天赋还是修炼的什么法术，他可以元神出窍，可以变成生魂，变成活鬼，然后他再附身到别人身上。这话把严队听傻了。试想一下，一个可以随时换身体、换身份的玩意儿，你怎么去查他？这简直相当于把嫌疑人变成了每个人，谁都有可能变成他附身的对象。我见过他2次，是他请我帮忙调查情报的，但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过我听说他每次附身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不能超过1天，就得回到本体去休养一番。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你最好快一点，不然他再来的话，我就死定了。我们会尽快的，严队，咱们走吧。你看懂了多少？连看带猜，明白了一点吧？那就好，我不会给你解释更多。那不行啊，这案子还没破呢，我还有好多疑问呢。那你准备怎么破案呢？就算真抓到了那个会元神出窍的家伙，你又能给他按个什么罪名？别说你准备如实上报。严明愣了。是啊，就算抓到了凶手，但怎么结案呢？如实上报。严明敢肯定自己只要敢那样上报，最终凶手会不会别判刑不好说，自己铁定是要被扒了警皮扔进精神病院的。那也要把凶手抓到。凶手肯定要抓。走吧，先送我回养老院。根据杨启坤的说法，对方附身后最多只能坚持1天，就需要回到自己本来的身体中休养。对于鬼来说，在城市里游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本体应该不远。掉头，咱们得回去一趟。什么？我想到一种可能，再回去一趟。再想见杨启坤可没那么容易了啊！他们都以为我刑讯逼供呢。不是见他，去查一下监控。我怀疑凶手当时就在附近，查一下周边的可疑车辆。只有这一辆符合条件，停留时间不到20分钟，也就是说他几乎是和咱们一块到达的。调一下道路监控。果然，这辆车的确是尾随着严明的警车过来的，而起点就在养老院。走吧。去哪儿啊？回养老院啊。既然这辆车是从养老院附近跟上咱们的，说不定人又回那边了呢。咱们去把那边的监控也查一下。走。二人调取了养老院外墙的监控，李毅和严明接连查看了最近几天的视频，却是一无所获。那辆电动车根本就没出现过。现在怎么办？你是警察，你问我。你回去调取一下陈大力家附近的监控，看看那辆电动车有没有出现过。行，这事儿只能你自己来，明白吧？我懂，说出去也没人信。还有，注意安全。我怎么注意？这下却把李毅给问住了。别说是生魂了，哪怕是个死鬼，自己也不会画护身符啊。总之，你小心点吧。大师，我儿子现在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我怎么知道？我又没见到他。今天李毅一早吃过早餐就被严明接走了，去了看守所。走的时候陈小兵还没起床呢。不应该呀，我儿子一直都是起很早的呀，从来没有睡过懒觉。糟了。你有什么事？我看你早上就没吃饭，这马上就中午了，怕你睡过头了。知道了。等一下，还有件事忘了给你说。小样，还真以为骗得过我？我还以为元神出窍出来的是元婴什么的玩意，所以才像个小孩子模样呢。原来只是个侏儒啊！你敢伤我？我还敢杀你呢！不要，别杀我，我认栽了。下一句是不是该说让我放了你？对，我会给你钱。哟呵，你感觉你的命值多少钱呢？500万，你放了我，我给你500万。我可是听说你赚了不止上千万啊！1000万，我的全部身家全都给你。确定是你全部身家吗？我还有2处房产没出手，你要的话都给你。算了，烫手，先说说你这1000万的事儿吧，怎么转账？这么大的金额，必须我本人去银行转账，所以你得先让我回到我自己的身体里。李毅，你在干什么？啊！我操！严队，赶快来一下养老院！我发现会元神出窍的那家伙了，他刚刚附身在刘姐身上跑了，不过我把他打伤了，估计跑不远。好，我先让同事调一下附近的监控，然后就过去。这腿也该好了吧？整天坐个轮椅太不方便了。另一边，被附身的刘姐飞一般的冲出养老院，跑到养老院不远处的那家酒店，冲到楼道尽头的一间房门口。到了门口，她就浑身一软，昏倒在了地上。那个侏儒则是回到房间，钻回自己的身体里。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必须找地方躲一阵。
车刚开上路就发现后面有一辆警车，由于做贼心虚，不自觉的就将油门踩到了底。身高的原因，再加上紧张用力过猛，身体又下去了一点。现在这老头子真是太烦人了，在机动车道还跑那么快。不对劲，前面那辆车好像是无人驾驶，竟然没有司机。什么？赶紧追上去，别听他，要是撞到无辜的路人可就麻烦了。侏儒见状拼了命的猛踩油门，但老年代步车怎么可能跑得过警车？慌不择路之下，只能拐进一处工地。没想到工地里面有一个大坑，来不及刹车，直接一头扎进。由于惯性，侏儒被甩出车外，刚好撞到砖头上，就此一命呜呼了。另一边，严队刚接到李毅，正准备去找侏儒，就接到消息说离他不远的一处工地发生事故，一个侏儒驾驶老头了意外身亡。挂掉电话后，二人匆匆来到现场。这不是你干的吧？当然不是。那你说你伤了他？我伤的是他的生魂，不是他本人。那他死的也太离奇了吧？只能说是善恶中有报。那这案子算是破了？当然破了，人都死了，对于我来说是彻底结案了。至于你那边，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还能怎么办？袁小兰已经定性是意外了，陈大力估计也只能按酒后意外落水处理，这不就得了？也只能这样了。我有点后悔了，不该找你帮忙的，这让我以后还怎么当警察？我说过，你的世界观会崩塌。以后再有这样稀奇古怪的案子，你得负责帮我搞定。不可能，我又不是警察。谁让你把我拉进这滩浑水里的？你得负责。赖上我了。没错，就是赖上你了。等李毅回到养老院的时候，陈小兵已经醒了过来。还记得这几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记得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出事了，我就坐飞机回来，然后是我小姨接的我，说我妈也出事了，再接着就迷迷糊糊的，好像去了警局，然后就来罩住了。事情都过去了，你没事就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儿。说话间，李毅掏出了刚让陈大力签过字的合同。不可能，我爸怎么可能把养老院卖了？白纸黑字没什么不可能的，你看看这上面写着呢，养老院连带土地及附属建筑全部转让给我，380万一次性付清。不可能，我听说这里要开发，地皮一下子翻一番也不止。说我爸是不是你杀的？是不是就为了抢我家的地皮？这你得问警察去。反正我不信，反正我爸都已经死了，我不承认，你有什么办法？我操！早知道还不如让侏儒把你弄死算了。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呢，却听到外面一片吵嚷。看着眼前的场面，陈小兵终于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把养老院卖了。好，我同意把养老院卖给你了。你爸坑我啊！我倒是知道钱行长的事情，虽然麻烦点，但这个价格买过来我也不亏。可谁知道他们这么能闹腾，这要是在网上火了，只怕不仅仅是赔钱那么简单，搞不好是要坐牢的。合同已经签过了，白纸黑字，你不能反悔。可你爸都死了，那你也不能反悔啊，不然我去法院告你不履行合同。你要告谁？告养老院吗？来，咱们一块儿告啊！人多力量大。你省省吧，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陈大力的儿子。呵，就是你爸害死了我爸，你等着，我要告到他坐牢。这个恐怕没可能了。什么没可能？我告诉你，我上边有人。上边有人没用，下边有人才行。啊？什么意思？你没听说吗？陈大力已经死了。什么？他死了？死了也不行，你爸的事儿你来承担。找我干嘛？我爸临死前已经把养老院卖了。卖给谁了？他。你。那正好，你负责赔钱。凭什么？你爸是在陈大力负责的养老院去世的，凭什么讹我？可什么可？有本事你找陈大力去啊！你怎么来了？这叫什么话？生意上门你还不欢迎啊？什么生意？你们养老院那个官司吗？什么你们？是我的，这个案子交给你了。你说过这个案子很容易告得赢，对不对？能赢，但不见得很容易。你知道的，他们现在在舆论上闹得很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案子走向。这个我不管，反正要赢。不仅要赢，我还要反告他们诋毁养老院声誉，我要他们赔偿养老院的损失。这就难为我了，没有足够的证据，这种名誉官司很难打赢，就算打赢了，也获得不了多少赔偿的。证据我来想办法，你只管打官司就行了。那行吧。从周律师的事务所出来，李毅就打车回了养老院。小易，我辞职了。他马达刚才和老板娘吵了一架，然后老娘就直接辞职回来了。怎么回事啊？老板娘让我陪客户吃饭，还说让我一定要把客户陪高兴了，不然这个单子签不下来就是我的责任。最后还问我你想不想干了。幸亏他没心脏病，不然这会儿铁定进医院。没吃亏就好。当然不能吃亏，不过我辞职手续还没办呢，估计上个月还有这半个月的工资是泡汤了。没事儿，不要了。那不行，这半个月的不要就不要了，可明天就发工资了，说什么也得把上个月的工资领回来。行，明天我陪你一块去。用不着，我自己去就行，就你这样跟我一块儿，真打起来我还得顾着你呢。
对了，你们养老院还要人吗？我要去当护工。为什么呀？挣钱啊！就您那样子都能得到人家的馈赠，你老姐我凭什么不行啊？3500的工资嫌低，你找别的活去吧。养老院管饭，住你家又不用交房租，算起来比在市里上班赚的还多呢，凭什么不干？第二天上午，李毅没什么事，正在跟宋阳闲聊。估计是找你的。怎么是找我的？你是院长，不找你找谁？养老院的护工让我来的，请问哪位是李毅先生？就说是找你的吧。找我有事。李先生你好，是金来药业的曹总介绍我来的，我有点事情想请您帮个忙。找你算卦的？没错，李大师，还请您不要推辞，挂金什么的都好说。先说说具体情况吧，我看能不能帮你再说。我叫张哥，家里有点小钱，日子过得一直都挺舒服的。不过最近家里霉运不断，先是母亲下楼梯摔了一跤，摔断了大腿，躺在医院。接着父亲又出了车祸，同样躺进了医院。这还没完，接着我大哥睡了公司女秘书，被人家男朋友拿刀追着砍，后背挨了3刀，幸好没出人命。我妹妹则被前男友骚扰，现男友跳出来，两人打得狗血淋头，她自己也受了连带伤害，甚至连我家的保姆都被小区的狗咬了。反正只要是我家的人，就没一个不倒霉的。你不是没事吗？我感觉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吧，也许就是巧合。李毅仔细看了看张哥，他身上并没有怨鬼的存在。不可能是巧合，别的不说，就说我哥吧。那天那个男人拎着刀追他，明明他跑得很快，对方根本就追不上他的，可偏偏跑着跑着，前面出来一辆车挡住了他的路，就挨了一刀。他立马又跑，可刚拉开点距离，前面又窜出来一条狗绊了他一跤，又挨了一刀。他再跑，一辆扫垃圾的3轮车上掉下来一块西瓜皮，刚好掉到他的脚底下。这么说还真有点问题。说真的，原来我也不信这一套的，可曹总是我爸的朋友，他听说我家的事以后特意给我爸推荐你的，我就在旁边听着，听着就感觉有点线了。李大师，拜托您了。既然老曹介绍的，那我就试试看吧。不过我先声明，我不敢保证能一定帮你解决。大师请放心，只要您愿意帮忙，哪怕解决不了问题，也肯定不会让你白忙活的。这样吧，你家的人现在都在一家医院吧？那就方便多了。明天吧，明天去医院看看。大师，别明天了，您要有空咱们现在就去好不好？现在啊，等会儿我还有点事儿呢。李毅有点为难，昨天答应了陪方婷一起去要工资的。大师，人命关天啊，我怕等下回去的路上我也出个车祸什么的，要不我等您忙完了，咱们一块去医院。看你急的，要不先去医院好了。不过等会儿你得送我回来，然后再给我当司机一块去办事好了。这个没问题，大师您稍等，我去把车开过来。你干嘛？看戏啊，我看看你小子是怎么忽悠人的。不行的话，我也学2招，肯定比开着小超市赚钱快多了。滚蛋！咱兄弟这关系，你还想藏私啊？行了，就你这样子走路都不方便，我只当做好事了，给你当一次跟班，帮你跑腿，行了吧？你想跟着就跟着吧，不过赚钱跟你无关。我说你这个人上辈子肯定是个穷死鬼。爸，这位就是李毅先生。李先生很年轻啊。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只是感叹一下罢了。问题不是出在你们2个身上。这就看完了。对啊，就是看一眼的事儿，难道我还得拿把桃木剑给你跳段艳舞啊？李大师说笑了。行了，还有谁？都看一遍。还有我大哥、我妹妹都在隔壁房间，保姆林姨只打了狂犬疫苗没住院。老二，你什么时候也信这些骗子了？麻痹的他要有那能耐，他还用给人算卦赚钱？有本事自己算个彩票号，不就发财了？大哥，怎么说话呢？这是咱爸让请的李大师。李大师，你别在意，我哥就这脾气。咱爸糊涂，你也糊涂了吗？滚蛋！我用不着他算。大哥别闹，李大师，来给我算一下。行啊，我给你算算，你打过2次胎，对不对？张雪莹顿时傻眼了，她打胎的事情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家伙是怎么知道的？不过这不是重点，你们这一家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个造成的。行了，就这样吧，我还有正事呢，得赶快回去。大师，不是他们几个的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啊？要不你再去看看灵姨，她就在我家呢。对了，会不会我家的风水出问题了？这个大师，我家就在这附近，回去的话刚好能路过，你就顺路看一眼好了。那等会儿不回养老院，直接去市里好了。李毅说完便给方婷打了电话，让她直接打车去公司，等会儿在她公司楼下汇合。李大师，您喝水。这就是灵姨，幸好伤的不算重，和他也无关。哦，李大师，我们家刚装修过，你说会不会是风水的问题？那我看看。李毅不会看风水，但他能看见鬼。很快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有地下室的库房没有看了。去看看吧。那一间是什么？那是我爸放一些文玩字画的。进去看看。这……不让看，那算了。
李大师，稍等一下，我去拿钥匙开门。怎么回事？停电了吗？这哪还是地下室？这分明就是个山洞。如果没猜错，这应该是个幻境，就如同鬼打墙一般。此时李毅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在那里发呆，希望张哥赶紧拿钥匙回来。可转眼半个小时过去了，李毅感觉有点麻烦了。真要被困在这儿，还怎么去帮方婷？那大姐的脾气真要闹得太凶，搞不好打起来会吃亏的。哪里来的小鬼不知死活，赶快出来投降，本大师或许还能饶你一命。小鬼差口气不小，老夫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斤两，竟然胆敢乱管闲事。既然这么横，就别藏头露尾了，出来见见吧。就凭你也配老夫现真身？先破了我的幻境再说吧。对了，电影里说可以咬舌尖破幻境。李毅把舌头尖放在牙齿下轻轻一咬，太他妈疼了。算了，这个方法不是也罢。小子，你没这个能耐的话，就乖乖投降吧，老夫或许还能饶你一命。你有本事就出来杀我啊！你不怕死吗？说真的，我还真不怕死。为什么？我下边有人啊，我到下边过得可能比现在还好呢。一个小小的鬼差，地府边外人员，口气倒是不小。既然你急着死，那老夫就成全你，你自己在这儿待着吧。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才饿死。老鬼的话音刚落，李毅的肚子就咕咕叫了2声。今天因为方婷说领到工资了，请李毅吃大餐，于是李毅早饭都没吃，这会儿确实是饿了。这时候要是能吃上一顿大餐就好了。哈哈，原来这么简单。不可能，你怎么能改了我的幻境？这有什么难的？既然已经知道了这是幻境，那就全都是假的。你能让我进入幻境，那我自己修改起来不是更加得心应手吗？修改梦境这种事情需要天分，李毅从小一穷二白，最惬意的反倒是在梦里，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练成了一个绝招，那就是人为的干扰自己的梦境发展。这是我制造的幻境，这里我说的算。吃啊，小子，继续吃。没意思了。那怎么行？这么好的饭菜可不能浪费。没办法，看来只能咬舌头了。没想到小年纪，道行没一点，功得倒不少。不好意思，我下边有人。一瞬间，眼前的一切都恢复如初了。显然，自己进入幻境并没有多长时间。李大师，咱们进去吧，里面有不少古董，都上了年代。有没有最近收藏进来的东西？就是家里出事儿之前放进来的。还真有几件，这几件是我爸前几天收到的，不过还没来得及请专家长眼。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这是我爸从一个经常打交道的古玩商手里收过来的。说点实在的，哪儿刨出来的？是从下边的东源市里弄来的。听说一共出了10几件，有几件已经被经常来的大客商接走了，剩下这几件我爸要了。不对，你去查查吧，这个陶俑和那几个瓶子不是一个来路。不是一个来路？没错，去查吧，查清楚了这事儿也就清楚了。你是说我家出事全都是这个陶俑作祟？可以这么说，不过暂时我还不能确定。那要不把它打碎得了？想死的话你就打碎试试。那怎么办啊？别废话了，先去查他的来路吧，查清楚之后再说。怎么样，查到了吗？走了。怎么就走了？问题解决了吗？钱给过了吗？事情没办完呢。究竟怎么回事啊？不清楚，只找到点线索。当司机的走了。姐，我现在正准备往你那儿走呢，估计有个10来分钟就到了。你现在到哪儿了？我已经到了，先不说了。按那个大姐的脾气，肯定不会傻站在路边等自己。几人的车刚到楼下，就见路边停着警车以及救护车。李毅心里咯噔一下，不会是方婷已经开战了吧？再次给方婷打电话，已经是无人接听了。李毅，你别急啊。李大师，究竟什么事啊？我没准能帮上什么忙呢。去飞翔广告，问问在几楼。飞翔，我知道。张哥说着，先跑去按了电梯。电梯门一打开，李毅心里又是咯噔一下。电梯门外站着2个警察。没想到小田竟然是这样的人。谁说不是呢？大白天上着班就敢掀女同事的裙子，变态！呸！会不会是他开玩笑呢？谁开玩笑会掀人裙子啊？关键是我对他的品味大感惊奇，公司里那么多漂亮美女，他却偏偏掀了徐姑婆的裙子。李毅3人刚到公司门口，正寻找方婷的身影呢，却听到办公室里一声惊叫，里面顿时乱了。臭不要脸！打他！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我去看看怎么回事。据说是他们公司的财务正在发工资，忽然一个领工资的员工一伸手，却没接信封，而是一把抓着财务的上衣往上一拉。哦，这么猛的吗？全露出来了。说话间，刚才那2名警察又回来了。
警察进了飞翔公司没多大一会儿又出来，这次夹着的依旧是个鼻青脸肿的年轻人，一脸沮丧和懊恼。李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啊？您急着过来就是因为这件事吗？你怎么也来了？你什么时候拆的石膏啊？不是说我陪你去拆的吗？你都不知道他急成什么样了。刚才闭嘴，怎么样？拿到工资了吗？唉，拿个屁啊！还没轮到我就出事了，财务回家了，今天没办法领工资了。那你过来的时候，老板娘没找你麻烦？他敢，他今天不在。哦，那走吧，改天发工资再来好了。李大师，您来不是为了捉鬼的？不是，帮他领工资的。我认识这家公司老板，我可以帮忙说一声，不用再跑一趟的。真的假的？你说话管用吗？当然没问题，我这就去找他们副总。张哥家的公司有不少广告业务都是飞翔代理的，听说张哥的来意竟然是帮方婷讨要工资，副总二话没说直接自掏腰包结了方婷的工资。李毅没理会他们这边的扯皮假客气，扭头看向一边，果然是个老鬼，不对，是老色鬼。小小鬼差，看到老夫还不快来请安？小子，海庄，既然看到我了，还不快点给我请安？我去下洗手间。嗨，我说嘛，你是怕人闲话？你是谁的徒弟？见到老夫竟然也不说请安，简直太没教养了！你知不知道？还是说你没有师承，是个天生的阴阳眼？不对呀，你有鬼差令啊！我靠，你小子要干嘛？也以为你是个鬼差，老夫就怕你了。老子当鬼差的时候还没你呢。你也是鬼差？很稀奇吗？实话告诉你，要不是老夫闲云也喝惯了，现在只怕连城隍都能当上。那你既然当过鬼差，还敢操纵凡人耍流氓，那就属于知法犯法了。什么耍流氓？那是我用功德换的。用功德换的？对呀，当鬼很寂寞的，你知道吗？这年头能看到鬼的凡人越来越少了，当鬼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我不自己找点娱乐活动，还不得闷死啊！我用功德抵消了罪责，你一个小鬼差多管什么闲事儿？这也行啊？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这年头鬼差上岗都不培训了吗？李毅当然没有上岗培训，就是老金随手扔给他个牌子，说他在下边有了官身，甚至连他职位职权有没有工资都没说一声。不过李毅嘴上是不会认错的，不理会老道跟在自己屁股后边唧唧歪歪，回到办公室叫上众人离开。今晚你别回家，最好住外边，还有你家那个保姆也让他搬出来。好的。张哥开车走了，方婷却要请客。小子，啤酒是冰镇的吧？给老夫来一杯。你不是没有参加过鬼差培训吗？老夫帮你培训一下，怎么样？老夫看你骨骼清奇，是个可造之才，要不你拜我为师，我教你正宗法术，如何？你知不知道老夫活着的时候，多少人争着抢着要拜我为师，我从来都不鸟。现在老夫愿意教你法术，你还不赶紧磕头叫师傅？今天上班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吕院长让我照顾的都是那些生活能自理的老人，不用喂饭换尿片，就是陪他们聊聊天什么的，倒是挺轻松的。你的态度成功把老夫激怒了，你敢不请老夫喝酒，那你也别想喝了。我靠，鸟屎，你这得多倒霉啊！鸟屎那么巧落到你的杯子里，简直跟张哥他们家的人有一拼了啊！失手了，本来要糊你脸上的，请你喝。我操，这年轻人！我说李毅，你是怎么知道人家妹妹打过2次胎的？那一下把我都唬住了，以为你真会看相什么的。他是会看相啊，跟养老院的金半仙学的。金仙儿我知道，我爷爷死的时候就是找他看的坟地，说是我爷爷埋进去，我家就会富贵。你看看我现在富贵了吗？听说你家村里有一栋楼，一年房租几10万，还有你那个小超市，门面不也是自己的吗？那算什么？那是城市发展的原因，城中村的人家差不多都这样。呵呵，你要是这么说，那也没办法。这种事情你要不信，说破天你也不信。对了，你们去那个张哥家干嘛了？那个张哥他们全家倒霉，不过具体原因还没查清楚。之后又随便聊了几句，几人便返回了养老院。小子，难道这个问题你竟然没当场解决？那你这当的什么鬼差呀？连这么点小事都解决不了，简直就是个混子。对了，我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请我喝酒怎么样？先说说你都知道点什么。我听说的情况应该不完全，你后来肯定还有别的发现，全说出来，我给你判断一下。李毅把自己在地下室里遇到的幻境以及那个陶俑的形态说了一番。我怀疑是那个陶俑在作祟。你判断的有道理啊！说了半天，你的判断呢？就这一句有道理就完了？哟呵，还是个急脾气。其实你已经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你所缺乏的就是经验。那个陶俑没有阴气，却有阳气存在，那是因为上边附身的不是鬼，而是神仙。
什么？当然了，也不是什么厉害的神仙，只是个土地爷罢了。什么土地爷？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就是土地爷了。如果换个别的什么神仙，且不说不会轻易伤人，就算要伤人的话，那也绝不会只让他们运气被一点，受点伤就完事儿。还有你这个小小的鬼差也想去干涉人家，只怕就不是一个幻境，而是直接让你心神俱灭了。那这事儿该怎么办啊？土地爷的来历很大，有的是人死的地府册封的，也有的是要修炼出了道行，积攒够了功德受到册封的。所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那个土地爷是什么来头，以及他的封地在哪儿。按我估计，这个土地爷是因为真身被挪到那一家，所以才惩戒他们，让他们意识到错误了，好将他送回去。把他送回去就没事了吗？那也不一定，那要看这个土地爷是鬼还是妖。鬼是人变的，好歹还有点人性，大部分还是比较讲理的。如果是妖，那就说不好了，不闹出几条人命，消不了气就没完。如果他是鬼比较好说话，那就把他送回去；如果他是妖变的，非要闹腾，那就灭了他得了。嘿，口气还不小，就凭你能灭得了一个有册封的土地爷？不是还有你吗？你刚才可是承诺的帮我把这件事情解决。我是承诺了帮你把这件事情解决，是帮我是替，所以我会指导你怎么办，具体的活还是你来干。你最好讲点理，我要是自己上去挂了，你可就没帮成功，到了下边我少不了要告你一状。别忘了我下边有人。切，就知道你能当上鬼差，肯定是走了后门。放心吧，我既然说帮你，肯定不会让你挂了，就算弄不死他，最起码能让你跑掉，留条活命不是问题。你确定？我说你写，现在去抓2副要回来，吃完你的腿就能痊愈。这么神奇吗？信不信随你便，反正我帮你了，你不听的话，最后死了也怪不了我了。第二天一早，李毅买了一瓶二锅头外加1包花生米，来到了后院一个偏僻的库房。哟，这是感谢我来了。废话不少，你昨天不是说想教我道术吗？怎么醒过神了，想拜师了？我不会拜师的，不过你的法术可以教给我。凭什么啊？就这，每天不低于这个标准，爱教不教，不教拉倒。成交。阴阳眼再厉害，不会法术也白费。所以李毅为了不耽误挣钱，决定跟老道学点法术。可老道说他年龄太大，想要出类拔萃不可能了，能学点装逼和能自保的手段就不错了。临近中午，李毅的电话响了。你在后院一上午鼓捣什么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再钻研点风水面相。哦，那没事儿。不对，有事儿。昨天那个张哥过来找你了，我是让他过去啊，还是你回来啊？让他过来吧。李大师，你怎么在这？这房子有年头没住人了吧？这边清静，前边确实比较热闹，不过这边也实在有点破旧，这可属于危房，要不我找人帮你翻修一下吧？太麻烦了。不麻烦，我家就是干这个的，趁手的很。关键是不知道年底这边就要拆迁了。呵呵，这个恐怕不一定吧。这一块的城市改造是我家接的，规划方案里可没有你们养老院。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我还能骗你吗？拆迁计划直到马路对面，这一期工程至少5、6年，那边盖好了才会考虑你们这边。哎呀，完了！李毅顿时泄了气，半年挣千万的梦想就此破灭。回头我先让公司派个人过来看看，做个方案，能修就修，不行的话咱们盖几间，总不能让您在危房里搞钻研。那个陶俑的来历你查清楚了吗？还真被你说中了，那个陶俑的确和那些瓷器不是一个地方的，而是他们从当地一个土地庙里偷来的神像，东西确实是有点年头的，就当成古董和那些出土货一块卖了。果然没错，你家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土地爷的神像造成的，人家享受香火供奉好好的，你们却把他代理原籍，转手倒卖，堂堂的神仙能不生气吗？那就是个陶俑啊，还真是土地爷的真身。不是真身，是法身，就相当于人的身体和灵魂，你偷走的是他的身体，他的真身能不发火吗？那怎么办啊？这个真不太好办，主要还得看他好不好说话，还有你们道歉的诚意，或者他度量大了会当作不知者不罪，把他送回原籍就行了。万一他怒气太重，估计你家总要搭上几条人命。大师，你得帮帮我嘛。我是有心，但不一定能行。大师您只管事，成不成我家都不会亏待您。行，那咱们就再去你家一趟，成不成的我都会尽力试试。你去车上等着吧，我准备点东西。进来，咱们一起走。嘿，你小子还有这种宝贝，不过用不着这个。你不怕太阳吗？不是，而是因为我没准备跟你一块去啊。你不去怎么行？说好的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这腿还一瘸一拐的呢，万一跑不掉不就完犊子了吗？
我当然会帮你，我给你个法宝，至少能让你跑得掉。鬼画符，问题是你这鬼东西我又拿不到手里，能有个屁用啊！这不是让你对付鬼的，这是对付你的。这张符纸可以让你免受迷心术的影响，他再想用幻境对付你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你有鬼差令，就相当于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李毅寻思了一下，这样也行。于是李毅从房间里翻出桃木剑，还十分骚包的比划了2下。臭小子，小心点，也碰到老夫了。你也怕这个？老夫不是怕，是没那个必要。这嘴是真硬啊！土地爷，您老人家安好。呵呵，看来做了功课，知道老夫是谁了。土地爷，您老人家息怒，张家不知道您的来历身份，现在晓得了，定会将您恭送回原籍的。呵呵，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老夫可是神，是受上天册封的神仙，区区凡人不晓得供奉也就罢了，竟然还将老夫的法身当作古董到处买卖，还将我和这些名器摆在一起，不灭他满门，如何消我心头之恨？上天有好生之德，更何况不知者不罪。我是土地爷，治下之民的生死赏罚全都是我说的算。不过好像现在你并不在自己的辖区内吧？土地爷一愣，自己正是因为被带离了辖区，享受不到香火供奉了，这才发怒的。就算张家做的不对，你是不是也应该走法律程序，先去本地城隍那里报案，然后由城隍爷决定怎么处理？我就杀了，又能如何？我这是为你好啊！你想啊，要是你去告张家，你就是原告；可你真要害人的话，我就要告你一状，那你就是逞凶害人了。到时候你这个官身只怕……哈哈，你竟然还敢威胁老夫！别以为昨天我大意了一下，让你侥幸跑掉了，今天你就还能活得了性命。李毅二话不说扭头就走，可刚一转身却发现面前站着一个老头，没错，又是幻境。老道不是说他那个鬼画符可以让自己不受幻境困扰吗？该死的老家伙竟然蒙我！又拿幻境这招对付我，昨天的事你忘了吗？一时间光线一亮，面前只剩下一堆陶俑碎片。大师怎么样？解决了吗？应该解决了吧。大师果然厉害，实在太感谢你了。大师，你救了我全家性命，我得好好感谢你呀。李毅望着眼前的黄金，顿时两眼放光，心跳加速，甚至有一种拿起来咬一口的冲动。就在这时，眉心一股清凉之意传遍全身。我操！不对劲！面前的黄金非常耀眼，但就是黄金不对。这年头谁会用黄金来结算报酬？而且还是用那么复古的金元宝。小子可以呀，竟然连这都识破了。刚才的一箱金元宝已经变成了驴粪蛋，钱财如粪土。这句话果然没错。本来你惹了我杀了你就算了，可你竟然毁了我的法身，那这回就不是你死那么简单。我杀了你之后，还会再杀光你的亲人、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还有你家的亲戚，一个都不会放过。抱歉，我是个孤儿，我也不知道我爸妈是谁。你要能找到，随你的便。对了，别忘了前提条件是你能杀了我，而不是被我杀掉。那我就杀光你所有认识的人，什么朋友、恋人、同事、同学，一个都跑不了。李毅心里咯噔一下，方婷的面容浮现在眼前。李毅这辈子只有2个亲人，一个是白院长已经死了，还有一个就是方婷，那种从小长到大的亲情早就已经融进了血液里。土地爷用这个条件来威胁他，显然是碰到了李毅的逆鳞。不灭了你我，李毅是不为人。口气倒不小，今天算你走运，下回你就没这么好运了。李大师，我这是怎么了？你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我刚才在沙发上坐着等你回来呢，好像坐着坐着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然后就突然肩膀一痛才醒过来。你刚才被鬼附身了，我用桃木剑把他打跑了。我家真有鬼啊！准确的说，那是妖，就是那个土地爷的真身。不过不用担心，我已经打碎了他的法身，也就是那个陶俑，他的实力已经受损，刚才已经跑了。这就行了吗？肯定不行，他可是非常执拗，嚷着要杀你全家的。所以这次他虽然被我打跑了，不过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啊，那怎么办啊？李大师，你可要想想办法，别再让他折腾了。这事儿我肯定会管到底的，你放心好了。那就好，李大师您放心，这事肯定不会让您白忙活的。什么？我的灵符没效？确实没效果，老子差点被你害死了。不可能啊！就算他的迷心术特别厉害，我这清心符也依旧会发挥一些作用。你把刚才的情况仔细给我说说，
李毅一边说着刚才在张家的情况，一边回忆当时的感觉。自己在幻境中挣扎的时候，的确脑门有那么几次发凉，难道就是灵符的效果？这也太鸡肋了吧！看来是我小瞧这家伙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个黄鼠狼成精的，特别擅长离心术以及幻术，所以贫道的灵符没能完全避免你坠入幻境，但你能清醒地意识到你是在幻境之中，还是有我灵符的功劳。这个问题我就不追究你了。不过明天的韭菜减半啊！现在的问题是我已经打碎了他的法身，他的真身跑了，这事儿显然还没完。接下来怎么办？神仙打架逃跑只有2种可能，一是打不过，二就是法力耗尽。他肯定就是法力耗尽了，他被带离辖区已经很久没接受到香火供奉了，现在最大的可能就是他找个地方偷点香火，攒点力气再来找你的麻烦。香火还能偷吗？怎么不能？神仙也很忙的，根本顾不上，所以不少有道很有功德的地仙，小妖就会客串一把临时工，好一点的享受了香火，顺带着帮一把，还有一些就只吃香火，啥也不管。妖怪难道不怕神仙？能进庙宇里吗？妖怪也有好坏之分，有的不会害人，反倒保佑当地民众。民众建庙供奉的也不在少数，例如胡黄灰柳白五大家仙。至于进庙里附身神像、偷香火供奉也不在少数，只要没干出恶事，不被正主发现，基本都没什么问题。这么说的话，他可能就藏身在附近什么庙宇里面了。有这个可能，他现在法力耗尽，如果不及时补充，就像人肚子热扁的时候，不吃东西早晚会饿死一样。行，我就再信你一回，趁他必要他命。走吧，咱们现在就去附近的庙里找他去。那你快去吧。啊，你也跟我一起去。我不行，这大白天的，我一个鬼怎么能到处跑呢？没事儿，我有聚灵瓶。那也不行啊，贫道在葫芦里也帮不上你的忙啊。等找到他了，我进了大殿再放你出来不就得了？那也不行，跟你说实话吧，贫道现在其实和他是一样的情况，法力有限的很，贫道又没香火供奉，只能依靠修炼吸收一点日月精华，勉强维持真身，平时根本积攒不下来多少法力。那你还能操纵人家耍流氓？那是娱乐活动。你积攒的法力都耍流氓了吧？人活着，不，鬼也不能没有娱乐。哦，对了，你说你也在地府当过差，凹资历也能当上城隍了，为什么不干了？是不是你对女鬼耍流氓，所以被开除公职了？闭嘴，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哈哈，被我说中了。行了，不逗你了。不过没想到你竟然这么鸡肋，一点法力都没有，养着你有点不划算啊。我虽然没有战斗力，但我有经验啊，就像运动员退役了还能当教练。一下午的时间，李毅几乎逛遍了市区内所有的寺庙，不过始终没有什么发现。最后二人来到了城隍庙，转了一圈后依旧一无所获。你怎么跑来了？正好趁着还没上班，我带你去见见领导。咦，见了本官还不跪下？您真的是城隍大人吗？怎么还没到工作时间？我穿便装，这很合理吧？哦，我倒是想给您磕头来着，可我这腿没法打弯。这怎么行？哎，这是药王炼制的虚灵丹，赏你一颗尝尝。等你回到真身，你的腿就好了。谢谢城隍爷，下次再来我给您磕头。磕头什么的不重要，你既然当了鬼差，就得多干正事儿。你们活人现在不是流行那句话吗？拿业绩说话。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捉妖的，具体工作不用向我汇报。这次的情况有点麻烦，因为闹事的是个土地爷。竟然有这种事儿？怎么？很奇怪，我们地府竟然也有高科技产品。说不奇怪是假的，不过想想也正常，鬼是人变的，人间的东西出现在地府一点都不稀奇。找到了，上东县东区乡刘家庄土地，华神被盗墓贼当古董偷走出售。这个情况，他的确有权惩治那些相关人员的，不过要杀人性命，确实有点过了。白无常，这事儿你管一下吧。无常领命。行了，准备一下上班了，你送他回去吧。等会儿你去文安路张黄寨村，那里有个神婆开门算卦的，那个黄鼠狼精就在那里躲着呢。你是来烧香的还是算卦的？我不烧香也不算卦，我是来找人的。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不找你。不找我找谁？我找他。小子，你这是找死！本来我还想着让你多活几天，没想到你竟然还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的脸不疼吗？什么？你说过几次要弄死我了？
可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反倒是你法力耗尽了，不得不跑这种地方来偷香火，简直丢人丢到家了。岂有此理！拿命来！我跟你说，我是奉城隍爷的命令来这儿找你的，等会儿白无常还会亲自过来，你最好老实一点等着，别逼我杀你个魂飞魄散。就凭你，别说白无常了，就是你们城隍爷也管不了。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杀得了我堂堂土地爷。此时二人扭打在一起，李毅憋屈得很。这黄皮子附在神婆身上后力大如牛。白院长怎么还不来啊？再不来我可就挂了。直到此时，李毅才想起鬼差令。不要啊！李毅忍不住打了个饱嗝，还别说，味道不错。你小子可以啊！院长，你怎么才来啊？我早来了。这黄鼠狼离开了辖地，又耗尽了法力，已经没多大能耐了。你这不是也没事吗？我就知道你能搞定的。他钻我肚子里了。没事的，一会儿就会被你消化掉的。这样好吗？他可是土地爷啊。如今供奉土地的习俗早就没了，这个土地没了香火，心怀怨念，不再保佑辖地百姓。这次更是多次害人，还要伤你性命。你为求自保，杀了他也属无罪，不用顾虑那么多。那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会不会拉肚子啊？放心吧，不会的。这个黄鼠狼精少说也有200-300年的道行了，你吃了它，多少会有一部分被你吸收转化，具体多少就看你的造化了。还有你收的那个老道，也是个麻烦的家伙，不过他活着的时候的确有几分能耐，你可得从他那多学几招，将来再遇到麻烦也好自保。好的，我知道了。对了，以后再有麻烦事，我要找你怎么找？去城隍庙吗？傻孩子，城隍爷都用上平板了，我们当然有手机啊。你的鬼差令就带通讯功能，你只用把它带在身上，默念我的名字就行了。我靠，牛逼！意念拨号这么厉害，那你怎么不早说？钱行长念叨着，让你赶快把官司打赢了也好，让他赶快入土为安。好的。李大师，解决了吗？解决了，没事了。你不是说那可是个土地爷吗？你怎么解决的？李毅要说把他吃了，对方肯定更不信，所以就开始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找了一天才找到他，躲在一个神婆家里偷香火呢，我就把他抓住打死了。这个土地爷其实是个黄鼠狼精，因为害你家人，法力已经耗尽，不然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哦，是这样。李大师，那你能告诉我那个神婆家在哪吗？干嘛？不信啊？还想求证一下？没有，李大师既然说解决了，那肯定就是解决了。不过他毕竟是个土地爷，事情起因是因为我们家他才死了，所以我想帮他超度一下。用不着，直接魂飞魄散了，超度都找不到对象，更不可能来找你们报仇了。谢谢李大师了，您可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我真想马上过去请您吃顿饭，表示一下感谢。客气了，再联系吧。李毅挂了电话，心里开始盘算着，张家的问题比曹家可严重多了，并且张家比曹家更有钱，他们的谢意得给多少呢？另一边，什么魂飞魄散了？那可是土地爷呀，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被人杀了？没错，我感觉他应该是没骗我，他应该是有些真功夫的。哼，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在咱们这里我还没见过有这么大能耐的人呢。邢大师，接下来怎么办啊？如果他真的杀了那个土地，我们岂不是就白忙活了？确实如此，本来按照我的计划是等那个土地爷耗光了法力，趁他虚弱才能和他谈条件，将他收归我用，以他土地的神格，自然可以让你以后开发的所有地产项目都获得成功。可现在如果他魂飞魄散了，神格自然也就没了，前面那些准备当然就白忙活了。哎，这一下亏大了呀，我们全家可都进了医院啊。我说了让你们找个半吊子，让那个土地耗一耗法力，谁知道你们在哪儿找了这么猛的一批？谁能想到那个老曹介绍的这个会看相的小年轻竟然真有这么大本事？本来以为他年轻，肯定是个半吊子。爸，要不算了吧，咱们现在发展的其实还不错，没必要。你知道什么？现在地产越来越不好做了，如果不能保证每个项目都成功，一个跟头咱们就得玩完。邢大师，要不你看再重新来一遍？哪有那么容易？你知道我为了找到这个土地费了多大功夫吗？一般的土地不能碰，只能找那些心神动荡、即将失格的土地才能收复得了，不然凭他们的神格，老天都不答应。然后还得潜心安排一个合适的方法将他带出辖地，特别是消耗他法力，那是要用你全家冒险的，你能再承受一番吗？行，我愿意冒险。爸，别说了，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让你知道的，既然你猜到了，那也就不瞒你，但你不能干涉我的决定。哈哈，张总果然有魄力，既然如此，那我就勉为其难再帮你谋划一次。不过我还是不太信那小子竟然能杀得了土地，所以我得先会会他。
如果他是骗你们的，那就没必要那么麻烦了。你说说，我跟你跑这一天图的啥？别嚷嚷了，我请你吃饭。谁稀罕你那大排档？把你姐也叫出来啊！叫她干嘛呀？你不会是看上她了吧？模样还行，只怕受不了她那脾气。哥们要找就得找一个温柔贤惠、对我百依百顺的美女。呵呵，就算你看上她，你也不符合她的条件呢。笑话，哥们拿点差啊！我给你说说她的标准啊。首先人得帅，至少得像我这样的，然后还得对她好。还有一点，那就是资产至少过1000万。你就直接说他看上你了，不就完了吗？我不行啊，资产没过1000万呢。拆迁的事情就是张哥家负责的，他说了，拆迁就拆到路那边，养老院没戏。好事啊！你想啊，咱们这边现在这么穷，拆迁款才能给多少？咱们这边不拆，等到那边盖好了，周围也忘了，房价得多高？关键是得等上4、5年啊！屁！等那边拆完，这边房价立马就涨，最起码也比对面拆迁补偿要高一点。你什么狗屎运，竟然又赚了！李毅想了想，貌似是这个道理，接着心里又咯噔一下，别是方婷真看上自己了吧？一时间意识到这个问题，心里不由得一阵慌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自己应该怎么办？答应还是半推半就？关键是太熟了，下不去嘴。哦，不对，下不去手啊！老大，我回来了。咦，你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多道行？很多嘛，很多啊，至少也有20、30年，和我的道行差不多一样深了。那也没多少啊。先不说这个，先说说你最近盯梢的情况吧。好，这钱家兄妹不仅拉拢了2个老人家准备一块儿发难，还买通了一个医院的医生，让他出庭作证，说钱行长的心脏病是因为养老院护理不当造成的，外加抢救方法错误才导致死亡，再加上外界舆论造杀，以及法院还有人，这官司他们赢的把握很大呀。他们现在唯一担心的问题是养老院一族，老板换成了老大年，而原本应当承担责任的陈大力已经死了。所以他们主要考虑的问题是把被告主体定为养老院，而不是幕后老板。行，这事儿你去和周律师说说吧。老大，显出真身是很消耗法力的，你给他打个电话，几句话不就好了吗？李毅无奈拨通了周律师的电话，把朱大奎的话一字不差的给周律师复述了一遍。这样正好，咱们来个将计就计，到时候你就装作要把责任推给陈大力，我则拿那个医生打开缺口，案子就赢定了。行了，没事了，回后院吧。小李，你腿好了，呵呵，老夫这药可以吗？可以个屁！这是城隍爷赏我的灵丹，吃了之后立马就好，哪儿像你那破药方，花了我好几百，全打水漂了。啊？什么？城隍爷送你的灵丹，他怎么会对你这么好？跟你有关系吗？究竟是什么灵丹这么厉害？不但治好了你的伤，还凭空多了20多年的道行。老道，我这点道行能学点法术了吧？20、30年道行，勉强能化点低级符咒，他几不刚不了。不过贫道倒是有点压箱底的绝活，消耗法力不多，威力却是不小的。你看好了。李也跟着有模有样的比划起来，不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学得差不多了。那边有人，这是养老院，有人太正常了。什么人？不要藏头露尾了。呵呵，功夫差劲，感官倒是挺敏锐的。看来是同道中人，和不出来见见。没什么好见的，本来还以为是个后起之秀，却没想到连最基本的钢步都踩不好。一个连钢步都走不好的家伙，怎么可能杀得了土地？邢大师，那土地已经耗尽了法力，他的法身也被那小子摔碎了。所以眼下他首先是要先去偷点香火，恢复一些法力，或者重新再找一个法身，并用玄术操控人把他法身运回辖地。这样你们安排人先去上东县看看他村子里有没有人送土地像过去，另外我在附近庙宇里转转，或许能找到他的真身也说不定。那就有劳邢大师了。吴行，这次多少也有点怪我，要不是临时有事儿，我在场看着，也不至于让耗尽法力的土地逃走，更不至于让那小子骗了。幸亏邢大师及时查出了他的底细，我们这边还没给他钱呢。爸，我感觉他多少还是有点本事的，就算他是骗咱们，不给他点谢礼，你还怕他找咱们麻烦？我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邢大师，您看，放心吧，就凭他那3脚猫的能耐，他要敢找麻烦，看我收拾他。第二天，钱家兄妹起诉养老院的案子开庭结束了，毫无悬念的败了。钱行长的追悼会，你们准备啥时候办啊？少在这儿嘚瑟，我们还能上诉呢。人死为大，入土为安，你爸一直躺在太平间也不是个事儿啊。上诉可以，至少先把他给安葬了吧。你管得着吗？
你这么急着把我爸埋了，是不是他尸体有什么问题啊？信不信回去我让人再解剖一下，抓住你的罪证啊？随便你们折腾好了。不过啥时候给钱行长开追悼会了，叫我一声，怎么说也伺候他1年多了，送一送他也是应该的。为了庆祝养老院的案子胜诉，李毅请周律师吃了一顿大餐，一杯啤酒下肚后就直奔卫生间冲去，多1秒都憋不住的那种。你能看见我吗？出去啊，你真能看到我，太好了，大师，你要帮帮我。先出去，我要上厕所。啊，好，大师您请。大师一定要圆满成功哟。李毅一个趔趄差点尿鞋上，这家伙还是个逗逼鬼啊！相声看多了吧？大师你得帮帮我啊，我死得太冤枉了。你冤不冤的关我什么事儿？我凭什么要帮你？赶紧让开！大师，我埋了很多宝贝，到时候可以全都给你。哦，请说出你的故事。嘿，又带回来一个，这是哪捡的？不就是个普通小鬼吗？一点道行都没有，带回来有啥用啊？比你有用，这是客户。顾客就是上舰。兄弟你好，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这个不重要，关键是你有多少钱来着？啊，这个我也不知道。靠，你小子耍我呢？没，我不敢，我真没骗你啊。我是说我埋的那些东西，我也不知道能值多少钱。哦，埋的什么东西？古董吗？不光古董，好多好东西呢。仔细说说。怎么说呢？我其实是个小偷。哼，看着就像。别打岔，你继续。我叫魏柳奇，别人都叫我魏六。我是个小偷，不过我有原则，只偷奸商富户的。原本有2个同伙，我们一起干这买卖，从来没有失手过。可后来有一天，他俩背着我单独干了一票，却坏了我定的规矩了。偷东西不说，还看人家照片漂亮，就干脆等着仙女干了，然后还把人家给杀了。靠，我问的不是你冤情，是你藏的东西。行了，你先继续说吧。那俩家伙做了案子就跑了，警察却把我带着了。我说不是我干的，他们就打我，最后硬把案子按我头上，说我是主谋。那2个家伙是从犯跑了，也就不重要了，反正有人顶罪，案子就算破了。你就被枪毙了，所以你就怨气十足，不愿意下去投胎了。没有，我不是被枪毙的，我还没判刑呢，就死在了看守所。你是不知道，小偷和公虽女干犯在看守所里最没人权，我还2样都占了，天天少不了一顿打，就我这体格能扛得住几天啊？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想找到那2个同伙来洗脱你的冤屈，对吧？不，我要让那个审问我的警察偿命啊！其实我被抓了之后，我就提供了证明。案发那天我并不在市里，而是去了下边地市的一个黑赌场。我有来往的火车票可以证明，可他为了早点破案立功，把火车票给我撕了。火车票现在都联网了，查一下不就行了？我都死了20多年了，那时候还没有呢。那个警察后来果然升官了，从刑警队调到了检察院，又调到了法院。我现在天天在法院门口的饭店里等着他，可我啥都不会，根本拿他没办法。大师，你一定要帮帮我呀，一定要把这个禽兽绳之以法。说说你都埋了什么东西吧。好多东西呢，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那时候偷的现金都花了，那些不太好出手的值钱物件都被我藏起来了，前后后埋了3个大箱子呢。3个大箱子？多大的箱子？估计有这么大吧。成交，我帮你报仇，让那个警察付出应有的代价，然后你告诉我东西在哪儿埋着的，你还得乖乖下地府去报道。没问题。老大，你准备怎么弄死那个警察？别整天死啊死的，你们都是死过的人了，不知道地府对杀人的事情管得很严吗？大师，那我虽然你死的有点冤，但也一点都不亏你，干什么不好非要当贼，还找了那么2个猪队友，被坑死你怨得了谁？可你刚答应我的。我说的是帮你报仇，不是帮你杀人，好不好？我打算把当年这个案子弄清楚了，让人知道是那个队长搞的鬼才把你给害死了。这事儿一曝光，他又岂能不受惩罚？具体怎么处理，他自有法律说的算。你的仇也就算报了，你还别不知足，不然这单生意我就不做了。魏六的案子倒是不急，反正都20年了，也不差这1天2天。眼前最要紧的问题是张哥为啥还不给自己送谢礼呢？说好的后院整修什么时候兑现？想打电话催一下，又怕有失大师身份，于是乎就给老曹打了个电话。曹进来可是人精，一听这话还能不晓得什么意思？这边挂了电话，赶忙就给张老总打了过去，质问他们为什么让人家白干活不给谢礼，弄得自己都没面子了。张总装着糊涂，根本就不接茬，闹得老曹憋了一肚子怨气，又没法撒。老曹，这事儿和你没关系，你也是好心介绍生意，有卡你拿走，这账我和姓张的算。李大师，您不怪我，我就放心了。不过这有卡您收着吧，您要不收，那就是还生我的气。
姓张的，听说你准备当孬孙，让老子白干活不给钱是吧？不好意思，张总不在，我是他的秘书，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转达。李毅气得差点摔了手机，但考虑到换手机还得自己花钱，这才算了，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老道，教我2招让人倒霉出意外，只要不死人，越狠越好的法术。你不是圣人转世只干好事吗？怎么也要用法术害人了？圣人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老子这要是忍了，就不是圣人，是圣人蛋了。更何况老子凭本事赚的钱，凭什么不给我？哈哈，这才对嘛！咱们道家正经讲究的就是快意恩仇，万事从心，什么修身养性全都是扯淡。你小子虽然又懒又笨，不过这心性我喜欢，所以这次贫道也不和你讨价还价，免费教你2招好了。这招叫招邪符，和辟邪符完全相反，用的时候一手持符，望着对方念出相应咒语，对方就会被压制住正气阳气，自然有各种邪虫上身。具体出现什么后果不能确定，或许是破财，或许血光，或许是官非，也或许是烂桃花，反正没有一点好事就对了。这么麻烦，还得看着他才能施法，能不能来个远程释放的，让他倒霉透顶了，乖乖来这给我赔罪道歉的。你当你有多少道行啊？就那区20-30年的修为，要不是你画符的天赋不错，就这招邪符你都画不出来。那行吧。学得差不多后，李毅就带着宋阳来到了张哥家，但张哥并没有在家，可他爸在。张总，你这事儿办得有点不地道了，我救你一家老小性命，你却事后赖账。什么你救我一家老小性命了？你有什么证据？呵呵，这种事情没法明说，去法院我也搞不赢你，所以江湖事还是江湖了。我来就是奉劝你一句，做生意当奸商或者没事儿，但这种事情耍赖皮，只怕你承受不了后果。有本事你放马过来，我倒要看看你个小骗子能有多大能耐。李毅盯着张总，心里默念咒语，盯得张老总心里发毛。接着却见李毅扭头就走，二话都没再说。哼，你个毛头小子，吓唬谁呀？人走霉运的时候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待着，但张总就是不信邪。李毅走后，他就出门去看美女。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霉运已经悄然而至。小贩的不经意触碰，使苹果开始滚动，沿着摊位直接掉落在了地上。一名路过的老者好心帮忙捡起苹果，在老者弯腰的瞬间，胸前的钢笔滑落在地面上，钢笔滚动了 1.5 米，停在了路边。30秒后，一名饿了么的外卖小哥经过，前轮刚好压在了钢笔上，前轮打滑，电动车失控摔在马路一侧。一辆时速70千米的小轿车为了躲避电动车，猛地打了一下方向盘，直接冲向了路边的张总。由于监控拍到李毅和宋阳二人刚从张总家出来，就出现在事故现场，这一切太过巧合，很快被警方找上门。为什么抓我们啊？为什么？你们心里不清楚吗？别动，让我们跟你走可以，手铐就没必要了吧？没必要，你说的算吗？你还不知道你们犯了多大事儿吗？他们犯什么事儿了？你说，说不清楚别想抓人。怎么还想暴力抗法？信不信把你们都抓回去？好啊，你抓，你不抓你是孙子。大爷大妈们，警察无缘无故要抓李毅了，还要封咱们养老院，大家快出来啊！你们凭什么要抓小易？他犯了哪条法律？你们有逮捕证吗？没有逮捕证，你抓人就是违规行动，信不信我们告到你开除？你凭什么要封养老院？你封了这让我们睡大街吗？冻死了你负责吗？你快让他们住手，再围着信不信我？我把你们全抓了。抓？你抓一个试试。老头子，我一辈子只有抓人进看守所的，自己还真没在里面住过呢。对，抓，正好今天还没吃药呢，今天晚上进去我就死里面，应该会赔很多钱吧。让他们别吵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你究竟犯了什么事儿，我给上面打电话问问，我也是被安排这么做的。这不就得了？有话好好说嘛，大家静一静，让他打个电话。他打电话干嘛？要搬救兵吗？估计是叫车，不然咱们这么多人，就这一辆车也拉不走啊。李先生，请问你刚才是不是去看望过张宝奇先生？是有这么回事儿。你们离开之后又去了百货大楼附近，对不对？张先生身受重伤，昏迷不醒，所以需要你去协助调查一下。我想这肯定是个误会，我们离开的时候张总还好好的呢，况且我们无冤无仇的，我干嘛要害他？误不误会的你说了不算，我说的也不算，得等那边调查清楚。刚才没问清楚情况就给你上手铐，是我们不对，不过你还是得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一下情况。走一趟也可以，不过我自己去就行了，他只是我的司机。谁是你的司机啊？你又没给我开过工资。你个傻逼！
这事儿明摆着和咱俩无关，你跟着去也是在派出所里坐一夜冷板凳而已，乖乖回家睡觉，明天早上开车去接我。我跟你一块儿过去吧。姐，放心吧，没事的。你帮大家把老爷子老太太们弄回去睡觉吧。很快李毅就到了所里，说是询问，其实也就问了2句话，随便写了一张笔录，就让他一个人干坐着。手机虽然被收了，不过李毅却一点都不寂寞。老道、朱大奎还有那个小偷魏柳奇竟然全都跟着警车跑来了，有点不对劲啊！李毅也被吸引了注意力，接着就看到门下的缝隙里被塞进来一张纸。我操！派出所里也有人发小广告吗？小心！还不帮忙？老大，他不是归我，拿他没办法。老道，你照这个画一张符纸贴他身上就行了。什么？那啥，我没法力了，画出来的符纸根本无效。没纸没笔，让我怎么画？你可以咬破指尖画在衣服上，反正你的天赋很强，不用朱砂黄宝也照样灵验的。快滚犊子吧！却忽然灵机一动，转头把纸杯子里的水泼向纸人，纸人被水淋湿后瞬间倒地不起，变成了真正的纸。剪纸成人并不难，可要想让纸人活过来可没那么简单。这一种还是比较低级的，他还是个纸人的模样。年轻时候我见过有高人剪出来和真人一样。别想当年了，真有本事你刚才怎么不帮忙？贫道不是教你了一个专破傀儡术的符咒吗？你自己不用怨得了我吗？老大，这地方不能久留，你还是赶快走吧，万一再来个有指剪个纸人，你这招可就不灵了。敲什么敲？门又没锁。咦，谁把这屋给锁了？不好意思，这门不知道怎么锁上了，可不是我干的。我严重怀疑锁门的人别有用心，这楼道里有监控吧？调出来让我看看。没这个必要吧？可能就是谁不小心碰到了反锁罢了。我强烈要求看监控，不然我就给律师打电话。哟呵，你电影看多了吧？还是说你是个宅男，根本不了解国情？可律师有个毛用？你跟他说他的病你能治啊？那什么，你有病，我能治。我的病，我有什么病？他肾虚。你肾虚，我有个方子能让你阴风刺5米。其实你不是虚，你是沾染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是小姐的时候被阴风吹了一下，也或许是你看见死人动了邪念。副所长顿时脸色煞白，慌忙左右看了一圈，眼见没别人，这才把李毅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2个月前，辖区里发生过一起命案，一个女孩被勒死了，死时候是光着身子。作为第一波到现场的警察，他不免多看了几眼，心里忍不住感叹，真是可惜了，这么漂亮死得太冤了。似乎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就虚了。你懂这种东西？你拿回去烧成灰，就水喝了就没事了。好。副所长接了符纸，二话不说就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调取监控。就是这个家伙，你看他正在往里塞纸人呢。小子，你还记得前2天晚上在养老院后院偷看你练功的那个家伙吗？就是他。麻痹的没见过这么无耻之辈，让老子干活不给钱不说，要账还被倒打一耙。要不是老子机灵，用水破了他的邪法，只怕小命都完蛋了。既然你不仁，别怪我不义。想收拾张家，你得先把那个胖子给干掉了才行，不然凭他的能耐，我估计一般的法门他都能解决得了，除非你愿意直接把张家直接灭门，不给他反应的机会。杀人这种事情还是免了，最起码我估摸着张家并不是所有人都知情的，要杀我的估计也就是那个张老头。那你到底杀还是不杀？杀，不过不能直接杀。黑无常说过，地府虽然懒得管活人怎么折腾，可一旦闹出人命，生死簿上就会记一笔的。杀不杀张家先不着急，我建议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对付那个胖子。他丢下纸人就走了，我估计他这会儿也惊愕着你竟然没被纸人杀死吧，搞不好他还会再来一次。一旦他再回来，只怕就不是一个纸人那么简单了。那我怎么办？凭你现在的实力根本就干不过他，只能多做点准备，说不定还有机会。第2天中午，李毅来到宋阳的超市，发现还没开门，打电话半天没人接，联想到昨天晚上的纸人，糟了，这张家居然对自己身边的人动手了。李毅一脚踹开反锁的大门，只见宋阳下身赤裸的躺在地上，那只小蚕蛹软趴趴的泡在一团不明液体中。我操，这得多少下才能攒这么多啊？小李，这是怎么回事啊？熬夜太狠了，睡过头了，害得我还以为死了呢。你呀，醒醒，别睡了。我还以为怎么了呢？你也是太冲动了，门都踹飞了，还得找人修啊。等会儿他醒了再说吧。随后李毅在屋里转了一圈，也没发现纸人，唯一可疑的就是床底下扔着一个充气娃娃。
上边还有法力残留，应该就是这个玩意儿把他害成这副模样的。老道，这家伙还有没有救？他一点没救，我估计这家伙还是个虫，不然脱阳城战早就嗝屁了，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口阳气没散。那现在怎么办？先把他弄到外边晒晒太阳，再弄点东西给他补补阳气。你真厉害啊，对这个娃娃都能精尽人亡。吃吧，喝吧，抽吧。你和谁说话呢？说你呢，赶紧吃。你也赶紧吃啊，你丫还讲究上了，摆一块咱一起吃不就行了？老道，你会不会剪纸人，或者弄个芭比娃娃什么的？这种歪门邪道，贫道才不屑于去学呢。哦，原来你也是正道中人啊，那你怎么还操纵别人耍流氓啊？哦，对了，你不是可以操纵人吗？那就行了。我操，你神经了？跟谁说话呢？把你给忘了。你真神经了？没错，我有自言自语的习惯。胡说，你是不是在和鬼说话？没有的事儿。别骗我，我早就猜到了。你出了车祸后突然变得神神叨叨的，一开始方婷说你会算卦，我还有点相信，可张家的事情这么蹊跷，外加我昨天晚上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弄得现在半死不活，除非有鬼，不然很多事情根本就解释不了。跟他说说其实也无妨，毕竟他差点死了，也算是当事人了。这伙计其实人不错，上次烧纸的时候他虽然输了我，却是想劝人走正道。那行吧，大奎你现身让他看一眼。我靠，大兄弟下着了吧，哈哈。放心吧，他是我小弟，不会伤害你的。这边还有一位。对了，老道，我还不知道你姓啥呢。你才想起来呀，不过也无所谓了，贫道早就忘却了俗家姓氏，道号不提也罢。道主姓李，你也姓李，贫道也就姓李好了。还有鬼？这个是李道长，那个小偷，你叫啥来着？我叫……算了，不问也罢。他们两个不能显露真身，你看不到他们。我死了一回，有了阴阳眼。这段时间的事情都是和鬼有关，具体的回头再说好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张家不给钱，还想报复咱们。昨天晚上你是中了邪术，所以才对这个娃娃撸到天亮的。你说我天天小酒供着你，你吃喝了这么多天，就没积攒下一点法力吗？他俩说啥呢？他俩准备去找那个害你的家伙报仇。老大，带我一个啊！大家可不能少了我。你去干嘛？你又不会法术，你就在家看着他。我能帮上忙吗？你过好自己就行了。说完，李毅就带上了自己所有的装备，气冲冲的来到张哥家。这件事情我一开始根本不知情，我爸的意思是你骗了他，凭你的能力是绝对不可能杀了土地爷的。我认为你没功劳也有苦劳，我爸说不给你报酬。不过我本来是打算给你一些的，只怪你打我电话我没接到，不然这事情也闹不到这一步了。你害了我爸，我爸让人报仇也是应该的吧？冤冤相报何时了？我看这件事情要不就算扯平了。你现在回去，我保证不会再让人对付你。这就是你们有钱人的逻辑，明明你们找的那个胖子就有能力保护你一家老小，可你们最后却把我给扯了进来。我严重怀疑你们就是想让我当炮灰的，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阴谋。可我不但没死，反倒把土地爷杀了，是不是就坏了你们的好事儿？看我学着最基础的法术，所以认为我是骗了你们，干脆把我一脚踢开，当真是好算计。你竟然看出了这件事的内幕？呵呵，我想你们肯定没想到我和宋阳竟然都没死，所以现在又担心我有真本事，所以又想大事化小。这件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只能不死不休了。你别冲动，老道，该你了。你在跟谁说话？呀！别打了，别打了，哥！行了，别弄死了，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现在过来，并且只能他一个人。你这是绑架 ？No， 我只是来你家拜访他的，他不在，肯定得把他叫回来。当然了，你也可以不叫他，或者让他多带点人过来。不过我不介意让他继续打你。对了，你家厨房应该有菜刀吧？喂，爸呀！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但这段时间却让我感觉这个世界很恐怖。既然这个世界有鬼，有你们这种人，我们凡人还怎么活？你多虑了，不管是鬼还是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是有规则的。就好像普通人里面也有力气大的，会打架的，但也没见他们随便杀人，因为有法律，有公德。不遵守规则的叫罪犯，是要被抓住惩罚的。那你控制他让他打我，这算不算违反规则？当然算，不过下边的规则有一点比较好，那就是干了好事记一笔，干了坏事划一笔。只要平时好事干得多，偶尔干点坏事也不用受罚。还有这种规矩？别跟我扯这没用的了，你爸什么时候能到？你应该知道我爸根本就不会来，对于他来说，我这个儿子绝对没有他的家业重要。就算我死了，我还有个大哥呢。你就这么不招你爸待见？邢大师，就是你说的那个胖子，他说他有办法逼迫土地爷答应护佑我家的公司，
可以保证公司开发的项目全都兴旺红火。不过要做到这一点，要先耗尽土地爷的法力。结果呢，就是我家全都进了医院。为了公司，他不惜用我全家的安危去赌，又何况是我一个。你们也太天真了吧！土地爷是有辖区的，不知道吗？就好像你让城北的派出所去管城南的案子，你觉得城南的警察会高兴吗？错，土地爷虽然有辖区的说法，不过现如今大多数地方都没了土地庙，可以说到处都是空缺，根本就没有了土地爷管辖。所以只要土地爷愿意，他们今天管城南，明天管城北，根本就没有问题。邢大师，说实话，你没死让我感到很意外，你是怎么躲过我的纸人的？现在带的有吗？我可以给你现场演示一下。哪有那么多啊？剪纸人简单，但要既练出好魂魄，让他能打能杀，可是要费不少功夫的。哟，那可真不好意思，让你亏本了。对了，你可以把这点也加到张家的账单上。哼，不劳你操心，不管怎么说，能破我的纸人，也算你有几分本事。只可惜你必须得死，不然我倒是有兴趣收个徒弟。收徒弟也像你一样到处抓土地爷，送给有钱人当傀儡吗？话不能这么说，这也算互利互惠。现如今人们早就已经没了祭拜土地爷的习惯，多少土地吃不到供奉，擅离职守。我们把他请来，也算是给他找了一处安身之所，每日总有供奉，对他来说可是好事儿啊。见过无耻的，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不好意思，你的观点不重要，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你说你能杀得了土地爷，那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这是我炼制的恶鬼，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见他。咦，我的小鬼呢？我当这大师多厉害呢，原来连天眼都没开，还得点眼药才能看得见鬼呀。你竟然也有鬼奴？胡说八道，贫道可不是这种魂魄不全的蠢货。小李这家伙还蓄养鬼奴，按照下边的法律是要拘魂夺兽的。赶紧给你那个什么老金打电话，让他过来勾魂了。有道理，这样就不用咱们出手了。你竟然有鬼差令！小心，还用了神打符。这下我看你还有什么指望？我不但要杀了你，等你死了，我还要拘你的魂，把你炼化成我的鬼奴。不好，还要拘魂！咦，快想办法！原来都是你搞的鬼，处心积虑的偷我法身，还要害我真身，看老夫不弄死你！你是土地，是那只黄鼠狼精。就凭你一个耗尽法力的黄鼠狼，也想和我动手，还不给我出？为什么天师印不灵了？因为土地爷不是附在我身上，而是已经被我吃了。刚才那是他剩下的最后一丝神念。你真的杀了他？不可能，你根本就没那个能耐的。那你就当你的天师印失灵了。既然失灵了，那就送给我吧。对了，这玩意儿除了能驱鬼，还能干什么？老大，这个其实是用来画符的，符文主要作用是沟通天地神灵。有了这个印，就好比盖了公章，那才能让高级一点的符文生效。这么麻烦，不是直接画一下就行了？道行高的画没问题，道行浅就必须要用印了。比如你目前的道行画点辟邪符、护身符没什么问题，可要想化神打符，就必须要用印才行。这怎么善后啊？咦，看来我来晚了，刚才正忙着呢，没工夫接，刚要给你回来过来，却发现你的鬼差令碎了，然后我就急忙赶过来，还是晚了一步啊。为什么每次你们都要晚半拍才赶过来？要不是土地爷发威，我可就挂了。你这不是没事吗？行无忧，你用法术残害人命，这本来应该归阳间来管，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是屠杀鬼差，还想把他的魂魄炼化成鬼奴，你当我们地府是摆设吗？这货下去肯定落不了好，我会让人好好伺候他的。还有2个呢，他还有他爸，要不是他们不讲信用，我忙活完了收钱了事，也就没后边这一出了。其实说起来，他们还是办了个好事呢。要不是他们不讲信用，你也弄不死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除掉他，你知道你赚了多少功德吗？抵得上我累死累活忙上2、3个月了。没概念，有没有工资表什么的让我看看？当然有啊，鬼差令上就有记录的，你没看过吗？你们有谁教过我怎么用吗？呵呵，我不是太忙了吗？这样吧，反正你这个鬼差令也碎了，回头我让人给你补办一个，到时候再教你怎么查看功德好了。那姓张的怎么处理？这姓邢的虽然可恶，可要没有张家花钱，他折腾个毛啊！
姓张的老家伙是主谋，阳寿清空活不过今晚的。至于这个小子，他也只是知情，没有参与决定，你自己看着办好了，但别弄死了。毕竟能投胎成富二代，都是上辈子有功德的，你把他弄死了，麻烦就大了。走了吗？你怕老金抓你啊？你以为躲起来他就不知道你的存在了吗？哈个鸟！贫道是懒得搭理他，要不是贫道当年，现在我就是他小小无常的顶头上司。杀人了？叫个鸟啊！人是你杀的，你忘了？神什么？准确的说，是我用法术控制了你的身体，然后你自己上去把他打死了。不可能！怎么？要不我再用一次，你把他也给弄死？不用了。你爸指使这个妖人害死了一个土地爷，还试图让他杀了我，罪大恶极，人神共愤，所以地府会清空他的阳寿，肯定活不到明天了。至于你虽然不是主谋，但也属于从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我该怎么处罚你呢？求大师开恩。看在你挺有钱的份上，你就有钱出钱吧，回头多做点慈善，捐款给孤儿院、养老院什么的，也算积点德。好的。另外，我这个人比较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这里发生的事情和你无关，孺子可教。对了，还有一件事情，你雇我处理土地爷的事情，劳务费200万，还准备赖账吗？什么？200万？嫌多？不多，我马上就给你。你说什么？你真要给我10万？没错，赶紧账号给我，不然老子一会儿后悔了，你一分也别想要。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赚钱了。是不是那个什么张哥的钱到手了？李毅都嘟囔好几天了，终于给兑现了。给你分了多少？10万。我去，你都干啥了就拿10万啊？不就是开车当了2回司机吗？我也行啊。小易，明天我就考科1了，以后用车找我就可以，我不要10万，一次给1万就行。咱不带这么明抢的吧？我就抢了怎么着？这是我弟，这么赚钱的活儿当然要先紧着我。行了，姐你别闹了，先等你拿到驾照再说吧。哼，李毅，你变了，你竟然向着他不向着我了，为什么啊？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不让我当你的女朋友，和杨菲菲那么久你也没睡了她，原来你们。我麻痹的，忘了那小子还承诺说要帮我把炸重修一下呢。第二天，李毅来到了火葬场。你还敢来？你害死我爸，你竟然还有脸来？信不信我爸变成鬼了也不会放过你？你说你爸真要变成鬼，他会找谁报仇呢？行了，我来是有正事儿，就是问一下钱行长的骨灰，你们准备怎么弄？这事和你有关系吗？你管那么宽干嘛？本来和我无关，不过昨天晚上他给我托梦说，让我一定叫你们把他的骨灰弄回老家。说的轻巧，老家110公里呢，山路也不好，一来一回得2天，以后上坟什么的多不方便啊。所以我们决定就在这租个位子放着算了。你们要是不方便，我可以替你们跑一趟，至于上坟什么的，有那个心就行了，去不去的也无所谓了。你究竟什么意思？这事儿轮到你管吗？难不成你是我爸的私生子啊？哟呵！李毅有心抽他一耳刮子，哪见过这样的儿女啊？好吧，你猜对了，姐，咱爸那栋房子拆迁了多少钱？是不是也该给我分一份啊？你想都别想。那可不行啊，我有权利分一份的，要不咱们还是打官司吧。呵呵，这笔钱我也可以不要，不过咱爸的骨灰必须运回老家，你们要是不想跑，那就由我代劳好了。不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你抢着要跑这一趟，莫非里面有什么蹊跷？是不是我爸在他看中的坟地里埋了什么宝贝？你想趁机去挖出来？不可能，你们老家那穷山沟里能有什么宝贝？再说了，你爸还专门挑了个没人烟的风水宝地，更不可能提前买点什么宝贝了。这边把装好的骨灰的骨灰盒给家属递了出来，三兄妹二话不说接了骨灰盒就走了。小易来送钱行长呢，正好你来了，转告一下钱行长吧，他交代我的事儿可能办不成了，这样的儿女还谈什么惠及子孙啊？怕你再弄碎了，给你换了个铁的，不和你多说了，我这有活呢。这事儿不用管，他罪有应得。知道那老头为什么发怒吗？因为那家伙拿出的那盒骨灰根本不是老头的。火葬场生意很忙，可烧完的尸体骨头是碎渣，最终还得打磨成粉才会给家属拿出来的。再就是一个人的骨头磨成粉，可是好大一袋子呢，很多块头大的人一个骨灰盒根本装不完，有时候他们懒得打磨，干脆就把前边人剩下的骨灰随便装一盒子就算完事儿了。我操，竟然有这种事！当然了，这家伙虽然有罪，老头也不该杀人，还得我出马把他带下去受审。大师什么时候帮我报仇啊？
你的事不太好办，毕竟事情过了太久了，根本无从查起啊。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把那个警察弄死就行了。弄你个头啊！杀人不犯法吗？那你这事儿我寻思过了，最好的办法还是先帮你洗脱冤屈。首先得找到那2个作案的家伙，然后让他们自首了，把那个案子说出来，那个警察就少不了要受到惩罚了。那不行，就算查清了，也顶多是免他的职。我可是死了啊！我必须要让他偿命。行啊，那你去弄死他吧，不用麻烦我了。我要是有那个本事，还用得着在厕所里躲了20多年吗？大师，我是急懵逼了，我全听你的，我可全指望您了。你要相信法律，只要查清了真相，该怎么判由法官说了算。那咱们怎么开始呢？先找到你那2个同伙啊。当年事发后，那个警察也找过他们，不过人跑了，他才把我定为主谋，那2个当成从犯，后来也发了通缉令，不过这么多年了也没抓到，估计是已经换了身份，隐姓埋名了，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他们。20多年了，的确不太好找，回头我请人帮忙好好查一下，反正都20多年了，你也别急，早晚帮你把仇报了。那好吧。对了，你埋的东西有没有容易腐坏的？这都20多年了，钞票也会欧烂的。再说了，现在你也看到了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万一你埋东西的地方开发改造，东西被人挖跑了怎么办？要不你先给我说说地点。魏六明白这是要自己先付款吗？可问题是万一自己把东西给他了，他不帮自己报仇怎么办？你还怕我拿了东西不认账？那你这破事儿我干脆不管了。别，大师，我的东西都埋在人民公园，晚上我带你过去。你倒是会找地方。这是找着媳妇了？别瞎说，这是我招的营业员，省得以后跟你到处跑的时候没人给我看店。怎么着，你还没过瘾啊？还想跟着我跑？跑？怎么不跑？跟着你跑可比看小说过瘾多了。那行吧，晚上我叫你。又有活了，这回事？晚上说。小美，你记住这家伙买东西别给他打折，也不能赊账。我靠，埋汰谁呢？我啥时候赊过账？埋东西的地方离哪个门近？东门，那时候我就住在东门外的筒子楼里面，没地方挖坑，不然我怎么会把东西埋在人民公园呢？魏六带着2人在公园里转了好大一圈。不对呀，当初这边应该是一棵大梧桐树，怎么现在没有了？我靠，你不会是找不到地方了吧？不会，我肯定能找到的。幸亏你先让他给钱了，不然等咱们辛辛苦苦忙活完了，却拿不到钱，那可就亏大了。找到了，就这儿。你确定吗？确定，错不了。那还说什么？先刨吧。等一下，怎么了？下边好像有东西。这么浅就挖到了？不是，这下面好像有一个人。你别吓我啊，要不咱们走吧，别挖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我靠，怎么办？当然是跑啊。美女，不让我们走是不是有事啊？你能不能说话？你得告诉我们，你拦着我们究竟是要干什么啊？美女，你怎么会被埋在这里？是不是有怨啊？你可以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你们去死！嘿！原来你也怕鬼差令啊？那应该也会怕辟邪符吧？怎么让他跑了？追不追？你去追。那什么，你怎么样？没事吧？你看我像没事吗？那我赶紧送你去医院。先别急，你去继续挖，先把东西弄出来再说。我靠，果然是要钱不要命，在下佩服。很快宋阳就挖出3个箱子，随后2人带着箱子回到养老院的库房。这就是你藏的宝贝？这东西当年可是很值钱的，我是寻思着在咱省城偷的不好当地销赃，想着回头拿到下边地势再出手呢。亏得老子还以为小箱子里的东西最值钱，一路亲自抱着回来的。你这伤的用点金疮药，我给你开个方子，保证半个月就能好。那也得到明天再说了。你先说说这个女僵尸是怎么个情况？无非2种可能，一种就是别人杀了她，把她埋在那里呢，你们去挖坑让她诈尸了，变成了僵尸；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她早就变成了僵尸，只是那个地方阴气足，所以她自己把自己埋在那里修炼呢。我看第2种可能比较大，我和她打的时候没发现她身上有什么伤痕，并且穿的也很整齐，不像是被人谋杀了，匆匆抛尸在那里。要不趁着天亮之前，咱们再跑一趟，我去看看那地方地气是不是真的阴气沉重。就算看出来阴气重又有什么用？李毅刚说完，就见门外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吓死我了！你怎么也不说话？我还以为是僵尸来了。会不会说话？我怎么就僵尸了？有我这么漂亮的僵尸吗？有。没有。什么？谁说僵尸有我漂亮的？别激动，我是伤员。伤的是脚，我打别的地方不行啊。冤枉啊！又不是我说你没僵尸漂亮。
婷姐你怎么还没睡呢？我已经睡了一觉，刚才起来听说你们回来了，李毅还踩了钉子，怎么回事儿？还有这几包是什么玩意儿？对了，什么僵尸？你们碰到僵尸了吗？先别说僵尸，先把东西整理一下。我俩半夜跑出去挖回来的宝贝，里面说不定有不少值钱的东西。你俩盗墓去了吗？小说看多了吧，哪有那么多墓好盗？再说就算有，我俩也找不到啊。这是别人20年前埋到公园里的财宝。你是怎么知道公园里埋有财宝的？李毅头大了，这个问题怎么圆？一直瞒着他有鬼的事情，只说自己会算命，可这个问题用算卦可解释不了，不然他要让自己再挖一个，那上哪挖去啊？这个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黄金手镯。魏六嚷道，可惜方婷听不见。李姨，快让他放下，这是一件法器。别动。怎么了？我相中了你，不许抢。蝙蝠代表福，5只蝙蝠就是5福。不过蝙蝠又属于阴物，这玩意儿从来不见光，所以又有地狱使者的称呼，是五鬼的化身。这玉牌上的可不是5福，而是5鬼。这玩意儿上边阴气十足，活人戴着可不是好事儿。不想给我就算了，用不着吓唬人吧。小心，外边有人。僵尸来了。人影瞬间冲向李毅，一手打李毅的脸，一手抓向那枚玉佩。你个小丫头片子，竟敢打我老大，看你往哪跑！显出实体的朱大奎挡在了门口，僵尸一巴掌扇向朱大奎，没想到竟然扇空了。朱大奎却抬手一拳打在僵尸身上，僵尸后退了2步。20多年的道行，朱大奎却把技能点全都点在了幻化实体上，虚虚实实的变化随意，难怪会跟李毅说打架一定要带上他。这是怎么回事？你先把这个眼药水滴几下。僵尸是坏人，那些鬼是咱们这边的。你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难道就是为了抢我这个5鬼牌？这是我的。你这就不讲理了啊！这个东西还有地上这3大包东西，全都是我的。我的，你们是贼！美女，你说的不对，这些东西是他在20多年前埋在公园里的，现在他把这些东西送给了我，所以我们才去挖的。我想20年前你还没变成僵尸吧？所以你是白白沾了我们这些东西的光，我们就不追究了。你把东西放下就可以走了。不，我需要，不给你。你需要这个牌子，不想还给我也行。我对这个牌子没兴趣，但我也不能白给你。你有钱吗？我可以把牌子卖给你，或者什么黄金珠宝、厉害法器、灵丹妙药什么的都可以。没有。那就没办法了。不，我的。老大，别跟他废话了，弄死这了，免得他出去害人。恶龙咆哮，啊呜！别急，冷静点。就凭我们3个联手杀你，实在是太轻松了。不过谁让我是个好人，不愿轻易杀生呢？看来你是不愿意放弃5鬼牌。不过我也不能白给你，要不这样好了，牌子是我的，但我可以借给你用，条件是你给我打工。当然了，什么时候你不想干，可以随时走。不过这牌子还是我的。好，成了，没事了。老大，真不打了吗？打打杀杀的有意思吗？那谁，你叫什么名字？韩颖。韩颖，小韩啊，你这口语可太差劲了，是不是太久没说话了？没事的时候多跟他们聊聊天，锻炼一下。你怎么变成僵尸的？给我们说说呗。我死了，然后醒了。在公园的时候，我问你是不是有冤，你有反应，应该是有冤的吧？你死了没变成鬼，却变成了僵尸，这里面肯定是有蹊跷。你要有冤可以跟我说，我能帮你的话肯定会帮你的。韩颖看着他不说话，你不想说就算了，反正你一个穷僵尸也没钱雇我帮忙啊。他真是僵尸啊？当然是真的。你没事吧？我有事儿，我快被你们吓死了。你是不是早就能看到鬼了？你们整天在这儿，是不是就因为你在这里养鬼？还有为什么他都知道了，你却没告诉过我？难道你和他是真心的？那什么，你们慢慢聊啊，有事明天再说好了。来到值班室后，李毅把一切都告诉了方婷。你小子敢骗我？我没骗你啊，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不是刚才，前段时间你说你会算卦什么的，原来都是骗我的。李毅傻眼了，大姐，你能不能关注点重点了？哼，说吧，你骗我的事儿怎么解决？那是善意的谎言，咱们能不能从轻发落？可以从轻发落，条件是在捉鬼的时候带我一个。很危险啊。我不怕，反正有你呢。再说了，宋阳那家伙你都能带着，我怎么就不行了？要论打架，我能打他2个。行，下次捉鬼带你一个。白院长也真是的，让你复活了不就得了，干嘛还给你个阴阳眼啊？整天捉鬼捉妖的多危险啊！高风险就有高回报，没见我这才多长时间就赚了这么多钱，有车有房不说，还有一座养老院，赶明儿拆迁了，我可是身价轻松过1000万。你怎么不说这才多长时间，刚从轮椅上下来，这又得坐回去了。我宁愿你不赚这么多，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李毅不禁有点感动，还是老姐关心自己啊。如果受伤轻点，钱也少赚一点，取个平衡倒也不错。第二天，
怎么肿成这样了？韩影，你那鞋跟里不会有毒吧？没有，那就是普通的高跟凉鞋。咦，他怎么说话利索了？只能说有进步，估计还得2天才能彻底恢复。我教了他一点安神定魄的法门，休息几天基本上就能调整的如同常人了。哦，先给我看看，开个药方，老子要是瘸了可就亏大了。这是血气不活造成的，伤口还是得用金疮药啊。老道说完开了一张方子，李毅一看前边倒是正常，可最后2样写的却是台子1瓶，外加麻辣小龙虾2斤不要算。少给我捎带私货，这大早上的上哪儿给你买小龙虾？这不是昨天晚上又加班夜没睡吗？昨天那瓶酒已经喝光了，没有小龙虾先来瓶酒也行。宋阳，你回去给他拿瓶2锅头，再给大奎拿包红塔山，他俩每天1瓶酒1包烟，你负责给送过来，月底我给你结账。那个老板，我能不能也要点东西五鬼牌免费给你用啊，你还想要什么？我只要一个，不用天天。只要1件啊，那可以考虑。你想要什么？手机啊？你要手机干嘛？现代人怎么能没有手机？老道，你不是说僵尸是没有智商的吗？怎么他会说话，还懂这么多啊？他可不是一般的僵尸，我已经问过了，他死的时候遇到了意外，正常人死了魂魄离体，如果没有执念就会自动飞回地府，如果执念太强就会变成鬼了。他死的时候确实刚好赶上7月15鬼门大开，一个恶鬼看她漂亮就想欺负她，他虽然逃掉了，却丢了天魂和地魂，只剩下一魂七魄钻回了肉身。没成想尸体就被凶手埋在了公园里，近1年来他一直都在吸收阴气，按说吸够1年就能重见天日。他准备去报仇，可这还差半个月呢，就被你们挖出来了。所以他和普通的僵尸大不相同，因为他身上多了一道魂，所以他不仅有原本的记忆，甚至修炼到一定程度，还能和活人差不多。你报仇就报仇呗，要手机干什么？我要直播。什么？他说他原来是个主播，签了一家专门搞直播的公司，可他不会像别的主播那样节省点气出大伤，还不想和别的主播连麦玩那些无啥些优势，所以公司就逼他搞那种直播，你懂的。我懂什么？我抖音荣誉等级还是0。那天公司又逼他，他坚决不同意，他们就准备用强的，他反抗的时候就被打死了。哦，你是想做回老本行啊？你说你都成僵尸了，还直播什么啊？放下执念，好好生活才是正经的。我要报仇。问题是你报仇和直播有什么关系啊？赚钱给你，你帮我。这小年有事了，老大，这事儿咋的管啊？不用你赚钱，我们也会帮你的。对，我最恨欺负漂亮女孩的坏蛋了，我们一定帮你。别啊，我们肯定会帮你报仇，但有钱为什么不赚啊？最起码有钱了可以给大家改善生活啊，对不对？你放心，手机一会儿就给你买回来。老大说好先帮我报仇的，这怎么还插队呀？我发现你这个死鬼没良心啊！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受了那么大委屈，插你个队怎么了？怎么了？好吧好吧。随后方婷就推着李毅去抓药。你看那个女人是不是鬼？我的姐，哪有那么多鬼啊？早知道就不给你点牛眼泪了。说起来我就来气，那小子抠门死了，只给我点了1只眼，不行，回头你也得给我1瓶。开完药之后就给韩颖买了一部手机，虽然韩颖没有提，但李毅还是觉得得给他弄一个直播间，而且随着韩颖的加入，自己的队伍逐渐壮大，没有一个稳定的活动场所也不行，所以李毅就决定先把库房翻修扩建一下。安排好这些后，李毅就约了严明见面。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了吧？开养老院的。那属于我的副业，我问的是我的主业。别问我，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不说也罢，那我给你说个案子吧。那种案子，那就别找我了。这是真案子啊，并且还发生在20年前，还是一桩冤案。那你说说看。这事儿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可那2个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刑讯逼供的警察也当了官，真相被彻底掩埋。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算了，还是别告诉我了。你能确定你说的是事实吗？9成把握。9成？那行，我回去查查。不过也别抱太大希望，20多年前的案子，现在想查清翻案可没那么简单。其实要查清也不难，只要找到那2个逃掉的家伙，还怕查不清真相吗？通缉令发了20多年了，都没找到，你上哪儿去找？从他们家里人下手啊！20多年了，就不信他没联系过家里。不是说很多年前的通缉犯，最后都是警方盯梢家里才把正主给抓到的吗？盯梢不要警力吗？这案子没头没脑的蹦出来，又没有足够的理由重启调查，你让我上哪儿调动警力去？我有啊，你把他们家人现在的地址给我找出来，我负责去盯梢，只要他们和家里一联系，立马不就把人逮到了？
行，你要有功夫盯梢，我回去就给你查地址去。不过你得注意，不能干涉人家的正常生活，更不能逼供什么的，不然你就是犯法，我可护不了你。放心，我找人盯梢，绝对没人发现得了。难道是？哦，小易，刚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范先生，他想把老母亲送到咱这来。范先生，这是我们南山老年公寓的老板李毅先生。李先生很年轻啊。你有事儿说事儿吧。呵呵，李先生很直接啊。李先生，能不能麻烦您亲自给我讲解一下这里的特色？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没工夫和你瞎扯。范先生，我这不是正跟你介绍呢吗？吕院长，别忙活了，这家伙父母宫塌陷，光泽暗淡，明显是父母双亡命格。他能把谁送来？你去忙你的吧。你是谁？想干嘛？我来的目的就是想请李大师帮个忙。找我，你直接说就行了，遮遮掩掩的算什么？说吧，你找我究竟想干嘛？李大师最擅长的是什么？你来找我帮忙，却不知道我擅长什么。得，我先问问你从哪儿听说我的？监狱啊，我名气不至于这么大吧？已经传到监狱了？难道是驼子？没错，杨继坤什么都给我说了。靠，李先生，我想你应该是刚入行，有些规矩不太懂，所以我是受大家委托，特意来给你介绍一下情况的。你放心，我真没有恶意。哦，那你说我听听。是这样的，我们这些能人异士互相之间都会保持一定的联系，组成一个小小的圈子。不过这个圈子并不是管理组织，并不是说谁得听谁的，圈内人可以互相帮忙，或者有恩怨自行解决，没人会干涉圈内人的自由的。所以你杀了侏儒的事情，我们没人会来追究。圈子最大的作用其实算是个消息网，主要是让大家互通消息，需要帮助的时候联系同行。我今天来就是邀请李大师加入我们这个圈子的。有什么条件？没有任何条件，不过圈子里有3条规矩。第一，不能将咱们这个圈子的存在告诉外人，即便其他能人异士想要加入，也要经过我的批准，你才能将圈子的情况告诉他。驼子不是告诉我了吗？所以他已经死了。哦。第二呢？第二就是消息互通，圈内人如果听闻了什么灵异奇事，需要将消息告诉李氏。当然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可能和你本人有联系的，我们听到了消息后也会告诉你的。第三是互相帮助，这个世上总有一些好管闲事的家伙继续下意，不分青红皂白的追杀我们这些能人异士。当然了，如果对方只是针对某一个人出手，属于个人恩怨的话，我们不会管。但如果对方试图剿灭本市所有能人异士的话，我们就会组织大家一块儿战斗。如果我不想加入你们呢？我想你不会拒绝的，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不加入我们的话，我们就得想办法让你守口如瓶了。哟呵，杀了我？不用那么麻烦，我们有个圈内人很擅长让人忘掉一些不想保留的记忆。李先生只要见一见他，以后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咦，还有这种人才？能人异士各有所长，还有很多都是李大师想象不到的。那如果我也不想见他呢？相信我，这2个选项绝对是最好的选择。第3种结果对于你来说是灾难，对于我来说是麻烦。呵呵，我虽然很怕麻烦，但并不怕灾难，因为我运气很好啊，从来都是逢凶化吉。如果我选择第3种的话，是不是你们就要杀了我？来一次我不怕，可你们要是送死一次还不罢休，天天派个人来送死，老子还不得麻烦死啊！罢了，这么麻烦的事情还是算了，所以我选第1种好了。你是说加入我们？对啊，我可不想丢掉我的记忆，所以只能勉为其难的加入你们了。你可说了，我并不需要接受你们的管束，我想干什么你们都无权阻止，对不对？是的，我们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互通消息是最重要的。呵呵，那就行了。对了，还有一件事情，为了维持我们这个圈子的正常运作，所有成员每人每年都要交10万块钱的会费，李大师把钱直接转给我就行了。什么？收费10万？老子没钱，我要退出。李大师，不要闹了，既然加入了，就不可能再退出。你这是坑害消费者，你开始可没说要收费的。你要么让我退出，要么就别收钱，反正别想让我掏钱。李大师是不是手头比较紧？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点赚钱的买卖。介绍我赚钱没问题，可想让我缴费还是没辙。李大师不用担心，只要你能完成任务，佣金全是你的，10万块也不用你缴了。杀人犯法的事情我可不干。我们会尊重大家的选择，你可以只接合法的任务。那你就给我来个简单点的好了。那你的特长是什么？或者说你会什么法术？我应该算是什么都懂一点点吧。风水你懂吗？略懂。这边有个客户搬了新家后，家宅不宁，全家每天感冒，早上离开家上班后，下午感冒减轻，次日早上又会加重，反复循环多日，吃药输液全不管用，怀疑风水有问题。就这个？没错，你去的话就说范先生介绍的。解决问题后，我会把酬金打给你。不过你最迟明天必须解决问题，过期作废，我会再把任务交给别人。行，一会儿我就去一趟，准备好打钱吧。那就不打扰你了，我等你好消息。你们就是范先生介绍的风水大师？没错，走吧，不灵不要钱的。
我家一共4口人，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儿子女儿。房子装修好后，特意放了3个月透气儿，还特意检测了一下甲醛什么的都没问题才搬进来的。可自从搬进来后，我们4口全都开始感冒，症状往往都是上午严重，下午减轻，吃药打针各种化验都做了，就是找不到原因。除了感冒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就是感冒流鼻涕，浑身乏力。房间里很干净，没有鬼祟。哦，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啊？我只是说没有鬼，并没有说我查不出来。没有鬼，风水也没什么问题。总的来说，这房子没什么毛病。怎么了？是不是看出什么问题了？没有，你家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到底会不会看啊？我全家都病成这样了，怎么会没问题？你不会看就说不会看好了，白耽误我时间。你家里确实没有问题，不过影响家人健康的情况不一定就是阳宅的问题，说不定也可能是阴宅出了问题啊。啊？阴宅有问题？可我父母身体好好的，都在老家住着呢。还有昨天晚上我才和我大哥打过电话，他们都没感冒啊。这个死老道，你这不是坑我呢吗？你以为你看了几本破书就学会怎么看相了吗？这家伙父母供他现，明显就是父母双亡的情况。他说他父母还活着，那应该也是他的养父母，他亲生父母肯定已经死了。不信你让他查吧。另一边，刘建喜这个坑看起来很简单，但没有几分真本事，根本就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说明他没什么真本事，到时候咱们想怎么揉捏他就怎么揉捏。如果他解决了，那么老刁可饶不了他。你倒是打得好算盘，怕就怕老刁不是他的对手啊。老刁占暗，他占明，总还是他吃亏啊。哪怕老刁真的不是他的对手，这事也和咱们无关，大不了培养他多接任务，帮咱们赚钱好了。其实他只要肯接任务，那就没必要为难他。虽然诸如那档子事儿亏了点，可报仇撒气并不符合咱们和气生财的理念啊。就算和气生财，也得先扯他的道行，这气是免不了的。你说什么？我不是亲生的，你给我滚！立刻马上！你们平时就是这种待遇吗？倒是难为你了，竟然能骗到那么多钱。你不是见过鬼了吗？怎么能说我们是骗的？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李毅我们2个出来那几次都是很受人尊敬的。切，反正今天我是够尴尬的，以后再也不跟你们出来丢人了。行了，赶紧回去吧。刘总啊，怎么了？李大师，你们现在到哪儿了？已经上高速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又给我爸打电话确认过了，他们确实是我的养父母。我说的果然没错吧？都怪我有眼无珠，您实在是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活神仙啊！呵呵，过奖了，我就是个算卦的，可当不起神仙的称呼。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真是对不起。你不用道歉。那什么，麻烦李大师您再回来一趟吧，我给你加钱。什么加钱？加钱也不行啊，我这晚上还有个20万的法事没做呢。您赶紧回来吧，我也给您加20万。再加20万？我感觉晚上那活也不急，这一天半天的。行，那我现在就回去。就知道这家伙怕死，就是没想到他效率这么高，不然咱们干脆就在他小区外边等着，多好啊！废话少说，钱准备好了吗？来不及取那么多现金，我可以给你转账。也行，那你就说说怎么回事吧。我爸说我亲生父母在我不到1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还有个哥哥，当初被别人收养了，我亲生父母的坟地也在我们老家那一块，倒是不远。那就走吧，直接去一趟。崔老哥，不好意思啊，我带儿子来看你了。绝户钉，这玩意竟然还有人用，不过用的人倒是有几分水平。你得罪过谁？我真没得罪过什么人啊。我说起来是公司的副总，可说白了，我这副总就相当于个办公室主任一般，平时谨小慎微，谁都不敢得罪。就算和人有点矛盾，也不至于让人用这么狠的手段对付我啊。关键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是我爸亲生的。这事儿我能保证，我把他抱回来的时候，特意给老邻居们都交代过，别人都当他是我亲生的。如果问题不是出在你这儿，那就是他们了。他们生前是不是有什么大仇人？那也不太可能，他们老2口都是好人。当初我和他们一块儿赶大车，有人放炮惊了他们的吗？连人带车掉山沟里了，根本没听说他们有什么仇人。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你不是说还有个亲哥被别人收养了吗？对，大师，那现在要不要就把这个钉子拔了？可以，不过要是不找到正主，却把对方给惊动了，估计下次的手段就不会这么温柔了。我记得当初听说你那个哥哥是被他一个表姨抱养走了，那个表姨好像是三树乡老坑村的，而且听说你表姨一家发达了，你的亲哥哥竟然当了副区长。这样吧，我先联系一下，明天你们再过去。你们干嘛的？我们找赵区长有点事情。
哦，赵区长身体不太舒服，住院去了。有事儿你们改天再来吧。那我们得去探望一下。大哥这么热的天还在坚守岗位，真是太敬业了。喝个冰镇的饮料解解渴吧。领导，麻烦你给说一下他在哪家医院呢？保安立马告诉几人赵区长所在医院的房间号，甚至于几人陪同都说了出来。赵区长你好，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你。不好意思啊，赵区长需要静养，大家还是请回吧。你这病有点奇怪啊，过了中午会轻点，晚上就又加重了。这个情况和他一样，不仅是他全家都这样。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啊？没听说赵区长需要静养吗？小陈，没事，你先出去转转吧，一直陪着我也挺无聊的。那好吧。这位先生贵姓？怎么感觉有点面熟啊？当然面熟了，其实他是你亲弟弟。什么？老刘，你给他说说吧。刘建喜的养父一五一十的将他们被收养的事情说了出来。这事儿我知道，不过我母亲就是我表姨，并不知道我那个弟弟的新家在哪儿的。后来我也找过，可也没找到，没想到你们倒是找到我了。这么多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是我爸亲生的，要不是昨天李大师给我算了一下，我根本不知道我还有个哥哥。什么李大师？赵区长显然对这事充满了狐疑，这也难怪，人家好歹也是个领导，党员可不许迷信。一听大师算卦的，能不反感吗？随后刘建喜把这2天的情况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通，最后拿出手机打开亲生父母坟头上的照片让他看了。笑话，就凭这一根钉子就能让我们2家人都生病，这是封建迷信。迷不迷信的得看事实吧。先说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和老刘一家是一样的？那也有可能是遗传。好，如果是遗传的话，他媳妇又怎么说呢？你老婆是不是也生病了？医生都说了是流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养你长大的表姨听说是和你住一起的，她应该没病吧？这个病的确是流感，不过之所以只有你们2家子会得病，是因为你们祖坟被下了绝户钉，导致你们2家人全都阳气受损，容易得病。情况再严重一些的话，得的就不是流感了，说不定就是一些能要命的病。胡说八道，兄弟，你怎么能信这些呢？这都是骗子。我没想到你竟然会信这些，也怪我当年太小，没能把你照顾好。还有你年纪轻轻学些什么不好，竟然用这种封建迷信骗人。你骗了我弟弟多少钱？马上把钱给我吐出来，不然信不信我叫分局把你当骗子抓起来。哟呵，刘副总，你怎么认为呢？是让我退钱还是怎么着？哥，李大师是真有本事的高人，他不是骗子啊。你是心甘情愿被他骗，那你别叫我哥。李大师，要不你表演点法术什么的，让我哥开开眼界。他如果不信，那就让他等死好了，老子才懒得搭理这种自视甚高的人呢。大师，你别生气，你要走了，我这一家子4口人都没法活了呀。哼，被拆穿了就想走，兄弟你还看不出来吗？这就是个活脱脱的骗。李毅终究心软见不得人，就这么死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辟邪符，一巴掌就拍在了赵启林的脑门上。别动，不想渴死的话就多贴一会儿。说来也怪，赵启林明显的感觉到似乎有一双手卡着他的脖子，而李毅的符纸一贴到头上，那种怪异的感觉立马就消失了。说实话，我接这活是救他们一家，你的死活关系不大。之所以找你，是因为这事儿他们一家受了无妄之灾，有人在你们祖坟上动手脚，其实是冲着你来的。只有通过你才能查到幕后主使。你要是配合的话，连你一家也能顺便救了。你要不配合，那这事儿我就不管了。哥，你就配合一下吧，我带我一家求求你了。我虽然不信你们这一套，不过既然我兄弟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也不让他为难，想怎么办你说道。你是当官的，平时应该没少得罪人，你想想谁最有可能要把你一家全都弄死才解恨，或者说你挡了谁的财路？我是当了个领导，但我做事从来都是问心无愧，就算有人对我有意见，也不应该有人想要我的命啊。自我感觉还挺不错，事关你们2家人的性命，你考虑清楚了再说。就是谁会想要你死的，说出来我也好继续调查。倒是有2个人对我意见比较大，一个是金源集团的施总，他想在我们这儿拿一块地皮，说是要建工厂，可我后来调查了一下，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拿地皮，将来等着转手卖高价，所以我把这事儿给搅和黄了。还有就是下半年区长就要退休了，我和另一个副区长最有希望，这2年就没少处竞争。第2个可能性不大，先查第1个吧。那就先查查那个金源集团吧。赵区长，看来咱们得先演一场戏了。等下你先给那个冯总打个电话，你就说赵区长怎么就病了呢？不过病的也好，不然您也没工夫考虑我这个项目啊。冯总先稍等一下，我和他们还有几句话说完咱们再谈。你们公司真要拿这块地的话，你得给我个保证，3年内得把这一块建成，不然就会影响到区里的发展。如果你们3年建不成，这块地区里就会无条件收回。呵呵，用不上3年，顶多1年半，我们就能完成1期工程，2年内实现投产。好，简直太好了。冯总你看看，
你就没有人家这魄力。这位刘先生也看上了你那块地皮，规模虽然比你要求的稍微小了1/3，但人家能够保证1年半就完成一期工程。刘总，你只要能保证刚才说的那些话，你这个事情我原则上就同意了。下午我就出院，咱们到曲阜详谈。那好，赵区长你好好休息，我们就先告辞了。刘建喜出门后转身就进了隔壁房间。大师，我演的怎么样啊？没露馅吧？不错，拿个金马奖影帝是绰绰有余的。赵区长，你这不讲道理啊！咱们正谈着这个项目呢，怎么半路找了别人？这不等于一个闺女收2家的彩礼吗？这个比喻不恰当。你什么时候给过区里彩礼了？合同上的条款你不同意，没签字，那只能算是个合作意向。我们有权寻找更合适的投资商，叫你来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能够接受合同上的条款，我们当然更愿意选择你了。毕竟你先和区里谈的。那行，我回去再考虑考虑，等你下午能出院了，咱们再谈吧。老道，赶紧跟上。片刻后，老道就回来了。没错，就是他了。刚进电梯就给人打电话，叫着大师，推着对方赶快使杀招，要让姓赵的下午出不来医院，最好直接嗝屁完蛋。那对方是怎么说的？一开始对方不同意，不过那家伙加了50万，对方就同意了，说是等会儿就来医院。这生意做亏了，人家动不动就是50万的价钱，我这忙活2天了，还要多救一家子人，满打满算只赚25万。啊，不是20万吗？20万？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就是前几天我们公司老总听说了我这个情况，就给我了一个范先生的电话，我给他打了电话说了情况，他说让我等着，他会给我安排个大师去家里看看的。他没说要你多少钱吗？他说看在我们老总的面子上不要钱啊。后来你不是那什么，我还寻思着这是你们的套路呢。嘿，有点意思啊，不知道这个范先生在耍什么花招呢。半小时后，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了赵区长病房门口，见四下无人，就从口袋里摸出7枚铜钱，在病房门口摆了个小小的风水阵，然后掏出一张符纸，用2根指头夹着，嘴里念念有词，接着手指一翻指向病房门，符纸无火自燃。不错不错，小伙子，你什么意思？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我不认识你。不认识没关系，我给你做个自我介绍，我姓李，你叫我李大师就可以。哦，同道中人了。No， 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哼，那敢问你是哪个道上的？你想知道啊？进去说吧。上当了，有什么道尽管画出来吧。本来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你弄死赵区长也碍不着我什么事情。不过你手段特毒，既然在人家祖坟上动手脚，一下子就害到了2个家庭10来口子人。赵区长一家我不晓得，但他还有个失散多年的弟弟找我救命，一来二去才查到了你这里。既然如此，那也好商量。我回去把绝户定区除掉，你客户的问题就解决了。我这边后续怎么弄你也别管了，反正我不再牵连到你的客户就行了。呵呵，要这么简单的话，我又何必把你骗过来啊？你知道我为了这个破事儿忙活2天了，累死累活的，真的不划算啊！哈哈，小兄弟你有话直说，不用拐弯抹角，是不是想问我要点补偿什么的？和聪明人说话就是比较轻松啊。行，这个活儿我收了10万，分你5万好了。你看你这人真不实在，你以为冯总给你打电话我没听到吗？那你想要多少？多了我不要，50万就好。不过除了钱我还有一个条件。还有条件？你以为你是谁呀？10万多一分也没有，另外姓赵的你也得帮我杀了才能拿到钱。这样咱这生意没法谈了。老道，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吧。你对我干了什么？没什么，就是你刚才弄进房间的玩意儿，你应该很清楚那是什么。你这是要和我死磕了？没有啊，我只是在和你谈判，至于这个只是展示一下手腕。哼，那我也展示一下我的手腕。我还以为你能一把撒出个什么图案呢。哼哼，那是你不知道厉害。老道看神仙啊？哪来的神仙呀？这就是风水地师的小把戏，也叫纵云梯。利用那几枚炼化过的铜钱来凝聚地气，再配合咒语，就能托起他的身体。哈哈，还不受死？小炮没那么简单。老道，这是什么情况？地气呀，这些铜钱可以让它调动地气，能拖着它飞，也能拉着你，让你动不了。要想化解也简单，我教你一套咒语，外带手印，你调动体内的真气，就能不受这些地气的影响。你跟谁说话呢？莫非已经吓疯了？疯你妹，连鬼都看不到，还好意思出来混？鬼，我看你马上就得变成鬼才对。呀呼！这招这么猛啊，你怎么不早点教我啊？现在不是也不晚吗？刚好用上了。这些铜钱经过炼化，算得上是法器了。法器不法器的先不说它，关键是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
你就知道个钱了。老夫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跟方婷两个人都一样，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把钱看那么重呢？你懂什么呀？我姐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穷，被生父卖了给弟弟治病，好不容易才从人贩子手里跑掉。而我则是，算了，跟你说这些干嘛呀？再说了，我们凭本事赚的钱，别人爱咋想咋想呗。像这种货色，直接杀了就是了。你说的简单，这可不是几10年前杀了人挖个坑埋了也没人管，现在警察可不是吃干饭的，这还是在医院，你以为弄死他查不到咱们吗？再说了，就算他该死，也不应该我来动手，不然地府要记我一笔账，又得浪费多少功德？那你自己看着办吧。不用你为难了，这家伙我带走了。咦，你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该不是你在监视我呢吧？不是我监视你，是你的鬼差令发出了警报。只要你带着鬼差令想要杀人，我们就会收到相应的提醒。本来这家伙已经是恶贯满盈，虽然按照正常情况他还有10年阳寿，只要不碰到鬼差，基本上是可以寿终正寝的。可他的罪行被你当场抓住了，那就直接清算了完事儿。不过你要带他走，能不能稍等一会啊？我还有点事情要和他谈。你那点小心思我全明白，不过你这样赚钱真的好吗？白院长不是说这样没人管吗？不是没人管，是我们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小子赚了钱，小日子过得那么滋润，可我们辛辛苦苦帮你徇私，貌似什么也没得到。我还以为你们当无偿的待遇很好，所以倒是忘了给你们烧点纸钱。纸钱什么的就免了，下边通胀的厉害，还不如你直接给我们上供点韭菜之类的硬通货呢。没问题，回去我就给你准备一桌大餐。呵呵，你有心就好。其实我和白院长也不计较，差点忘了还有个更急的案子，我先去把那个恶鬼搞定，再来收拾这个家伙好了。好，这算我栽了。什么叫算你栽了？明明就是你栽了。你想怎么样？直说吧。100万。就这吗？要少了，那200。不对，你一共有多少钱？200万，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转账。感觉有点亏了，算了，200万就200万吧。现在转账。我可以走了吗？当然可以。你不怕我回头再找你报仇？不怕，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你给我下了什么邪法？没有，我只是看你面相掐指一算，你已经恶贯满盈，只怕活不过今天。呵呵，是吗？那就告辞了。刁大师走出病房后就给冯总打去电话，要不是他找自己收拾赵启林的话，也不至于栽这个跟头。有些人就是这样，但凡有点什么事总要找个人背锅，从来不考虑是不是自身的问题。冯总很无语，因为范先生是中间人，所以冯总立马又给范先生打去电话。而范先生听说这事后也是头很大，无奈只能又给刁大师回过去。这小子本事不小，是不假，但做人实在太狂妄了。他根本不把同行放在眼里，还嚷着要把所有用邪法害人的同行全打死呢。临走的时候还诅咒我活不过今天。我说范先生，这种人可不能让他留在市里啊！我建议你最好组织几个人把他弄死算了，不然咱们谁的生意都做不。范先生听着听着，却发现对面没了声音，心里正疑惑着，却听到有人在喊一声，然后手机被人接过去，说道：“喂，有人吗？正和你打电话的这个人忽然栽倒了，现在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昏迷了，幸好就在医院门口，你赶快通知家属过来吧。”你们回去把祖坟上那枚绝户钉拔了就行了，不过拔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大晴天的中午11点45，这时候阳气正盛，才能保证阴煞之气无法伤人。拔钉子的人要找个年轻小伙，身体棒棒的那种，不然拔钉子的人轻则倒霉备孕，重则大病一场。从原则上来说，今天的事情我不应该相信，但我承认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随时找我，只要不违背原则，我一定会帮你的。李毅却有些不屑，因为以他目前的眼界来看，区长的一句话是没有钱实在的。回到养老院后，又给范先生打去了电话。问题解决了，钱打过来吧。这么快就解决了？怎么，你不信？对了，那个背后搞鬼的什么刁大师也是你那个圈子里的人吧？你现在可以来医院帮他收尸了。你在说什么？什么是我的人啊？呵呵，虽然你这样做很不地道，为了试探我的实力，让我也掺和进这件事情里，没头没脑的就和那个什么刁大师为敌。不过看在5万块的份上，我也不跟你计较了。但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确切的说是我不希望再遇到你们那个什么圈子里的人，甚至听到你们出现在我周围的消息，不然你可能就会是下一个刁大师。他挂了吗？咱们可能碰到了一个硬钉子。那不要轻举妄动。老刁临死的时候电话里说过，那小子对他诅咒说他活不过今天。紧跟着不到10分钟，老刁可就完蛋了。谁能想到他那样的人物竟然能突发心肌梗死？这分明就是那小子干的。那咱们也总不能就这样任由他动荡啊。虽然省城所有的艺人全都在咱们圈子的掌控下，留这么个家伙不受管控，将来会有麻烦的。但没搞清楚他的实力之前，最好不好轻举妄动。和气生财也好，但早晚不能放过他。先不说早晚不早晚的，
先把钱给他的打过去吧。这家伙不知道本事究竟有多大，但谈起来的心性却是我见过最奇葩的。看着账户上又多出25万块，李毅乐滋滋的感觉这2天没白干。而且刁大师死的时候，李毅竟然赚了18点功德。这次收拾刁大师，老道也算帮忙了，跟着赚了2点功德。可老道却是有钱存不住的主，于是牛老头摸了花老太太的屁股，花老太太嗷的一嗓子，反手一拐杖把老牛头打翻在地。而此时老牛头却懵逼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是看那个老头总是对那老太婆暗送秋波，所以我才帮了他们一把。你给我闭嘴！你个老不休的当鬼也不安生！以后你要再敢给我闹事，你给我等着！信不信我让老金把你抓住弄回下边？什么上刀山下油锅的，全让你尝试一遍。这就能直播了？手机还行，电脑太破。先凑合着用吧，谁知道你直播有人看没人看啊？可以先试试，给我点钱啊！买衣服这样不行。先找方婷借2套好了。不行，他大不适合直播。没办法，只能掏钱。李毅当场转过去1000块钱让他花。这点钱只够上某宝，我和婷姐约好了，等会去逛街呢。这大白天的你能出门吗？没关系，我打伞就行了。随后李毅又给老金他们准备了1桌的供奉。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白院长呢？他正忙着呢，没空过来。他那份我帮他带回去好了。那是给你们俩准备的。你小子要不要这么抠门？这点东西还不够我自己享用呢。下次吧，这次你们2个分好了。那行吧，反正快到7月15了，到时候我们有1天假期，你小子多准备点酒菜，我们来找你过节。李毅心里有点打鼓。7月15是鬼节，据说地府大门敞开，所有的鬼都能回到阳间放风1天。这种时候会不会万鬼争鸣？正寻思着呢，手机响了起来。你好，哪位？老大，我是朱大奎，我时间不多，得长话短说。我们已经查到了一个逃跑的家伙，人在哪儿了？我们怕他跑了，你赶快去把他抓起来。怎么这么急？是露馅了吗？那个也不算是露馅吧，只是以防万一。那什么，老大，我法力快好过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去，朱大奎，你个傻逼！絮叨半天，你倒是把位置告诉我啊！你这样让我上哪儿找人去啊？第2天一早，李毅刚到养老院，就见魏六以及朱大奎已经眼巴巴的等着了。你是不是傻？不给我说地址就挂电话，让我上哪儿抓人啊？那什么，我挂了电话才想起来没给你说地址。行了，说吧，咱们现在去抓人还来得及吗？估计是晚了，都怪他太心急了。本来我寻思着就在那人的家里等着，什么时候他来电话了，咱记一下号码。现在不是有什么手机定位吗？到时候定位一下就成了。可等了2天，好容易等到了电话，这家伙却二话不说附身到人家老妈身上了，直接问起对方在哪儿呢？这能不让人家怀疑吗？对方立马就挂了电话。那不是没问出来地址吗？他一看这样，干脆就附身老娘问起老头来。老头吓得半死，最终就说了，他儿子当年跑了之后到处流浪了几年，最后跑去了海南改名换姓过了10几年了，据说还在那边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做着生意还挺赚钱的。听到这些，李毅立马就打了电话给严明，交代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以及新换的名字和职业什么的。有了这些信息，警察自然有办法抓人了。这一个打草惊蛇了，估计另一个8成也会收到消息。如果全都跑了的话，再想盯梢家人找到他们几乎没可能了。弄到这个样子，全怪你不听指挥，所以这案子最后破不了，也不能怪我。你的意思就是挖出来的宝贝不退了呗？随你怎么想吧。没什么别的事了，李毅就拿出从刁大师那里搜刮来的铜钱，在老道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纵云梯。忙活了一上午，总算有点感觉了，一把铜钱扔在地上，脚步勉强能离地。就这李毅已经高兴的不行，好歹自己也算会点法术了，于是高兴的点了好几样外卖犒劳老道。我准备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先试试效果。你说话还不太利索，能直播吗？没关系，我说话慢一点就可以了。随便你吧，不过小心点，别露馅了。不怕，我就扮演僵尸，就没人相信我是真僵尸了。我说你们3个怎么全站我这了？你的手机呢？这边连不到 WiFi，流量很贵的。真会过日子啊！宝宝们开始了。直播间的名字就叫做僵尸小野。李毅进了直播间，果然里面没别人，只有自己一个。李毅心里开始滴血了，这几千块钱估计要打水漂了。眼看没人喊影，也不着急，竟自顾自地唱了起来。突来的消息，那个人是你？这么多的你杳无音讯。时间的小溪擦掉了记忆，但我却始终没有忘记你。没想到这小妮儿唱歌竟然如此动听，
让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翠花，俺想死你了。主播好漂亮，给我个飞吻，我给你打赏。好高冷的主播，难道真是僵尸啊？就冲你这演技，我先打赏你个。你乐什么？看来宋阳挺有钱啊。你说这是宋阳吗？除了他还有谁敢叫一夜10次郎呢？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和他去嫖娼了？你这什么脑回路啊？哼！土豪，要不要直接发个火箭，给他来个全站广播？僵尸小姐姐给我笑一个，我就给你射一个火箭。韩影看了看，有点为难，但是转念一想，只是笑一下而已。韩影决定还是勉为其难的笑了一下。宋阳也毫无人性的甩出了大火。随着火箭送出，大量用户涌入了韩影的直播间，同时各种小礼物一个接一个的甩了出来。此时李毅已经笑得合不拢腿，正高兴着呢，严明的电话就打过来。严队，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那个家伙抓到了。不会吧，竟然这么快？最近上边一直强调抓捕在逃犯的问题，上次你给说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了上去。按照你今天提供的线索，海南那边很配合，当即就去找人了。人虽然昨天晚上就跑了，不过有了他的新身份，再通过天眼一查就找到了。你猜他跑哪儿去了？跑哪儿了？他跑到另一个同伙那里商量对策去了。我操，牛逼！一下就把2个全按住了，人已经押送回来了，明天中午就能到。那就好，审讯的时候一定要把案子全部捅出来，关键是想办法把那个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家伙拽进来，该让他受的处罚可不能少。我会尽量的，不过跑掉的这2个最多能证明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可不能证明是那个队长刑讯逼供什么的。行了，你只管干你的活儿就行了，剩下的我来想办法。行，你怎么干我不管，不过违法的事情可不能干。放心吧，不会的。现在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但你要想报仇，还得再走一步棋，那就是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那个家伙听说这回事儿，然后他就少不了要想办法阻挠，试图掩盖他的罪。当年的事情即便说不清，但他今天干扰案情的事儿却跑不了，处分起来只会更重。我听您的，你说怎么办吧？你知道他家在哪儿住着吧？今天晚上你们这么办。随后朱大奎和魏六来到了梁国强的家里，此时梁国强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老大说这东西很贵，让咱们省着点用。行了啊，你赶紧说吧。还认得我吗？20多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那2个真凶已经被抓住了，当年的真相马上就要被揭穿了。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嚣张？我也要你尝尝被监狱犯人打，被他们干的滋味。行了，差不多得了，等他死了再好好聊。你等着，等你进了监狱受够了罪，我再来找你，然后带你一块下去。杨王爷面前还得再告你一状，我让你下辈子继续给我还债。2只鬼走后，梁国强寻思半天，终于做了2个决定。第一是明天请个大师来家里做个法，第二是赶紧查查当年那件案子是不是真的重启了。第二天，什么？你说牛老头跟花老太2人好上了？可不是吗？今天早上吃完饭，2人先后请了假，一个说是去医院检查，一个说是想回家看看，不过2人都没叫家属来接。那也不能证明什么吧？可中午胖姐出去采购的时候，看到2人在森林公园门口手拉手说话呢。欢贺，怎么样？我那是做了好事儿吧？成了。好。你俩对暗号呢？说的什么？魏六的那个案子解决了。怎么回事啊？就解决了？昨天晚上魏六跑去吓唬他一番，然后又盯梢着看他怎么办。今天一早他打电话找人，要和那2个真凶见一面，这明显就是准备串供嘛。朱大奎打电话给我说了一下，我就让严明在审讯间里多装了个针孔摄像头，果然就抓到了那家伙和2个真凶串供的场面，当场就把人控制起来了。那这下魏六终于出了口乐气，报了大仇了。他们人呢？太阳还没下山呢，他们还在那个家伙家里没回来。正说着呢，李毅却发现一道人影钻进了破库房，仔细一看，竟是朱大奎。老大，不好了，魏六被人抓住了。什么？老道掏出一张符纸贴在朱大奎身上，帮他平稳气息，防止魂飞魄散。我们早上听那家伙打了一通电话，然后他出门了，我们跟不上去，就在他家等着。一上午没什么事儿，下午他家里人却回来了，有他老婆和儿子儿媳，还有一个6、7岁的小孙女。我俩原本没太当回事儿，可那小孙女却能看到我俩咋咋呼呼的叫着叔叔陪他玩什么的，就把他老婆给惊动了。早上他就给他老婆打电话说过，让他问问找个大师画个符什么的，再加上这孩子的话，他老婆就打电话找人来做法。你们不会跑啊？跑不了啊，他家房子向阳，阳差跑不成，大门也锁着，
我俩本来寻思着，就算来个大事也不用怕，大不了开门的时候我们趁机跑出去就得了。可来的人竟然不是骗子，没进门就拿了葫芦准备着，房门一开，立马就把魏六给输进去了。我也差点被吸进葫芦里，我撒腿就跑，他竟然还追我。没办法，我拼命顶着大太阳跑到小区门口，钻进一辆大卡车底下，几经周转才勉强跑回来了。你都不会半路找个地方等到太阳下山再回来呀？看着伤的，要是再多晒一会儿，你就得魂飞魄散了。我这不是担心魏六吗？想着赶快回来给老大报个谢。那个大师长什么样，你知道吗？大概5、60岁的样子，我记得当时有人喊他齐大师。朱大奎说完，李毅就掏出手机给范先生打去电话。齐大师的确是咱们圈子里的人，不过这种事情我不好插手，最多只能帮你们传个话，具体怎么解决还得看你们自己怎么商量。行，你就跟他说他捉的那个鬼是我的，问他还给我有什么条件。挂了电话那就是等了半个小时，范先生终于回话了。齐大师说了，这个鬼已经有20多年了，虽然没有跑掉的那个厉害，但也算是有点道行的。他准备用来炼制法器的，不过既然是李大师的，他也愿意卖我个面子，你出500万，他就把那个鬼还给你。我操！什么500万？他这是打劫呢？那么个破小鬼也敢问我要500万？呵呵，李大师别生气，其实让我说这个价格不算贵啊，20多年的小鬼可不是很常见的。你要是感觉他开价太贵，你可以还个价嘛。你跟他说，那小鬼是我的客户，不是我养的，我从他身上一共才赚了5万，他要答应的话全给他。李大师，砍价也不是这样砍的，500万直接砍掉100倍，他肯定不会同意啊。我这人不喜欢做亏本的买卖，我也不认为顾客就是上帝，但至少生意做完之前，我会保证他们的安全。范先生很快又回了电话。李大师，齐大师说你是为了客户，他也是为了客户，所以……行了，我明白了。那你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亲自去找他。李大师，圈子里虽然大家推举我当中间人，但根据原则，我要为所有成员保密真实身份，所以你这个要求我可不能答应。这不行，那不行。那你说我加你这圈子有什么用？你不说我也照样能找到他，无非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你告诉我，算是卖我个人情，将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一点忙什么的。李大师，这话虽然没错，但我身为中间人，就得保持公平和公正啊。再说了，万一将来别人找我要你的地址，我要是给了，那时候你不得找我麻烦吗？你的意思是我要找那个齐大师的麻烦，我还不一定能干得过他。我可没这样说，不过不瞒你说，齐大师的实力可是很强的，据说从小就跟着个道士学的静静道术，在咱们圈子里能和他叫板的真没几个。给你卖人情的机会你都不知道把握，那就这样吧。我想这下这小子要踢钉子上了，齐大师可不是他能动得了的。关键是齐大师慈悲，轻易不会要人性命，这小子碰个跟头，回头肯定还得找你说和，吃了亏老实一点，还得欠你个大人情，以后再想让他干啥，他就得乖乖听话。哈哈，正发球怎么收拾他呢？这下可好了。他的伤势得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最少也得10天半个月才行。不过如果用五鬼牌的话，估计2、3天就差不多了。五鬼牌，我去拿。这个时间韩颖还没有开始直播，正在房间里修炼。你要干什么？朱大奎受伤了，把五鬼牌给他用一下。我正在用，不借。喂，你搞错了吧？我不是借，五鬼牌是我的，只是借给你用罢了。现在我有急用，我是要收回来的。你说好了给我的，只要我留下帮你就行。没错，问题是你帮我了吗？我们出去打架没让你跟着，朱大奎受伤你也没帮上忙，还想阻碍他疗伤啊？他们命都拼上了，平时开销还没你大，我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要不要把你轰走，或者干脆把你这个活僵尸给灭了。我怎么了？想跟我拼命？来啊，咱们上院子里打。韩颖虽然是僵尸，但也不傻，这个时候他还是知道怎么选择的。先去给他疗伤吧，不过要快点还我。呵呵，这就对了嘛，老实听话，大家也不伤和气。以后我说什么你听什么，别惹我发火。在老道和五鬼牌的帮助下，仅仅1个下午，朱大奎已经恢复了许多。虽然身影还是有些暗淡，但皮肤上的伤疤却好了。大奎，你现在能不能幻化一下尸体？老大，我现在这样子和当初这半年的时候差不多，就算能幻化一下，估计也坚持不了多大一会儿的。能现行几秒就可以，等会儿跟我再去一趟那个梁什么家，就让他老婆再见鬼，让他再把那个齐大师叫来就行了。最好再等一会儿再出发，不然我怕他还没恢复就幻化尸体会伤及魂魄。另外你还得再给他准备点好烟，我发现这家伙很怪，抽烟竟然都能恢复法力哦，厉害啊！来，大奎，再整一包，咱们出发。春兰，不知他老婆看到了，连他儿媳妇也下月了。那岁的老婆当时就打电话找那个齐大师，估计很快就会过来。半小时后，老大，就是他，齐大师。韩颖，老道，走。
宝宝们，主播有事出去一下，晚点回来哦。齐大师你好，久仰大名啊！哼，邪魔歪道，我可不是一鬼害人，而是帮他解决怨念。你还说你不是邪魔歪道，带个僵尸出来，人人得而诛之。他又没害过人，干嘛要杀他？人有善恶，鬼就不能有好坏之分吗？鬼有好坏我承认，但僵尸全都该杀。这种东西没有灵智，只会杀人喝血。就算你用什么妖法镇住了他，暂时让他听你的，但他终究会本性爆发，到时候生灵涂炭得死多少人？既然碰上了，那我就只能替天行道了。你麻痹的，老子是来救人。救鬼的，刚见面你不说还我的鬼，既然还要再杀一个，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果真要为了一头僵尸和我为敌？少废话，动手吧。好，很好。李毅可不会剑术，桃木剑在手其实和拿根烧火棍没什么区别，只会下意识的格挡。可怜李毅脚伤并未痊愈，再被打了大头。就这点三脚猫的本事，还敢出来丢人现眼？齐大师话音刚落，整个人就飞了。小影好样的，师傅救命啊！没用的东西。你是他师傅啊？没错，我姓齐，齐格志。敢问小兄弟贵姓？什么？7个痣？我靠，至尊宝才3颗，你就有7颗啊？那你不是得比至尊宝还要厉害啊？齐格志有点懵，怎么看这家伙也不像个二逼啊？可这说的什么话？紧接着就见李毅往自己身上拍了一张神打符，然后又掏出一把铜钱撒在地上，一手掐诀，一手掏出剑。铜钱阵，那个专门刨人祖坟的姓刁的是你什么人？无所谓了，反正都是一丘之貉。这一招对付他不好使，他也懂风水阵法的。就算是有神打符加持，几个回合下来，李毅也就扛不住了。关键时刻还是韩影冲了上去。咦，你是活僵尸？难道你还有神智？废话，我说了，他和一般僵尸不一样。老大，要不咱们还是撤吧。小韩你俩联手也不一定打得过他。你个扰乱军心的怂货，老子今天弄不死他。李毅却是被激起了性子，顺手又把一张神打符贴在身上。找死！齐格志手腕一翻，手指间就加了一张符纸，抖了抖，然后抬手一丢。不好，这是火符，快爬地上灭火！李毅却根本不听他的话，接着竟然再次冲上前，二话不说一把抱住齐格志。呀！别动！大意了，没想到你这么拼命。这不叫大意，这叫实力。就凭你这点虎劲也叫实力。刚才我要想杀你，火符就砸你脸上了。韩影，过来把他打晕了，装后备箱。没必要那么麻烦。我输了，我认栽。就算我要找场子，也会按照江湖规矩，回头给你递帖子，咱们约定时间重新打一场。鬼才会信你，可以信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齐大师应该是世家出身吧？不知道是哪家子弟。看你穿着道袍，生前应该也是道门中人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新丰山仙人洞？那就对了，李毅这小子勉强也算正经的仙门之后，这些家伙素来讲究规矩。他说这次栽了，那就肯定不会再折腾。那行，他要再折腾，老子死了算你的。上车吧，虽然这会儿人少没人注意到咱们，可刚才打架的情况指不定已经有人报警。你是想跑吗？没那个必要，你这神打符坚持不了多久，我又何必要跑？我知道你还有条件，我既然认栽了，就会接受。倒是个敞亮人。很快2辆车离开小区家属院，一口气开出几条街，找了个偏僻的路边停下。你是为了这个小鬼才设计等我的吧？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把他还给你了，不过你得保证他不会再害人。他根本就没害人的能耐，不然20多年了又怎么还报不了仇？什么报仇？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见鬼就抓，就好比电影里那些刻板正道。他有什么仇？你怎么帮他报的？他当初被警察屈打成招，死在了监狱里。本来他想让我杀了那个警察，不过我说服他用法律武器对付他。现在当年的案子查清楚了，那个警察也被抓了。你们去的那家就是当年那个警察家。原来如此，你要是早点说清楚，而不是埋伏在那里见面就打，我肯定会把他还给你的。这会儿会说漂亮话了，问我要500万的时候怎么不说啊？500万？什么500万啊？我让范先生跟你联系。我操！那老鳖孙根本就没跟你联系吧？你说的范先生是不是那个号称市里玄门联谊会的理事长？对，就是那个鳖孙。前一段时间他倒是联系过我，想让我加入那个协会，不过我只是下山历练一段时间而已，并不打算在市里多待，所以就没搭理他。这个该死的鳖孙，我听说你抓了魏六，就让他帮我联系你。我说出5万块钱让你把他放了，他说给你打过电话了，你要500万才肯放，联系方式也不给，没办法，我才去那儿埋伏你的。你和他有仇吗？没有啊。等下，也可能是有仇。我抓过他那个圈子的2个人，所以他让我加入，可能根本就是陷阱。那他这是故意挑拨我们呢？这事儿要不要我插手？毕竟他也算坑了我了。当然要，这鳖孙是准备玩1石2鸟，谁让你不加入他的圈子，听他的话，帮他赚钱呢？所以这事儿必须要找他了结一下，最好直接把他弄死得了。
我是修道之人，不会杀生的，最多废了他的道行，让他不能再作恶就行了。呵呵，不杀就不杀，反正我也不喜欢杀人，关键是得解决这个祸害，免得他以后再折腾。神打符虽好，终究不是正统道术，用后的虚弱就是最大的弊端。你们把他弄回去吧，醒了让他给我打电话。因为强行使用2张神打符，李毅昏迷了1天1夜。刚醒过来，范先生就打来电话。李大师，中午好啊。老子在养伤，你说好不好？哟，受伤了，是不是你去找齐大师了？我都跟你说了，齐大师不好惹，你看看这。他不好惹，老子就好惹了嘛。我受伤，他也没占便宜，估计这会儿比我伤的还厉害呢。是吗？等老子休养几天，到时候再找他去。这次大意了，不然看老子弄不死他个老东西。那李大师，你好好养伤，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你只管开口。听出来没有？这小子竟然没找到进主。他是把齐大师那个老徒弟当成齐大师了吧？嘴上说的厉害，估计是连那个老徒弟都没打过就受伤逃跑了。齐大师不伤人命，不然估计他已经死了。不过等这家伙伤好了，肯定还会再去找齐大师的麻烦。一而再，再而三的，估计是人都会犯。到时候就算不一巴掌拍死他，也得废了他的道行。到时候不但打老实了，咱们也就有理由组织村子里所有人联手，把那个齐大师轰出省城了。好一个12鸟啊！午饭后，李毅给戚格志打了个电话，约定1星期后一块儿去找范先生。估计那个时候李毅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老金不是说等7月15他们放假，让我请他们吃饭吗？刚好到时候咱们翻修的新房子就可以住人了，咱们干脆趁机办个乔前宴好了。你倒是会省钱啊！干脆到时候我让食堂老曹准备2桌好了，他做饭还行，据说当年还当过大厨呢。自己做的话还能再省下不少钱呢。真是服了你们俩了！你说拼命赚的钱不花，图什么？我们哪儿能跟你比？你可是拆2代，花不完的钱啊！很快1星期就过去了。范先生，我需要你帮个忙，有报酬那种。哦，李大师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我需要2个能打的高手，外加1件能防火符的衣服。能打的高手倒是有，不过我估计也不一定是齐大师的对手。至于能防火符的衣服，我手里可没有。那先不说衣服，有没有厉害点的法器？这个倒是有，不过不知道李大师用什么顺手。你都有什么给我说说。算了，还是我过去看看好了，挑一件顺手的。这个地址发给我吧，我一会儿就到。让他过来吧，反正等他见了齐大师，估计就得变成死人了。他知道咱们的落脚点儿也无所谓了。李毅收到范先生的短信后，立马就转发给戚格志。李大师，欢迎欢迎，里边请。别客气了，都是老熟人了。好地方啊，还是范先生懂得享受啊。李大师客气了，我这人爱清静，在这形势中也只有这样才能稍稍躲避喧嚣了。行了，废话说完了，咱们说正事吧。范先生有点懵了，刚夸完就说那是废话，哪有这么说话的呀？范先生，你这都有什么厉害的法器？拿出来让我看看吧。钱你别担心，多了没有，几百万还不在话下。呵呵，既然不担心李大师的财力，我就去来给你过目。李毅一个眼色老道，立马跟上，不过片刻就回来了。里面还有个胖子，他们说看你这样的，估计去了也是送死，随便找2件法器把你打发了算了。抱歉，李大师久等了。这个山精灵是经过高人加持的，起然做法的时候用非常灵验。没用，我是去打架的，又不是去做法。哦，那这件就合适了。这是一柄7星剑，当年诸葛先师借东风用的就是7星剑，当然不是这一把，不过这一把也是清末遗物，不管是灯胆做法还是斩妖除鬼，都相当灵验。哟，还是开刃的。行，有这个差不多了。这个多少钱？呵呵，李大师看着给吧。清末的玩意儿，怎么说也算是古董啊。李毅胡乱说着，拿出手机假装准备付钱，实际上却是发了个短信出去。1000块够不够？不够我再给你加。呵呵，算了，李大师拿去用吧，钱就免了。那都不好意思啊。李大师不是还有2个帮手吗？我给你介绍几个，你看看可以吗？人在这儿吗？人不在，不过都在室内，半个小时就能赶到你指定的地方。那就算了。对了，我听说宝剑易主必须得见血啊，要不范大师帮个忙，用你的血喂喂他怎么样？李大师又说笑了。谁他妈和你说笑了？事发突然，范先生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李毅一剑划破了胸口。不错，挺锋利的。李毅说着又追了上去，7星剑对着范先生一顿扔。范先生边跑边抓起花盆朝李毅一顿扔，转眼已经逃开几米外，正掏出一张符纸贴在胸口。他用的是止血符，能够快速止血。李毅正准备绕过花盆，忽然感觉周围的花盆似乎变了。幻觉，这一定是阵法造成的幻觉。很快李毅就被各种树木围了起来。李大师，不知道你这是为什么？呵呵，范先生误会了，我只是想试试你这剑利不利，没想到伤到你了，误伤误伤啊。不对吧，我这伤口可是很深啊，看起来你倒是想要我的命。呵呵，失手，纯粹是失手。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什么，你把这花盆给挪挪啊，我过去再给你道歉怎么样？
不好意思，我这阵法一旦发动就没办法终止了。没想到是误会，害李大师陷入其中，只能靠你自己了。呵呵。那我要是出不去，那岂不是得死在这？没关系，等你大师死，阵法就会自动停止，到时候我帮你修饰。李毅心想，既然把我围住了，那我就从上面过去好了。于是掏出一把铜钱撒在地上，刚走到阳台边缘，范先生却忽然出现了。别了！一瞬间太快了，李毅还没来得及想到解决办法，人已经急速往下坠去。完了，这下彻底完蛋了！这可是26楼，从这掉下去能不死吗？不知道摔成饼了，老白、老金他们还怎么救我？很快，李毅就听到了自己骨头断掉的声音。好在不是头先着地，不过现在也只有头能动了。此时李毅竟然还在想着，如果自己摔成一滩肉泥的话，想收尸的话，估计得用铲车来铲了。眼前这个男人从26楼摔下来，居然没有死。李大师，没事吧？应该死不了。老道下来了吗？没看到他。刚才你在上边都发生了什么？我给你发短信让你上去，你没看见啊？我都打了半天了，你怎么还在楼下呢？你啥时候给我发短信了？七格志说着掏出了手机，打开一看，果然没有李毅的短信。再拿李毅的手机一看，欠费停机。不知道老道怎么样了？应该没什么事，那家伙没开天眼，一直都没发现老道。大奎，你去找一下老道吧，你俩在一起安全一点。那咱们就先走吧，老道应该有些自保的手段的。很快，齐大师就带着李毅等人来到了他落脚的铺面。你的脊椎错位了，而且基本上能骨折的地方都骨折了。要不还是去医院吧？用不着，我相信医院还没太有把握呢。齐兄，拜托了。先别急，一时间没恢复过来，等过几天就好了也是有可能的。问题是咱们时间不多了，那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马上杀上门的。那你们在我这住下吧，我一个人杀过去可能有点麻烦，但他只要敢来我这，保证他有去无回。不行，我得马上好起来，然后咱们2个联手干掉他，不然等他召集了全市的手下，你也扛不住的。马上好起来？抱歉，我没这个能耐啊。我知道谁能让我马上痊愈。宋阳，快送我去城隍庙。城隍庙就是上次你出来后就把脚上的石膏给砸了的城隍庙。李大师是想找城隍爷索要续灵丹，难道李大师是一位鬼差？不过就算鬼差也没资格讨要吧。我这个鬼差和别人不一样，我下边有人。宋阳，你也别去了，麻烦齐兄把我带进去好了。他一个人能行吗？没事儿，别走前边，咱们是来走后门的。到那边去。那边应该是城隍庙道人们的住所，你认识？你把我放在那个屋子门口，你回去就行了。这是咋了？骨头都断了，没知觉了。呵呵，你是来求药的，你倒是会找地方啊。没办法，医院肯定没辙，只能找城隍爷了。这会儿城隍爷正在办公，你一个活人可不敢过去打扰。再说了，就算你进去见着他，也不见得就能求来药。那也得试试啊。说起来，我入土的事情还得多谢谢你，那几个不成器的总算是把我埋回了老家。别客气，举手之劳罢了。我帮你想想办法吧，你在这等着。很快，钱行长就回来了，身后跟着2个小鬼。走吧，城隍爷同意抽空见你一面。咦，又见面了。属下拜见城隍大人，只是有伤在身，没办法给你磕头了。无妨，你来应该是想问我要续灵丹的吧？大人英明，一看一个准。你当我是开药铺的，还是你认为我那续灵丹不要钱，可以随便送人？我不是您的下属吗？我这算工伤，您老得负责啊。你这伤可不是捉鬼的时候受的吧？可那个家伙想要害我啊，并且他还组织了全市所有的奇人异士，到处为非作歹。我去找他也是想着除掉这个毒瘤，还市民安全。就算他杀人，那也是阳间的事务，和我地府可无关。可我是鬼差啊，他要杀鬼差你也不管。你是鬼差不假，可你这种活人鬼差属于地府编外人员，也就是干活赚功德，但没有固定工资的临时工。你感觉我们地府有必要保证所有临时工的安全吗？更别说免费索要珍贵的灵丹了。李毅顿时无语，本来以为自己多大职位呢，原来只是个弼马温呢。不过李毅很快就反应过来，城隍说的话重点是免费2个字。城隍爷，那不免费成吗？多少钱一颗？我买。多少钱？这个你得和钱行长商量了，毕竟阴间阳间的汇率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以功德来换算的。我这续灵丹一枚价值100点功德，你要有的话可以直接兑换。能不能便宜点？功德不够也可以用钱来凑。钱行长，现在功德和现金的汇率是多少？如果是家人祭奠祖先讲究的心意诚意，2块钱的冥钞就能兑换价值2点功德的冥钞。不说这个，就说他直接拿钱换呢。如果是直接兑换，需要1万块钱兑换1点功德。咦，你要不要换？这也太贵了吧？你以为我们合伙坑你？不说我，钱行长你是了解的，你感觉他会坑你吗？那我用45点功德，外加55万现金兑换1枚续灵丹，总可以吧？没问题，成交。城隍爷笑着摸出一个大药瓶，拿出一颗药丸扔给李毅，看得李毅目瞪口呆，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啊！行了，你和钱行长下去结一下账，我这儿还得继续办公呢。不用，我自己走。
城隍爷的续灵丹虽然贵了点，但效果确实没得说。行了，你的45点功德已经转给城隍爷了，剩下55万，你明天以刘建安的名义捐给慈善机构就行了。这就行了？对呀。那我就先走了。我去，真的给你治好了？城隍爷的续灵丹还是很有效的。七格志脸色有点复杂，他没想到李毅竟然这么大的面子，真能拿到城隍爷的灵丹，看来这家伙在下边果然有人啊。李大师伤刚好，要不要再休息一下？不用，咱们得马上过去再杀他个回马枪，趁那个姓范的以为我重伤没什么防备，直接去干他。老大你没事啊？姓范的人呢？已经走了，大奎跟着他呢，让我留下来看着。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不知道，不过那个胖子肯定知道，他还在里面呢。里面有人？还有个胖子在里面，神神叨叨的，也不知道在干啥。走，逮住他问问。哟，这是干嘛呢？别动他，看这架势，应该是生魂出窍了。怎么能把他叫醒？打他，一打他本体，他的生魂就能感应到，估计就会跑回来了。不过如果现在他的生魂是和范先生在一起，估计就会打草惊蛇了。那就先不动他。对了，老道，刚才来的时候你跟着姓范的取宝贝，看到他是从哪儿拿出来的吗？就在这儿，密码我记着呢。齐大师，你来看看有什么相中的，只管拿好了。这些法器倒是不错，不过对我来说不太趁手的，倒是李大师这把七星剑，虽然和这些比起来品相差一点，倒是比较适合我。这七星剑也是从这儿拿的，给你。李毅把七星剑丢给了齐格志，然后一股脑的把剩下的法器全都收起来。就在这时，齐格志的手机响了。喂，什么？你跟他说他的同伴在我手里呢？怎么回事？姓范的追到我店里，把我徒弟绑了。我操！很快，李毅等人就到了约定交换人质的地点。可齐大师的老徒弟一上来就开始发狂，对着齐大师一顿输出，让他住手。你可以杀了我，但他会把你们全杀了。你当我不敢？你当然敢，但有什么意义呢？这具皮囊虽然不错，但我已经用了3年，早该换新的了。我看你的机智倒是不错。范先生说完，就从身体里飘出来一个黑影。李毅见状，立马掏出鬼差令。你竟然是鬼差！你要是想下去受罪，你就继续折腾。哼，别以为你是鬼差我就怕你。不怕你退什么？找死！呵呵，鬼差又怎么样？今天就让你死在这，省得过几天给我找麻烦。李毅有点懵，不知道这个过几天是什么意思。不过那不重要，还是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接着抬手就把鬼差令朝着黑影砸了过去，不过不出意外的被黑影躲开了。鬼差令你都敢扔，这下没了护身的法器，正好当我的皮囊。这是要夺舍啊！眼看着黑烟朝自己冲过来，李毅惊恐的张大了嘴巴，黑烟竟直接钻到李毅嘴里。一瞬间，李毅感觉就像是大热天喝了一口冰镇啤酒，竟然感觉有点爽，最后忍不住打了个饱嗝，然后又有点懵了。话说恶鬼夺舍不是会压制住自己的神智，整个身体都归他了吗？怎么自己好像没有半点反应啊？难道说自己拥有什么特殊的体质？恶鬼不但不能夺自己的身体，还能把鬼给吃了？那这也太爽了吧！另一边，韩影正在和胖子打得热火朝天。胖子，范先生已经死了，你还不乖乖投降？别看了，魂飞魄散，连个渣都没剩。不可能，你不可能打得过他的。看到这是什么了吗？你竟然是鬼差，倒是有点见识。现在投降，我可以在城隍面前给你说句好话，让你从轻发落。看来你啥都不知道啊！说完，猛然飞身朝着李毅冲了过来。李毅见状，立马往身上拍了一张神打符，接着又掏出一把铜钱往地上一撒，地气升腾之下，胖子的动作顿时慢了下来。小子，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几根银针，对着自己脑袋上的穴位就刺了下去。你看你这是干什么？打不过也不用自残啊！胖子发出一声怒吼，接着似乎力气变得大了许多，地气的束缚都被他挣脱了，瞬间就来到跟前，一把将李毅提了起来。看你还不死！李毅却在被他高举的那一刻，一巴掌拍在他头顶的那根针上，胖子瞬间暴毙。又杀人了。其实第一次杀那个邢大师应该不算，毕竟那时候动手的是黄鼠狼精的残留神念，可这次却是活生生的弄死了这个家伙，这才是自己弄死的人命啊！老板，我没事，带他们先走。那你呢？我收拾一下善后，快走。随后李毅拿起鬼差令，在心里默念老金的名字。你小子又捅什么娄子了？那什么，刚才打死了个人，还吃了一个鬼。吃了一个鬼？好家伙，你竟然抓住了个地狱逃犯啊！地狱逃犯？地狱里有逃犯也不算什么稀奇。每年7月15鬼门大开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鬼跑出去不再回去。一般没执念的鬼在阳间会损伤阴气，当天不回去，天亮就会魂飞魄散。可也有一小部分家伙能附身到活人身上，这些地府逃犯就是我们黑无常需要抓的主要对象。看来你这活干得不咋样啊！这家伙在市里折腾好多年了，
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回去我找城隍爷给你请赏。赏不赏的先不说，你让他把我欠的功德免了就行了。另外还有抓的逃犯，是不是也能赚点功德？赶紧给我兑现了，我急着用呢。你要干啥呀？没听我说，刚才还杀了个活人吗？那家伙会写法，生魂离体，就和上次那个侏儒一样，并且他本体很厉害，差点杀了我们几个呢。幸好我把他弄死了，可这大街上万一有监控什么的，我不就麻烦了吗？原来是这事儿啊！好办，这次你抓了个地府逃犯，也算是公事，可以走公费开支。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你给我报备一下，不用浪费你的功德。善后的事情交给了老金，李毅则步行回到养老院。第二天一早刚睡醒，严明就打来了电话。严队啊，什么事儿？魏六那个案子基本上定了，那警察估计最少也得判10年。还有那2个真凶，抓住之后的认罪态度比较好，估计最多无期。只是可怜他们2个潜逃出去20年，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突然挖出来陈年旧案，无异于晴天霹雳呀！家里人都快哭死了。你们警察不是讲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待犯罪分子坚决不容情吗？我同情的不是那2个真凶，是他们的家人。好了，这事儿基本定性了。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想找你打听点情况。昨天晚上文化路那件杀人案，你知道吧？听到这话，李毅顿时紧张了起来，心想不会昨晚的事情暴露了吧？这老金是咋办的事儿啊？这么不靠谱。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你不看新闻吗？没看，忙得要死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文化路有辆车想走非机动车道转弯，撞到了正常行驶的电动车，他下车二话不说就把人给揍了。打完不过瘾，又回车里拎了一把砍刀，上去砍了2下刀，却脱手了，被人抢先捡起来，反手把他给砍死了。网上现在吵疯了，有说是正当防卫的，也有说是防卫过当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杀人的电动车主说他对当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并且昨天夜里在医院一直嚷着看到死者进了他的病房。你认为这里面有鬼？这是你说的，我们警方只能认为他精神受刺激太重，出现了幻觉。那你还找我？咱们当初不是说好了吗？再有这种案子你得帮我的。李毅寻思了一下，决定这个活还是要干，虽然不给钱，但能赚功德呀。功德是真值钱啊，一点就相当于1万块呢。那行吧，我明白了，说吧，我去哪儿找你？那你来人民医院吧。死的那个人外号昆山龙哥，是这一带有名的无赖。什么无赖？对，连地痞都算不上的那种。你说他厉害吧，其实他啥也不是；你说他不厉害吧，还总喜欢欺软怕硬，开车到处讹人。没想到这次把命搭上了。这种人真是死有余辜。李毅，别管他了，咱们走吧。虽然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我职责在身，而且现在是法治社会，就算他有罪，也应该有法律来制裁他。你要相信，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呵呵，这根本就是一句屁话。迟到的正义还算什么正义？顶多算是个弥补。那什么，不说这些了，咱们赶紧进去吧。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有规定，所以我只能带你在门外看一眼。他不是挨了2、3刀吗？怎么没伤？用刀被砍的，伤了骨头，没伤到皮肉。砍人的时候可能不是他，监控都拍到了，怎么不是他？你是说他被那啥附身了吗？说个鬼字能死啊？这事如果该你管，你就尽快搞定好了。我能管什么？我知道你也同情他，但官司什么的不是我能管得了的。我只能查查是不是那个恶棍纹身男的魂魄没消散，或者查查附身他的是什么鬼罢了。那你查你的。哎，这家伙也真是的，奋起反抗，砍2刀也就算了，非要再去追着把人家砍死。本来一个正当防卫，这下变成防卫过当了。一看你就是没遇到过无赖，你这次砍不死他，回头他能不杀你全家？这不是有警察吗？呵呵，警察他能护得了你一时，但绝对护不了你一世。总不能以后一直派个警察贴身保护吧？对于罪犯他们行，可对付这种无赖，警察是没用的。虽然你这话让我听着很不舒服，但我还真没办法反驳你。确实，对于这些无赖，我们也很无奈。法律就是这样，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违法了，谁也拿他没办法。行了，活人的事儿不归咱们管，找找纹身男的鬼魂才是重点。那你准备怎么找？这个你别管了，该忙什么忙你的去。行吧，那你自己小心一点。李毅正寻思着要不回去一趟接上朱大奎和老道，毕竟他们2个扫楼比较方便。忽然看见墙边一个鬼影徒手爬到4楼钻了进去。嘿，正愁找不到你呢。就在李毅赶到4楼的时候，这个鬼已经到了病房门口，正准备进去。你他妈谁啊？竟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还想不想混？傻逼！信不信老子砍死你？傻逼！还真他妈把自己当人物了。你给我等着！呵呵，你让我等着干嘛呢？等我找人砍死你，砍死你全家！对于这种货色，李毅实在是懒得搭理他，鬼差令直接按在他脸上，差点让他魂飞魄散。好，这位鬼差好魄力，
知道我是鬼差，你还敢围观？呵呵，我看得出来，这位鬼差不一般，不会无缘无故抓我们这些孤魂野鬼下去的。再说了，在这事儿上，咱们是一边的。是你附身在白衬衣身上砍死了这个王八蛋吗？没错，并且从昨天开始，我一直都在这里守着。昨天晚上被他跑了，寻思着今天怎么着也得弄死他，却没想到被大师抢了先。他还没死呢。呵呵，我不介意帮大师完成最后一下。这事儿不劳你费心，说说吧，你为什么要附身那白衬衫身上，害他去杀人？这话就不对了呀。当时他被人那么欺负，不反抗一下还算是个男人吗？我只是帮帮他罢了。你这么一帮，他杀了人是要吃官司的。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被判刑怎么办？他这岁数正是上有老下有小，是家里的顶梁柱，真要进去了，这一家人怎么办？那也不能被欺负不还手啊。再说这家伙都动刀了，我只是帮那位一把。你帮得很好，直接帮他弄出一条人命，基本上等于把他帮进了监狱里。说的冠冕堂皇，原来鬼差也这么怂。我说的是，你没有做这个决定的权利，究竟是认怂还是奋起反抗，应该是活人的事情，得看他自己的决定。你出手干预是不对的。呵呵，我已经帮了，现在多少人在为他叫好，称赞他是白衣大侠，这就证明我做的没错。叫好？你把那个叫好的放在现场，你看他敢不敢反抗？他们在叫好也没一点屁用，因为杀人的不是他们，可能会坐牢的也不是他们，这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那你的意思是，即便遇到这样的混蛋，也不能反抗，放任他们不管？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走货，才惯得那些混蛋横行无忌，无法无天。你就别在这装高尚了，你是鬼，看起来还有点道行。你要真想帮他，有的是办法，何必非要利用他的肉身杀人？你大可用别的方法搞死这个混蛋。说白了，你还是怕自己以鬼身杀人会被地府捉拿，所以你也别在这自诩侠义了，丢人。你附身在活人身上，并且还杀了人，这个罪责你是逃不了的，还是乖乖下地府报道吧。我没有错，我做的完全正确。有错没错，你应该找判官老金出来收了他。哼，既然你已经抓住他了，我也就没必要在这儿保护那个白衬衫了，后会有期。想走没那么容易，走吧，是非功过，生死簿上自有评论。人不是我杀的，我只是附身上去给他一些勇气罢了，你凭什么抓我？这事儿的确有点说不清，所以这事还是交给判官好了，我只管带你回去就行。我不服，服不服是你的事儿，怎么判由判官来定。你既然牵扯到命案，我就有权捉你回去，让你不再滞留人间。您老这铁链不错啊，给我也弄一条玩玩吧。这是阴司专用的，你想玩得先死了才行。对了，城隍爷说了，你欠的那55点功德可以不用还了，就当是你抓了一个地府逃犯的奖励了。好，那就好啊，这相当于直接省了55万啊。我跟你说，那家伙在地府逃犯的名单里好像还有赏金，我特意查了一下，赏金是100点逼格。李一刚想问逼格是啥，老金就带着2个鬼消失了。回到养老院后院，李一特意把这件事情给老道和朱大奎说了一遍。这事也不全是那个鬼的错，他只是行侠仗义的想帮个忙罢了。如果那个白衬衣不反抗，或许就是受点轻伤，受点屈辱，倒是不会坐牢，但他一辈子可能会为这事后悔，为自己感到窝囊。那样还不如让他痛痛快快的砍死那个混蛋，找回自信和自尊呢。再说了，如果他不砍死那个家伙，以那家伙的德行，将来肯定还会欺负别人，他这也是为民除害了，能赚到不少功德。或许下半辈子他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也或许下辈子就有个好命。但愿吧。几天后，齐格志来到养老院。你这地方倒是不错，就是有点远了。清静吗？怎么样？你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吗？我准备过几天就回去了。回去？对，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游历一下罢了。如今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也该回去向师傅复命，继续闭关修炼了。你还真是什么隐秘门派的修真弟子啊？什么修真不修真的，我只是个道士罢了。不过我们的道观在大山里，平时很少下山而已。这次也是按照我师傅的命令下山长长见识。不过走这一遭，我却感觉我这道行实在差远了。上次被你打败了，我还不服气，认为我是心软了，被你取了巧。可这次你却一个人对付了他们2个，要不是你，我们全都没命了。所以我还是乖乖回去继续修炼。呵呵，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是好事，好好练几年再出来得了。放心，过几年再见，你肯定就不是我的对手了。这是我那个小店的房产过户手续，你找人办一下交接好了。什么意思？我在这边也不认识别的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修道者都是身外之物，留给你感觉比较合适吧。或者那个小店你可以继续开着，
好歹我也算打出了点小名气，有人遇到事儿总会找过去的，能解决的问题你也顺手解决一下，也算降妖除魔，为民除害吧。这不太合适吧？要不你还是说个价？不用客气，在我看来，你送我的七星剑比这房子更珍贵。说起来，我还欠着你人情呢。呵呵，那我就不客气了。什么时候走？我给你践行。后天就是7月15，过了7月15我就走。刚好7月15我搬新房，到时候要请几个朋友吃饭，正好你也一块过来热闹热闹吧。此时七格志并不知道李毅所说的几个朋友实际上就是黑白无常。很快李毅乔迁宴的事就在养老院传开了，不少老人都随份子参加，甚至还有人准备了节目，说什么7月15讨个吉利。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我的10家到了9家锁，还有1家门没关。喜鹊老婆她没地儿住了，明年的甲鱼也够呛回沙滩呐。左手拿起文王鼓啊，小锣打鼓啊，买袋羊呐。搬兵弟子我小门户，我这问上仙你搁哪儿住的？来天你别走岔路，这京哈县这个修高速，堂前放了2杯酒，我这1杯贫穷，我这1杯富有，我这摘去不欲打走狗，问今生苦难何缘由？为啥这今年百姓日子不好过呀？为啥这风雨雷电总天灾人祸呀？我咋还影影绰绰看你挪了窝呢？是不是动迁也没带你就出去拼搏？眼看人已经到齐了，李毅便摸出鬼差令联系老金，好半天老金才给了个回应，今天的计划取消，地府那边出事了。今天是鬼节，地府会打开鬼门，允许阴间的亡魂返回阳间看望其人，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亡魂都能重回阳间，只有那些生前行善的鬼才能回到凡间。这些鬼即便返回阳间，也不会对活人造成什么干扰，无非就是收收家人的供奉，天亮前自己就回去了。怕的是那些还在受刑的有罪之鬼冲破地狱牢笼，也跟着跑出来就比较麻烦。这些家伙在下面受的罪你根本想象不到，一旦跑出来就不愿意再回去，并且受罪时间长，心理扭曲不说，有的还会被激发出一些法力。我就是个小小的鬼差，还是个活人呢，怎么着也和我不沾边。说的也是，也不知道这次逃出来多少个鬼，如果运气好抓到几个你就发达了。齐兄，要不你别走了，咱俩联手捉逃犯去吧。李大师，我这水平就不给你添乱了，如今我归心似箭，还是早点回山修炼比较好一点。是修炼重要还是为民除害更要紧啊？抓完了地府逃犯你再回去也不晚啊。修道之人讲究一个从心，我已经决定了回去闭关，再留下也会心神不定，徒增烦扰。齐大师能有这样的想法，看来已经有所悟到了，回去之后肯定会修为精进，早日有成的。多谢李道长，那你们继续吧，我就先回去了。那走吧，我去送你。说完李毅就送他去大门口，七哥支叫了滴滴，等车的时候发现远处一个不成人形的鬼慢慢走了过来。别看他，装作看不见他。为什么？死这么惨，8成有怨气，到时候缠着你帮他报仇啥的，麻烦死了。嘿，俩屌丝看美女呢。那个鬼见2人没反应，又继续朝着养老院里面走去。找你的吧？不认识啊，也许他是找哪个老人的吧。可能是地府出来探亲的吧，反正你小心点好了。车来了，你也路上小心点。七哥志走后，李毅在院里转了一圈，也没发现那个鬼去哪了。李毅晃悠着来后院，习惯性的先去老房子看了一眼。宋阳已经躺在破床上睡着了，老道和朱大奎也喝醉了。方婷、韩颖已经搬去了新房，因为是女孩子，所以那边每人分了一间卧室。李毅寻思着赶紧上去睡了，顺着楼梯上了2楼，却不想楼梯口扔着一个沙发挡住了去路。再往里一看，新送到的家具东倒西歪，我操，不好！李毅一下子清醒了，瞬间冲进方婷的房间，里面却没人。再打开韩颖的房门，只见韩颖直挺挺的在床上躺着一动不动。韩颖，你怎么了？韩颖，你快点起来啊！哎呀，完了！老大，我们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没有找到那个鬼啊！院里和大门口的监控我都看了一下，没有发现婷姐，可能她是翻墙出去的，或者就是她还在养老院里。韩颖是趁着鬼门开，阴气重，正在进行蜕变。什么蜕变？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变成僵尸的道行还太浅了，修炼到一定程度就会蜕变一次。什么时候蜕变不好，偏偏赶在今天？也就是今天阴气重啊。那什么，我刚才又检查了一下方婷的房间，发现里面残留的鬼气很重。你的意思是说那个鬼比较厉害？
不是，虽然鬼经常在的地方往往都会有鬼气残留，但能够导致鬼气快速泄露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鬼受了伤。你是说方婷伤到那个鬼了？这个不好说。方姑娘虽然点了牛眼泪能够见到鬼，但她没有半点修为，是很难伤得了鬼的。所以我怀疑那个鬼应该是本来就有伤在身，所以才会残留了大量鬼气。哦，我知道了。刚才我在门口看见一个四肢都是残躯的鬼进了咱们养老院，我还以为是谁的亲戚呢。那家伙肯定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别说人了，鬼也一样不可能保持那样的形态还活着的，所以只能是在地狱里承受大型的恶鬼，才能在那种情况下还不会魂飞魄散。现在的问题不是考证他是哪儿来的，是要赶快找到方婷。好吧，他既然是地狱里逃出来的，身上都带有地府的烙印，你用鬼差令感应一下就能感应到周边带有地府烙印的鬼了。你怎么不早说？李毅急忙掏出鬼差令，按照老道的提示开始感应。很快，李毅就感觉到自己背后的旧仓库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二话不说就朝那边跑了过去。屌丝，你能看到我？你竟然敢踢我，小子，你死定了，你知道吗？你个地府逃犯还不束手就擒，还是想让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原来你是鬼差呀！鬼差鬼卒，我见一个杀一个，这次你别想再活着了。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用这个可以镇住他。果然符纸刚拍到恶鬼头上立马就不动了。李毅顾不得其他，先把方婷叫醒最要紧。李毅快跑，这里有鬼。没事了，鬼已经被我抓住了。你没受伤吧？刚才翻墙掉下来磕了一下头，没流血啊，怎么就晕过去了？看来是没什么事儿。说说吧，你来这儿是有原因的吧？我这暴脾气老大，我帮你纠察。说，你为什么要害方晴？那鬼不说话，朱大奎又一巴掌抽过去，这回用的力气大了点，那脑袋滴溜转了一圈，直接飞了出去。我去斩。不能去，他已经脱离符纸压制了。就算他没了身子，你也不是他的对手，并且没了身体，他甚至还能飞，再不济也能滚。凭咱们是追不上他的。只剩一个脑袋，还让他跑了。老大，都怪我使劲儿太大了。算了，先回去吧。怎么会出了这种事呢？咱们这儿有鬼有大师的，还差点让鬼掳走了方婷，实在是太丢人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他要来找方姑娘呢？我感觉他好像有点面熟，可实在想不起来了啊。想不起来就算了，今天是鬼节，又有地狱逃出来的恶鬼。不过这种情况也就这一晚上罢了，明天天一亮，不管他是地府的鬼还是地狱的逃犯，都得灰飞烟灭了。这个不好说，我看那家伙的情况，8成是有点道行了。这种鬼一般都能找到在阳间活下去的方法。那怎么办？要是他再来，咱们就麻烦了。反正大家多小心吧，实在不行就在这栋房子准备点阵法什么的，可以阻挡阴煞进入楼内。不过那样的话，我和大奎也进不来了。好，就这么办。反正你们两个平时都是住在平房那边，这里主要让我和方婷能晚上睡个安稳觉的。需要什么东西你直说，明天一早咱们就开始布置阵法。第二天一早，李毅准备齐了材料，就按老道说的开始布置阵法。那个鬼头跑了，不过我怀疑他还会再来。你说他是从前门过来的，可前院那么多人他不管，却直奔方姑娘这边，肯定是有原因的。姐，你想起来那家伙是谁了吗？我就感觉他有点面熟，可真的想不起来他是谁了。你原来没得罪过什么人吧？我这脾气你还不知道，得罪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我得罪谁也不至于把人得罪死了啊，变成鬼也不放过我，不至于吧？说的也是，你就是嘴上厉害，其实人不坏。怎么嫌我嘴上厉害，说话不好听了？那什么，今天天气不错啊。这下麻烦了，怎么回事？鬼怕阳光，晒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魂飞魄散了。可下雨却不同，雨水中包含阴气。昨天晚上地狱逃出来的鬼，本来今天中午大太阳一照，几乎都得被晒死了。可这一场雨下来，估计能活下来大半。别怕，不是打咱们的。什么意思？没听出来吗？韩影错不了，他这算是渡劫呢。还真有渡劫啊！当然有啊，山精鬼怪到了一定的道行，就会惊动天道，都得渡劫。李毅正想出去看看，没想到门口站着一个女人，看模样披头散发的样子十分吓人。小影，你怎么弄成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她的？她的衣服是我陪她去买的。恭喜韩姑娘渡劫成功。
安顿好一切后，李毅就带着宋阳来到了齐大师留给他的铺面。怎么样？小了点，不过位置还成，卖的话倒是值个几百万。卖什么？这么好的店当然得继续开。怎么，你要在这做店吗？不是我，是你。啊？什么？让我做店？没错，以后你就是宋大师了。别开玩笑了，我什么都不会，你让我怎么弄？不会就学呗。而且关键不是让你在这算卦看风水，主要是弄个店面拉点大活。哦，你意思是我这是个办事处，接到活了还是你出马解决？没错。这样倒没问题。在哪儿呢？一块喝点啊！遇到什么好事儿了？前2天那个案子定性了，正当防卫，直接放人。直接放人？行啊，你们总算办了一件好事。说的什么话？好像我们平时没办过好事似的。哈哈，这个必须得喝，想喝什么随便挑，我请。我已背上一身苦干，后悔已去。你眼里的此刻中露泪，这个世界已不知发觉的空虚，不想你离去。这个你们也应该管管。我是刑警，又不是治安大队的。再说了，这种情况也管不过来。你这边整顿了他们，停工2天，风头一过，立马又原地复活。那还是因为你们力度不够持久，天天严打不就得了？2位大哥，警察也是人啊，天天加班整顿，不得累死啊？那是没有找到根源。你看那个缺条胳膊的女孩，小板车上还有个没腿的小孩，哪有这么惨的姐弟俩啊？这分明就是有组织的职业乞丐。这事儿不能埋怨严警官，他能看不出来有问题吗？可这种事情没法查。怎么个没法查？我看过一个报道，有些这样的孩子并不是被拐骗的，而是被父母租给那些家伙。智障、残障的孩子一年租金2、3千，人家甚至还有合同呢。那也是犯法。犯法不犯法的先不说他，关键是你就算把人抓住了，反倒麻烦大了。这帮残障孩子被你解救了，可他们的父母可不领情，少赚钱了不说，还得养着他们。人家不但骂你多管闲事，甚至孩子都不要了。这些孩子你让警察怎么安置啊？孤儿院、福利院是干嘛吃的？实在不行，我就成立一家孤儿院，我接收他们得了。喝多了就会胡扯，开养老院多少还能赚点钱，开福利院还不赔死你啊？你说你能接收？对，确定不是醉话？不是。好，走。说到开福利院，李毅本来有点心疼钱，不过看着那姐弟俩的样子，他真的说不出反悔的话。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白院长说过，不管是帮助活人还是帮助鬼，做善事都能赚到功德。与其捐那些不明用途的款，还不如自己开个福利院呢。到时候救助的孩子越多，得到的功德也会越多。你俩别动，我自己先盯着好了。这会儿还早呢，等他们收工回去还得一会儿呢。那么麻烦干嘛？李毅说完，直接走了过去，掏出100块钱放到碗里。谢谢叔叔，谢谢。你们一天的任务是多少钱？再给200，够不够？我们俩1天800的任务，现在才要了300。李毅一听这话怒了，1天800，1个月就是2万了，这才2个孩子就这么多，谁知道他们这个团伙一共有多少孩子呢？那帮天杀的人贩子还不得发死啊！谢谢叔叔，我们不能再要你的钱了，我们再去前边讨一讨就能完成任务了。行了，大晚上的你们别跑了，在哪儿集合赶快回去吧。谢谢叔叔，谢谢。你们等我消息，把救兵准备好，我等下给你们发位置。你丫的干嘛呢？这位大哥，你知道李建华家住哪儿吗？什么李建华？你是干嘛的？我是来找人的。大半夜的找什么人啊？不认识，你上别处问吧。那行，谢谢大哥啊。李毅说完就往前走，假装离开，然后躲在面包车后继续观察。三狗子，你丫怎么把车停门口了？卸完货不开到外边停着，在这挡着干鸡毛啊？听到对话，李毅探出头来一看，他们口中的货竟然是几个瞎子，没想到这团伙竟然还有手艺人。几人进了院子后，很长时间都没动静。李毅感觉很不对劲，又悄悄地摸进了院子里，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李毅观察着院子，发现一个库房门敞开着。何方妖孽在此害人，还不速速现形？呵呵，我还当是谁呢？你来的正好，免得我再去找你了。就这也好意思对我用？趁着功夫，李毅掏出了鬼差令，先给老金发了信号，然后就冲了过去。鬼差令当头就印向鬼头的脑门子。就凭你也想和我斗？上次要不是我刚从下边回来，真气不足，就凭你们还想打败我？现在我已经吸够了阳气，今天你死定了。我说咱们是不是有点误会？你吸阳气专找这些家伙啊？我是来抓他们的，算起来咱们算是一边的呢。错，谁和你一边？
这些都是我的徒子徒孙。我吸他们阳气，是因为他们的气场和我相近，这才能让我最大限度的恢复法力。要不是你打扰，老子这会儿都已经吸干了他们的阳气，已经能够重新凝聚真身了。你说他们是你的徒子徒孙，那你和方婷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跑出地府就直接找他去了？当年要不是因为他，我也不会被警察抓住，最后死在牢房里了。李毅顿时明白了，难怪方婷说看他有点眼熟，原来这家伙就是当年被方婷坑了的那个傻逼人贩子啊！哦，那什么？废话那么多，受死吧！别，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让我问完了，我也好死个瞑目。好，你问吧。我就好奇你是怎么从地狱里逃出来的？我是想着我下去了，估计也得进地狱，问清楚了，说不定也有机会逃出来呢。你就别做梦了，我出来是坐了个顺风车，你可没那么好的运气啊！顺风车，地府也有顺风车了吗？李毅还没寻思出什么意思呢，鬼头就已经冲了过来。李毅等的就是这一下，二话不说，一把抓住鬼头就往自己嘴里塞。你小子行啊，这可是地狱逃出来的恶鬼，又刚刚吸了不少阳气，算起来这道行少说也有110年，却被你一口就这么吃了。我说你啥时候能来得准时一点？我都怀疑你是早就到了，故意不现身。我要是来早了，你还能吃得了他吗？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我露面的时机太早了？那我下次再晚点。算了，别扯没用的了，你回去交差吧。不急，还好你来得及时，还没闹出人命。要是等到后半夜，估计这一屋子都得变成干尸。等着阳气被他们吸尽了，就都醒过来了。金大爷，你这又是什么宝贝？别管什么玩意儿，反正你还没资格用呢。严队，赶紧带人过来收尾吧。那些犯罪分子全都抓住了，他们一共控制了15个人，其中有8个孩子，7个大人，全都是残疾人。几个成年人表示是自愿跟着他们赚钱的，还歌功颂德说那几个家伙是帮他们生存的，是好人啊。那几个孩子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他们租的，也有他们拐卖的。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孩子有多可怜，要不够钱不准吃饭，孩子生病更是没人管。已经在联系受害者的家人了，不过现在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你说过的人你接收，不会反悔吧？大哥，你不能这样啊！我答应的是接收孩子，不包括大人。另外，我是寻思着再盖个福利院，可这还没开始呢。那这样吧，我先问问市里的福利院能不能接收，如果他们能接收就算了，不行的话你必须给我接着。这个没问题，实在不行，先放我养老院几天也可以。但要盖福利院的话，你们警方得帮忙跑手续。行，我先给领导反映一下情况。要盖福利院可不是嘴皮子一碰就能成的，花钱不说，关键是跑手续、批地皮，还有各种证件、资质什么的，全都是麻烦啊。这事交给我好了。怎么不相信我的能力吗？当年我也差点被抓去打断了腿当乞丐了，现在想想都后怕。既然有那个鬼头，也算和我扯上了关系，我有责任帮他们安置下来。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这里面有200多万，盖福利院估计不太够，不过咱们这算是非盈利的，可以让官府给点优惠什么的，后期运营还可以考虑募捐。反正我就这么多钱，先用着，大不了回头赚钱了再追加一点。这可是你全部家当了。无所谓了，赚钱不就是为了花吗？咱俩也是从孤儿院长大的，当初多亏了社会捐助才长这么大，这次就算是回馈了。你放心吧，你出钱我出力，这事一定给你办好了。不对，你再给我转过来点，我就这一张卡，兜里没钱怎么过日子啊？小李呀，你没钱了我们可以理解，可你不能让我们断粮嘛。老大，没事儿，我这儿还有2盒烟呢，还能再坚持2天。行了，不会让你们断粮的。老宋，你去拿条烟，搬箱酒过来。掏钱。赊账。赊账没问题，不过得算利息。老板，我可以把前段时间直播的钱提现。提现可以，你自己留着花吧。这段时间你也没办法直播了，总得手里留点。那什么，你也不用考虑着给我赚钱了，你的仇我会帮你报的。老板，谢谢你。呵呵，你都叫我老板了，我不护着你，谁护着你啊？那等我的伤好了，就去报仇。报仇可以，不过别杀人呐。你忘了为什么杜姐遭雷劈了？那就是你还有杀心，只是没有付诸行动，不然这次直接就把你劈死了。对，老道的话没错，到时候咱们还是把罪证什么的查清楚了，交给警察抓人，让他们坐牢好了。李毅，快点来前殿，有热闹看了。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鬼附身，一个小孩跑来说花老太太是他的，重生回来找老伴来了。啊！
当年你是厂里的厂花，你管着仓库，每次我们车间需要材料，我都抢着去仓库找你领。你当时最喜欢穿那件花衬衫，咱们结婚后你还经常穿着。那时候日子穷，好几年我都没给你买过新衣服。后来我说要娶你，你妈说要有一辆自行车，我把买烟钱全都省了下来，捡烟屁股抽好几个月才存够了钱。这小年轻明明像学生，可说起话来那架势神态却是老气横秋，丝毫都不带做作。结婚后咱俩家负担都重，每个月发了工资都要先计算着留够生活费，剩下的都交给家里老人了，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紧巴。后来生老二的时候你难产，我没钱交手术费，医院不给剖，我是给厂长下了跪，才从厂里财务那里借到了钱，差点就晚了。李二愣，真是你啊！是我，真是我啊！一看这情况，李毅赶忙招呼吕院长把大家疏散。李毅则过去叫上花老太和那个小伙去办公室里说话。小伙子，小李，你怎么称呼的？你管我叫阿姨，得管他叫个大伯。那什么，你这个情况很神奇啊！你这是重生了吗？还记得前世的事儿呢？对，清清楚楚。花阿姨，你老头是什么时候去世的？5年了，再过半个月就是他的忌日。这不对啊，你得有17、18了吧？你不应该是重新投胎的啊！花老太愣了愣，一下子放开了小伙子的手。不是，我是前几天才突然记得前世的事情的。花阿姨，我想这肯定不是你老头重生变成他的，因为你老头活着的时候，他应该也12、13岁了，这明显就是2个人嘛。可我清清楚楚记得上辈子的事情啊。这个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你肯定不是他老头，不过我会慢慢帮你们查查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的。你能查得清吗？他肯定行，小李算卦看相非常准的，人家老板为了感谢他都能送宝马。小李，这事可就麻烦你了，一定得给阿姨查清楚啊。依我看，他这不是鬼附身，他身上只能看到一个魂魄，并且阴气也不重。那他是怎么记得李二愣那么多事情？鬼的记忆主要靠3魂之一的人魂来承载，所以有可能是李二愣的魂魄散了，只有一个人魂附身到他身上了，所以他自主意识还在，唯独多了一段记忆出来。那这事儿怎么处理？这事儿对咱们来说比较麻烦，你最好还是找下边帮忙。首先得查一下李二愣的鬼魂还在不在，看看是不是他丢了人魂。如果确定是李二愣的人魂，就让下边帮他取走就行了。李毅掏出鬼差令，寻思了一下，这事还是应该找白院长。呼叫了一下没有回应，估计白院长正忙着呢。妈，哪个混蛋占你便宜了？我看谁这么大的胆子，咋的？装神弄鬼当我爸呀？咋的？就你想当我爸呀？有话好好说。你搁这个水哪呢？嘿，能好好说了吗？你个死骗子，看老子不弄死你！谁是骗子啊？我是养老院的老板。老板咋了？老板就可以随便坑骗老人吗？你们搞错了，他是我们老板，他才是来找花阿姨的。不好意思啊，搞错了。挺大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冲动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抱歉，这真怪我们，回头我再好好道歉。就是你要当我爸呀，今天就让你长点教训，免得再出来骗人。大牛、二虎，都给我闭嘴！啊！妈，你咋把我们小名都给别人说啊？我没跟别人说过，他可能真是你爸。怎么可能？你别被骗子忽悠了。那也比你强。你20那年去广东打工，在火车上听别人说和健力宝中奖了，有3000块的奖金。人家说半路有急事要下车，就想把奖给卖了。你小子把路费盘缠，一共250多块全给了人家。这下你们信了吧？妈，这种事咋能信啊？这是迷信，这不科学。对，这绝对是骗子，想谋夺咱家的财产呢。小李，阿姨是真没辙了，你看怎么办吧？这事的确很奇怪，最大的可能就是这孩子得了癔症。癔症这种问题是偶发的，暂时的，可能过2天他自己就好了。他这病可以啊，一病就要给人当爹啊。你要再这么多话，这事我就不管了。我倒要看看他能把你家的事说这么准，到时候得多少人相信他就是你爹。行了，你们都走吧，让花阿姨和这小伙再聊聊，或许就能让他醒过来，癔症就好了。什么？你还让他和我妈坐一块唠嗑？那绝对不行。你还不愿意了？你也不看看你妈都多大岁数了，人家还是个孩子呢。那什么，花阿姨，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行了，你说的也没错，别说他不是我老伴，就算他真是我老伴又活过来了，我也不能再和他过了，他还是个孩子，我怎么能把他糟蹋了呢？你怎么来了？这事该我管，这不是地狱逃出了不少鬼吗？我们追捕的时候，有的捉住了，有的则是直接打个魂飞魄散，可能有魂魄打碎了，人魂没灭掉，附身到那小伙身上了。看看你们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该找倒霉吧。魂魄打散一般都会在短时间内彻底消散，可能打的时候刚好那小伙从旁边路过，不小心撞到了散掉的人魂，才造成这种情况。得了，说说现在怎么办吧。把那一丝人魂抽掉。那你赶紧跟我来吧。人魂我已经抽走了，皮二龙的记忆很快就会消失，过2天他就会彻底恢复了。李毅，那边出什么事了？是不是鬼附身？差不多吧，问题已经解决了。你那边跑得怎么样了？市局这边的领导帮忙和市里谈过了，地皮这一块肯定更不能给在市区。目前有2个地方让咱们考虑，一个是南郊的黑龙潭，还有就是北郊苍云镇那边。回头咱们实地考察一下再说吧。那个资金的问题得赶快解决啊。资金方面我再想想办法吧。上哪儿接大活啊？李毅忽然想起来之前范先生把他拉进了一个群，有人在吗？范先生怎么联系不上了？我也联系不上，上次的活还没给我结账呢。他也欠我一笔酬金呢，会不会是卷钱跑了？不应该吧，范先生信誉一向很好的。会不会是碰到仇家被人打死了？不至于，范先生的实力我见识过，反正我肯定连他一只手都打不过。你打不过，肯定有别人打得过啊。不过前段时间我听说范先生要有大动作，估计是大活没干成，折了。范先生联系不上了，大家也别管他那套单线联系的狗屁规矩了。有事儿咱们就在群里说，大家有活别忘了给我介绍点啊。对，我现在需要一个盯梢的，谁会的话私聊我。我需要一个迷魂的，私聊。我有个大活需要风水高人协助，价钱好商量。能给多少钱？你到什么水平了？这个你不用担心，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东家给50万，办成了1人1半。不过联系我的人有好几个，到时候大家一块去，谁办成了算谁的。行，什么时候干活？今天晚上10点，北环外星一路集合。出事的就是这个工地，现在正在挖基坑，可挖好的基坑总是在半夜灌满了水，一直查不出毛病在哪，不得已找到了我。风水这一块我也略懂，可我连着守了2个晚上了，只查出来每天子夜的时候这边的地气有变化，别的就不知道了。所以今天请大家过来看看，谁能破解了算谁的。水淹地基，这倒是挺有趣。频道原来听说过这种情况，或许解决起来不算太难。这位就是我今天联系到的李大师。李大师，你不准备试试？这还用得着是吗？这明显就是挖到龙脉了。哦，李大师这话怎么说？龙脉懂不懂？这虽然只是一条支脉，算不得多厉害，不过这确实是一条水龙脉。哼，胡说八道！这世上龙脉哪有那么多？更何况这里一马平川的，眉山怎么会有龙脉？小伙子，你懂不懂风水呀？咱们这里可没有龙脉存在的。是吗？那你们查的怎么样了？有结果了吗？不好意思啊，今天阴天，不然我配合着天象，很容易就能把情况查清的。说了等于没说啊！这位大师，你查出什么了？此处地气异常，似乎隐藏变化，还是等子夜时分有所变化的时候，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问题。哦，也是等于没说。你那也不像你似的就会胡编乱造。呵呵，是不是胡说？等一下就知道了。你们继续演吧，我去一边等着。这俩绝对是假道士，你盯人家半天，就为了看人家是不是真道士啊？他们要真是道门中人，等会儿我怎么也得护他们几分，不然我才懒得管他们死活呢。什么意思？等会儿会有危险吗？不是告诉你了吗？这是个水龙脉，看着模样，今天晚上应该是被挖开的第7天了，地气涌动，搞不好等下要有大麻烦了。真有那么危险吗？那肯定啊，龙脉涌动，你觉得会简单吗？那什么，要不咱们还是撤吧，保命要紧啊。那怎么能行？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怎么能错过呢？你个没良心的老道，我整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你就这么巴不得我死吗？小李那边的计划进展的怎么样了？那个傻小子还啥也不知道呢，整天就知道搁钱。不过这小子天赋确实高，不愧是。行了，
你抓紧吧，我的时间不多了。你就放心吧，我自有办法。龙脉涌动的时候，搞不好就会有一宝现世啊！你不想要吗？什么异宝？所有的风水秘诀都会凝聚灵气，而穴眼位置往往就会形成异宝，一颗普通的石头就会变成宝石。如果在那地方埋一件法器，其威力就会大增，甚至变成灵气、神器。如果真有宝石的话，那我这资金不一下就有了吗？等会儿谁也别想跟我抢。懂了，快看罗盘，快查查是哪个方位出了问题。这是什么符？看起来好屌啊！小儿科，驱煞符而已，估计他是为了装13才故意整这么大的符纸。不好，救我！看到那是什么了吗？什么都没看见，应该就是一股煞气。这么厉害的煞气，最起码也有200年的道行了。李大师，你不说这是风水问题吗？怎么还闹起鬼了？这活我干不了，先走了。多谢李大师救命之恩，以后有事只管找我，赴汤蹈火必定报答。告辞。李大师，您可是说过什么事儿都能搞定的呀？50万都是我的。成，只要李大师能把这个解决了，我没二话。这是个至少有200年道行的恶鬼，对付起来难度不用我说了。什么200年？我滴个乖乖，那是够厉害的。关键这还不是单纯的有鬼，下边还有水龙脉，恶鬼可以借助龙脉地气，威力成倍增加。那怎么办啊？从头办呗。我猜这个水龙脉早被高人点到了，埋下了尸骨，这才被养成了恶鬼。自古以来，多少帝王将相早把各地的风水宝穴占满了，这地方估计也早被埋过人了。那么问题来了，这里挖了这么深了，墓呢？李大师，这个重要吗？当然重要了。说实话，我估计是打不过这个鬼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超度他一下。可现在人家的墓都被挖走了，陪葬的东西甚至连尸骨全没了，这得多大的怨气啊！所以必须得先把他的陪葬品拿回来，给他迁个坟，然后再超度他。这么麻烦啊？这是唯一的办法，并且天亮之前必须得办成。水龙脉挖开7天，必定地气喷涌，天亮之前不处理好，等这恶鬼吸收了龙脉之气，就能跑出来报仇了。李大师，老板马上就过来，你当面再和他说一下好了。哟呵，这家伙是大师，这年头大师这么不值钱了吗？张总，好久不见，你这是不认得我了？原来是你这个小骗子！上次你帮我老弟办的事，我不清楚怎么弄的，反正后来我家就没事了。这么看的话，你倒是有点能耐的，说说这次你准备怎么弄吧？你们挖地基的时候，应该是挖出了一座墓吧？是不是害怕文物局介入耽误你们的工程，所以你们就隐瞒了，直接把墓给掏空了？厉害！挖出来的东西都在哪儿呢？全部拿回来吧。挖出来的东西没什么值钱的，全都是瓶瓶罐罐的，拉来拉去的就碎了。要不你想个别的办法吧？我就会这一个办法，要不你请别人好了。不过你最好快着点，天亮后要是还没搞定，这个工程彻底完蛋不说，估计你家还得出问题的。这次这个可比上次那个厉害多了。你是不是在哪听说我弄了这批宝贝，故意做局长把东西吞掉吧？还吓唬我？你当我是吓大的吗？李大师，您别走啊！不走难道在这等死吗？抱歉啊，李大师，张总喝晕了，所以才这么不讲道理的。明天等他酒醒了，我再和他说说，到时候还得麻烦你。用不着了。